与贫民窟里的妹妹相依为命，骨瘦如柴的我每天都要放3斤血喂养妹妹，并且这一喂就是3年。只因这个世界在60年前因为一场瘟疫发生巨变，无数生物在进化后拥有了恐怖的破坏力，有体型如山的嗜血猛犸，有吞吐冰霜的冰川狼皇。人类为求自保，只能画地为牢，筑起高墙。可是存活下来的人都感染了变异病毒，一旦病毒掌控大脑，便会成为世人的怪物。而我妹妹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妹妹作为感染者，不但不畏惧阳光，竟还能保留人类的神智。为了不被人发现，只能靠我提供的血食艰难度日。而人类为了消灭感染者和对抗变异生物，也觉醒了一些能吸收宇宙原力的佼佼者，他们能进化出各种神奇的能力。而我在原力方面虽然天赋异禀，但苦于没有修炼资源，再加上放了3年血，营养极度不良，导致原力远远达不到觉醒的标准。为了出人头地，给妹妹好的生活，我只能一边在觉醒者学院旁听，一边在外做苦工，辛辛苦苦几年，总算买下一座小木屋。眼看日子有了一点点改善，可就在今天回家时，竟遇到几个恶霸强占了我的屋子，还调戏我的妹妹，挤压多年的委屈让我身躯一震，怒火在我胸中翻腾。我先是假装示弱，表示去厨房拿些东西就离开。然而我进厨房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个黑色开关拧到最大。片刻后，趁着几人眩晕恶心之际，我体内的原力调动到极致，手起刀落，连续扎在几人胸口。这是我第一次杀人，双手止不住的颤抖，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面碎裂了。但我顾不上那么多，因为此时妹妹盯着4具尸体，眼中已经逐渐变红，即将暴走。我赶忙拿出一张大布，把4个人的尸体盖住。妹妹的情绪总算缓和了一些。随后我又进厨房给妹妹弄了小半碗血。穆小婉喝完后，肚子里仍旧发出饥饿的咕咕声，脸色微红的看着我。可是我不能再放血了，晚上没吃饭，加上刚才动手消耗了大量的体力，现在都已经有些晕眩了。其实我曾经尝试过买一些牲畜的血，但是穆小婉只是喝了一小口就浑身变红，表现出和其他感染者一样的失控状态。只有我的血能让她保持正常。看着可怜兮兮的妹妹，我起身去厨房，我再去接点儿。可穆小婉冰凉的小手一把抓住了我，眼里带着倔强：“别，哥你脸色太差了，先吃点饭吧。”我刚想安慰一下她，可目光扫到地上的白布后，瞳孔猛然一锁，只见白布上漂浮着4个淡淡的绿色光团，好像鬼火一样漂浮在那里。刚走过去查看，在距离那些光团半米时，那些光团好像找到了组织一样，纷纷吸附在了我的手上，一股淡淡的清凉触感传来。接着绿色光团逐渐消失，形成了4个指甲盖大小的浅绿色晶体。看着手里的晶体，我不明所以，却听见身边妹妹的呼吸声粗重了起来，紧紧地盯着这4颗晶体。你想吃？我有些惊讶。穆小婉重重地点点头，这是穆小婉第一次对鲜血之外的东西感兴趣，那就试一下吧。只是穆小婉吃了2块后，竟然打了个饱嗝。哥，你从哪儿买的好东西？怎么藏这么久？穆小婉兴奋起来，她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吃饱的感觉了。我则是陷入了沉思，这东西是从那几具尸体上提炼出来的，但显然穆小婉看不到之前那个绿色的光团，或许这就是自己的觉醒剂。如果能从尸体上提炼这个晶体，那以后好歹不用放血了。我拿起一块绿色晶体仔细打量着，不知道我能不能用。我下意识地激发原力，把它当作原石一样吸取。下一秒，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绿色晶体缓缓气化，顺着皮肤融入到我的体内，暖洋洋的。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正是原力提升的表现。这一刻我也有些不淡定了。我买不起原石，3年里只能靠着捡别人扔下的原石碎块来提升，但效果非常差。如今竟然获得了从死尸上提炼生命精华的能力，还剩下最后一块晶石。我思考了一下，还是选择了自己吸收。虽然留着可以给穆小婉当口粮，但眼下我们还处在隔离区，有2个感染者在周边游荡，提升战斗力要更重要一些。最后一块比其他的晶石稍微大了一点，我记得这是从那8脸男子身上提炼的。我明显可以感觉到这块晶石上的原力多了很多，看来这个东西和死者本身的实力有关系，实力越强，晶体提供的能量就越强。而就在我愣神的功夫，外面突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吸声，一股浓烈的血腥臭气从窗外传来。感染者！我和穆小婉同时站了起来，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虽然我的原力得到了部分增强，但是对付感染者还是不够看的。虽然我俩已经足够安静，但是那声音却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和穆小婉同时朝门口望去，这只感染者已经到家门口了。咚咚咚，好像是有人在轻敲外面那个小木门。一时间，2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几秒钟的时间，好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而随着沉重的脚步声朝远处遁去，那声音越来越小，2人才松了一口气。可此时门外再次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来过这里，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我认识这个声音，正是今天提醒我晚上不要外出的那个人，来自江城执法局。如今各个城市都有处理感染者和异兽事件的人，他们大部分是觉醒者，他已经受了致命伤，应该逃不远的。就在这周围找一下，我先看看这家人有没有事。听到这句话，我瞳孔微微一锁，看了一眼身侧的白布。虽然我属于自卫反击，但是杀人不是小事，而且房间里染血的碗都是不能见光的东西。于是我瞬间就冲到门口，将门打开，率先走了出去，装作惊恐的样子。那感染者走了吗？看到眼前的少年，2觉醒者都愣了一下。是你？刘振海记得眼前这个少年，他朝着屋内望去，却看见一个瘦弱的小女孩靠在门口，身体瑟瑟发抖。吓坏了吧？放心，有我们在，你们会没事的。刘振海笑眯眯的伸手想去摸穆小婉的头，但穆小婉好像很怕生的样子，一下子缩了回去。小婉，别怕，这2位是执法局的大人物，他们会保护我们的。刘振海似乎对这句话很受用，随后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你做得很好，害怕也千万不要发出声音。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声音，队长，周围我都看了，没有发现2号感染者的踪迹，他好像逃远了。刘振海和楚红秀顿时皱起眉头，刚才的这个感染者只是一个比较弱小的感染者，被他们围攻重伤，按理说逃不远才对。就在这时，我也抬起头，朝着那个感染者逃离的方向望去，竟有了惊奇的发现。远处200-300米外，曾经的一座废弃教堂内发出一道强烈的绿色光芒，这颜色和之前出现的光团如出一辙，可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看见。
我望着那一团绿色，心中有些异动。这么强的感染者产生的生命晶体，说不定能够让我成为觉醒者，那我就有资本和妹妹搬到更安全的城里生活了。先生，我知道他去哪里了。我的声音让刘振海有些意外。你看见了？是的，我刚才很害怕，所以他逃走的时候，我顺着窗户看了一眼。我可以带你们过去。2名觉醒者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寻常人面对感染者能保持冷静就算不错了，而眼前这个少年居然还敢去观察他的动向。随后我带着2人前往废弃教堂，穆小婉则是赶紧回到房间，用麻绳将4人的尸体捆在一起，拖出了房门，在黑夜里消失在巷子尽头。另一边，通过我的指引，几人很快来到破败教堂，放眼望去，竟看到一具3米多高的尸体横在那里。我感觉有些心悸，那头颅大得可怕，嘴里长满了利齿，四肢生有白色的倒刺，上面还挂着碎肉。刘振海皱了一下眉头，想挡在我身前，防止这个孩子看到血腥的画面，却发现我只是脸色微白，没有呕吐之类的行为。小伙子，你心理素质不错。我勉强一笑，感染者都长这样吗？接着不动声色地朝前走了几步。楚红秀让我小心。刘振海则是大大咧咧地笑了笑，没事，死都死了怕啥？看看人家小伙子，看见感染者都不怕。再看咱们之前去战争学院，有些学生看见死人都吓得脸发白。听闻我心中一动，战争学院那也是我想要进入的地方，可是原力值达到100是报考战争学院的门槛，里面的学科也全是针对的变异兽和感染者的。思索的时候，2个觉醒者也开始闲聊，那是因为你看见的是大一新生，等他们经过入学洗礼就不一样了。刘振海耸耸肩，已经干掉了1号感染者，他的任务也就轻松很多了。我见2人根本没注意自己，脸上继续保持着好奇的神色，而后轻轻触碰那绿色光团。哎，小伙子，你小心点呀！楚红秀焦急的一嗓子让我心虚不已。楚红秀秀眉微蹙，胆子太大也不是好事，离这么近，小心被感染者划伤了，你可别感染了。说完将我拉到身后，我面色稍缓，悄然收起绿色晶体，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刘振海却乐了，怕什么？哪有那么容易感染？我来给你科普一下，只有觉醒者变成感染者才会变成怪物，变成什么样也说不定。总之大部分看着都很恶心，他们仍然拥有智慧，只不过杀戮的本能高于一切，普通人感染就和丧尸差不多。刘振海差不多讲完后，2人取下感染者的部分身体组织，准备回去鉴别 DNA， 而后用药剂撒在尸体上。没多久，那尸体就化为了脓水。就在这时，刘振海别在腰间的对讲机响了起来。喂，老大，我们在 C 区北侧的垃圾山附近发现了4具尸体，感染者2号干的吗？不是，死因好像是中毒。等我会儿，我过去一趟看看。听到2人的对话，我不禁手脚发凉。不用想也知道，这4具尸体是穆小婉抛到垃圾山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穆小婉，然而执法局交代的事情，警察肯定会细查。那4个人燃气中毒的死因也是盖不住的，到时候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查燃气表消耗量来确认凶手。如果警察把结果汇报给刘振海，那么自己和妹妹先前的一切伪装都会成为最值得怀疑的点。我越想，浑身越是有些冰冷。此时另一边的垃圾山旁，2个穿着执法局制服的男人正仔细搜寻着证据。4具尸体就散落在垃圾山脚下，而垃圾山上某个不起眼的坑洞里，一个身材瘦弱的小女孩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穆小婉耐心地盯着不远处的2人，心里有些自责，如果她动作再快一点就好了。而且她也听到了刚才2人的对话，如果那个刘振海也要来的话，她恐怕就藏不住了。毕竟刘振海是货真价实的觉醒者。不过就在这时，身旁几十米外突然传来了一阵细碎的声音。穆小婉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查看，黑色的瞳孔骤然收缩，只见一个体长2米多，宛如蜥一般匍匐着的人，正吐着紫红色的舌头朝着2个交谈的执法者爬去。他明明是人类的头颅，但一张嘴巴裂开几乎要到耳朵根了。然而下方的2人完全没有察觉。穆小婉身体一僵，强烈的危机感让她的眼睛泛起淡淡的紫色。要不要提醒他们？如果提醒了，自己的存在必然会暴露；如果不提醒，这2个人很快就会变成2具尸体。2个执法者仍然在叽叽喳喳的交谈，而那人形蜥蜴好似变色龙一样，整个身体的颜色和垃圾山融为一体，眼看着就要接近20米的距离了。就在这时，只听叮当一声，一个老旧的破收音机从垃圾山上滚落下来。2个执法者闻声望去，在这一刻，那个人形生物也愣了一下，这动静也不是他弄出来的。感染者和2个执法者目光只是交错了半晌，而后那头感染者四肢用力，整个身躯宛如炮弹一般瞬间飞出。刘队，2号现身，坐标垃圾山。其中一个执法者几乎是吼出来的，他说完之后，对讲机便被感染者1米多长、布满倒刺的手臂抽中。噗噗，只是一个照面，2人便遭受重创。躲在垃圾山上的穆小婉没有错过这个细节，她心脏跳得厉害，本来想着提醒之后能让这2人幸免于难，但没想到这一头感染者的力量远远超过她的想象。别说是那2个人了，她自己刚才为了传递信息也暴露了位置，现在她也得逃。穆小婉好像一只灵动的小猫，顺着垃圾山悄然而下。此时此刻，下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2个执法者只开了1枪，便浑身鲜血倒在路边。那头感染者却并没有立刻吃掉他们。坏了 ！C 区贫民窟满打满算也就住了1万多人，垃圾山本来距离破旧教堂就不远，哪怕是没有对讲机，在这样静谧的深夜里，刘振海也能够听到属下声嘶力竭的呼喊。这一刻，刘振海是真的有点懊恼了。他以前也带队猎杀过感染者，像这种一品感染者，一般面对他们都是逃，因此他才放心带着楚红秀跟着萧晨去看1号感染者的尸体。没想到 C 区里面的另外这一头反而主动出击了。高速奔跑之下，
没多久，两人就出现在了垃圾山旁边，地面上鲜红的血液仿佛暗示着刚刚的战斗。感染者和2个队员却已经不见了。队长，队长！其他的队员此时也从四面八方汇聚了过来，他们一共8个人，除去刚刚遇袭的2人之外，其他人已经全部到齐。到处找找，要快，晚了他俩就被吃掉了。不过不要太分散，把枪都拿好了。刘振海再不是之前和蔼大叔的模样，此时此刻黝黑的面容上带着些许的煞气。其他队员一个个都拿出了枪械，警惕地朝着垃圾山周边摸了过去。执法者队伍虽然比警察更强一个级别，但也不是全员觉醒者。除了带队的刘振海和副队楚红秀之外，其他队员的门槛是原力值150以上。这些都是和觉醒失之交臂，但又强于普通人很多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枪械依然是最好的武器，也能够对2品以下的感染者造成伤害。刘振海等人的身后，一座民房房顶，萧晨安静地趴在那里，好像已经和黑夜融为一体了。刚才那声惨号他也听到了，而刘振海等人一加速，他也就跟不上，只能跟在后面，半天才赶过来。觉醒者的速度真是快啊！萧晨只是感叹了一句，便发现刘振海他们在找什么，一时间他心里也有些发紧。所谓的2号觉醒者，该不会是穆小婉吧？这是他最担心的情况。就在这时，他目光所及，扫视着垃圾山上几个不起眼的小角落。他和穆小婉经常会来垃圾山淘弄一些老旧物件，这里不光是贫民窟的人会来倒垃圾，偶尔城里的环卫队偷懒，也会把些许城里人的垃圾堆到这里，省去他们送往荒野垃圾处理厂的路程。因此，萧晨和穆小婉也偶尔会来碰运气，甚至有时候能捡到些老化但能用的电器，比如他们家现在用的长虹电视。此时此刻，好像是感应到了萧晨的目光，一个小脑袋从垃圾坑里探出来，顿时2人都松了口气。好在2号说的并不是穆小婉，不过现在问题也来了，穆小婉那个位置早晚会被刘振海他们搜到。队长，找到了！随着一声惊呼，萧晨和穆小婉的目光同时朝着声源望了过去。刘振海他们已经在垃圾山上找到了奄奄一息的2个队员，他们浑身鲜血，手臂上还有被倒刺刮出来的血洞，好在的是胸膛起伏，还有呼吸。众人围了过来，萧晨在远处的屋顶眯起眼睛。不是说感染者只有杀戮和进食的本能吗？为什么那感染者没有吃掉他们呢？这个念头只在刘振海脑袋里盘旋了片刻，他就意识到不对。一直以来，小队都是把感染者当作失控的怪物来处理的，虽然明白感染者也拥有智慧，但以往的抓捕都太顺利了，以至于让他们忽视了智慧这个要素。然而这一头感染者从出现到消失，处处透着一股诡异的感觉。心中的警兆只是刚刚出现，刘振海就觉得脚下突然有一阵异动，他望了下去，却听见嗤嗤的一声，所有队员周围都笼罩了一层黄色的毒雾。这是觉醒剂，都屏住呼吸。刘振海反应最快，3步并2步从所站的位置跳下去，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黄色毒雾笼罩的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就弥漫在一众队员的口鼻处，就连楚红秀这个货真价实的觉醒者都只坚持着跑下垃圾山，而后就晕倒在了地上。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个像喝多了的醉汉，昏倒在地。刘振海面皮抽动，只见毒雾散去，2名受伤队员所站立的位置，垃圾松动，一个浑身带着甲壳倒刺、嘴裂到耳根子处的人形生物破土而出，从垃圾堆里爬了出来。一双深黄色的眸子毫无感情地盯着刘振海的眼睛，和其他感染者的视血不一样，他的眸子里带着一种戏谑。这一刻，屋顶上的萧晨和远处垃圾山上躲着的穆小婉都觉得身体有些发麻。以往贫民窟里也出现过感染者，但据说执法局到了后也是无往不利。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居然一个照面就放倒了大部分的执法者。刘振海晃着脑袋，驱散大脑里不断传来的恶心和眩晕，另一只手掏出枪，不断射击。他发誓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聪明的感染者。虽然感染者都是由觉醒者转化而来，但是能够在感染之后仍然能够释放出觉醒剂的，他根本没见到过。当然，保有这样极高智慧的感染者，他也没有见到过。老子今天怕是要栽了。档案里记载着2号感染者1级中品，他刘振海一个1级高品的觉醒者，按理说单挑也不怕。可刚才被暗算之后，他已经中了对方的毒物觉醒剂，脑袋昏昏沉沉。看着下方刘振海一边射击一边躲避着那头狰狞怪物的攻击，萧晨趴在房顶一动不动。这种战斗，他挨着一下就是个死。哪怕是最普通的生活系觉醒者，身体素质也远超普通人，更别提此时战斗着的双方。那感染者长着倒刺的手臂随意一挥，便砸得旁边砖墙砰然崩裂。萧晨毫不怀疑，这一击砸在自己脑袋上，他当场就得玩完。枪械发出愤怒的火光，在感染者身上打出一团团灿烂的血花，但无法形成贯穿伤，就好像打在了橡皮泥里面一样。
刘振海咬破舌尖，强行提气，扔下手枪，从腰间拔出一把漆黑的断刃，开始和感染者贴身肉搏。萧晨看出来刘振海也中毒了，速度跟不上，因此他完全是以伤换伤的打法，拼着被抓挠也要在感染者身上来那么几刀。鲜血不断喷洒出来，让刘振海的视线染上了一层红色。他的喘息越来越浓，如果此时此刻逃命的话，或许能逃出去，但是他那些队员肯定一个都活不了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生成，没多久，他的步履越加蹒跚，好像已经撑不住了。感染者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锋锐的手爪宛如尖刀一样，从他的肋部直接穿了过去。这一幕让房顶的萧晨瞳孔微缩，然而下一刻，刘振海染着血的嘴角泛起一丝笑容。他的左手夹住感染者，右手的短刃开始疯狂朝着他扎去。感染者也知道这是刘振海的困兽之斗，想要抽出手，任由刘振海失血而死。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手抽不出来了。刘振海被穿透的肋部突然泛起淡淡的白色，就好像花岗岩一样，把他的手凝固在了自己的身体里。觉醒技，躯体硬化。噗噗噗！感染者另外的一只手在刘振海身上疯狂锤击着，刘振海也像不要命了一样，完全忽视了防御，一只手抓住他，短刃朝他身上捅出一个个满是鲜血的口子。吼！感染者发出嘶吼。萧晨和穆小婉看着场中好像野兽撕咬一样互相攻击的两个血人，一时间突然觉得之前用煤气杀人根本算不上什么血腥。萧晨也没有想到，之前好似邻家大叔一样抽烟打屁的刘振海，拼起命来会是这样的样子。砰！刘振海到底是中了毒的，速度渐渐慢下来，他手里的短刃被一爪子拍飞，连带着掉在地上的枪也一时间朝着旁边的民房飞了过去。吧嗒，染血的枪撞在房子墙壁上，像没了骨头的鱼一样反弹到了一旁的井盖上，栽歪两下不动了。视线渐渐暗淡，刘振海身上的硬化也缓缓解除，在即将面临死亡的这一时间，说恐惧呢，好像只占了那么一小点。他想起白天疏散的时候，自己信誓旦旦的保证，才让那些逃散的居民都回到这个贫民窟里。想起那些人恐慌着听从自己劝慰的人，刘振海想着，真是对不起你们的信任啊。他几乎要闭上眼睛了，然而料想中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到来。怎么？莫非这只感染者自我智慧如此的高，还想欣赏一下自己的表情？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的刘振海勉强抬起头，却看见这只同样受了重伤的感染者，视线并没有在自己身上，而是向着街道民房的方向。刘振海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眼前的一幕让他嘴唇翕动，说不出话来。夜色中，一个身形单薄的少年双手持枪对准了感染者的头颅。这张面孔他今天已经是第3次见到了。他不知道这孩子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但他只想用最后一口气喊出一个字：跑！砰砰砰！几乎和他的话音同步，那染血的枪口喷出一连串愤怒的火焰，淹没了刘振海耳朵里任何其他声音。记忆的最后是那个少年略带紧张但毫无犹豫的目光，以及化为一道残影朝着少年扑杀而去的感染者。雪花在感染者身上绽放，萧晨其实是瞄着头打的，奈何他根本没摸过枪，仓促间开了几枪，能命中就不错了。感染者在萧晨眼里已经快到出现残影，重伤加暴怒状态下的2号感染者，只需要一击就能够打爆他的头颅。然而萧晨好像提前计算好了一样，在开了5枪之后往身后迈了一步。这平平无奇的一小步，却让感染者视线之中骤然丢失了萧晨的踪迹。之前那把枪掉落在一个生锈的井盖上，而这个井盖早已经不翼而飞。感染者庞大的身躯从萧晨消失的地方掠过，狠狠撞击在民房上，撞得他七荤八素。不得不说，刘振海先前的拼命还是有效果的。感染者2号营也是个惨胜，鲜血好像不要钱一样从他的伤口洒落。他晃了晃脑袋之后，挣扎着爬起，再度俯冲而来。他很想把萧晨活生生的吞吃掉。来到井口望了眼，下方尽是生活污水，传出难闻的气味，然而并没有看到萧晨的踪影。他观察了眼狭窄的井口，最终将狭长的脖子伸了进去。砰！火光再现，狭窄的井口下方有交错的水道，萧晨根本在跳下去的瞬间就用双脚撑住，而后钻到了距离井口最近的一条排水道里面，等待着他。这并不是萧晨反应神速，事实上，当那把枪坠落到自己面前民房的井盖上时，他就已经在谋划之后的行动了。再遭重创，这一次目标小了很多，子弹直接打在了他门牙上，把他半边下巴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间，萧晨心中暗骂了声变态。这3枪是他早就等候好的，本来想着打在头上怎么也该死了，没想到这东西防御力还是超过了自己的预计。吼！接连被一个10几岁的人重创，感染者2号的怒火已经将他最后一点理智冲散，庞大的身躯朝着井口挤进来，但他的身躯过于巨大，
狭窄的井口将他卡在了那里。不过即使这样，他骤然的一冲还是刮到了萧晨，萧晨不得已用枪挡了一下，哗啦啦之间，那枪械就碎成了几块。咔咔，看着井口居然被他越撑越大，萧晨没有选择跳下去或者顺着排水道逃走，他的速度和感染者相比太微不足道了。他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已经认命了一般，脸色发白地盯着感染者2号的眼睛。虽然2号被卡在了井口，但他弄出的动静可相当巨大，在这黑夜里十分刺耳。如果是平时，估计早就有居民探出头来观望，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他们基本听到之后就都躲到了自己家的地下室里面。刘振还倒在血泊里，他的队员们被这头带着毒物觉醒剂的怪物迷晕，横七竖八地躺在垃圾山旁。在这个时刻，萧晨好像只有认命这一条路了。不过黑夜之中，一个娇小瘦弱的身影从垃圾山上走了下来。他看着是那么娇小，甚至第一眼会觉得有些营养不良，连辫子的发端都有些毛糙。不过此时此刻，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染血的漆黑短刀。穆小婉，随着他一步步朝挣扎的感染者走近，他的眸子开始染上一层妖艳的红色，棕黄的头发也在这一刻飘荡起来，化为一抹诡异神秘的紫红。这一刻，他脸上那种怯懦和柔弱尽数化为了冰冷的杀意。反握短刃，他骤然加速，那速度竟然比刚才那感染者也不遑多让。萧晨看着越来越大的裂缝，脸上的苍白也越加明显。他和感染者2号的距离只剩下了不到半米，萧晨甚至能够闻到他腥臭的口气。可就在这时，面前的感染者骤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他挣扎片刻，而后拼命地用双手撑着井壁，想要挣脱出去。也幸亏之前他拼了命的想要杀死萧晨，让他不在乎一切的挤进来，因此卡得很紧，否则估计他直接就脱身出去了。不过即便是卡住，挣脱也只是时间问题。不过萧晨动了，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在2号感染者疯狂挣扎想要脱身的时刻，他竟然主动出手，双手好似铁钳一样狠狠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并且用全身的重量全都寄于这只长满倒刺的手臂上。2号感染者完全没有想到眼前的男人胆子居然如此之大，不过这一下的确延误了他的时间。他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但是鲜血犹如瀑布一样从井口的缝隙不断滴落，顷刻间就染红了萧晨的面容。感染者2号另外一只手扒拉着井壁，想要出去，萧晨就像拔河一样拽着他，而隐隐能够听到短刀入肉发出嗤嗤的声音。砰砰，萧晨被感染者重重地撞击在井壁上，喉头一阵阵腥甜，五脏六腑好像移位了一样。可是他就像狂风暴雨之中的礁石，一动不动。1小时前，他人生中第一次杀人，他以为那就是自己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没想到记录立刻就刷新了。10几秒钟之后，就连身躯巨大的感染者好像也将鲜血流干了，他的手臂渐渐失去了力量，那惨号声也微弱下来。井外，一个紫发飘扬、红眸朱唇的少女放下短刀，静静地看着眼前整个脊背都被他戳成马蜂窝的感染者。疯狂渐渐退去，短刀掉在地上发出叮叮的脆响，他的眸子恢复清明。哥，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来得及，此刻哪里还有刚才的疯狂和冰冷，就好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趴在井口低声呢喃着。沉默好像深夜里的噩耗。嘿嘿，我没事，等我一会儿。听到熟悉的声音之后，穆小婉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一圈。当萧晨悄悄拿起那把掉落的枪，然后对他指了指那把墙角的短刀时，他就知道了萧晨的意思。两人之间的默契已经到了完全无需言语就可以领会对方心思的地步，所以他紧跟着动手了。只是他的确犹豫了一会儿，他真的害怕因为自己瞬间的胆小酿成苦果。萧晨利用这只垂下的手臂重新荡回墙壁旁边的水道，疲惫和疼痛席卷全身，他觉得自己都快要裂开了。但最终结果是好的，恶臭的下水道里，满身染着鲜血的少年突然像释放掉了一切包袱一样，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5分钟后，萧晨从距离现场100米外的另外一个井盖探出头来，虽然满身恶臭，但穆小婉第一时间就拥抱了过来。感受着他因为害怕而颤抖的身躯，萧晨走回现场，看着整个后半身犹如蜂窝一般的感染者2号，眼睛微眯。都说感染者残暴恐怖，但身为感染者的妹妹是他见过最温和善良的小孩，看他现在那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很难想象刚才他是怎么动手的。哥，我们是不是要暴露了？穆小婉抿着嘴唇，一直以来两人都在极力避免着身份暴露的同时艰难地生活着，苦点累点也心甘情愿。可现在来看，这种最简单的生活似乎也成为了奢求。2个孩子能干掉1头感染者，他们不被切片，也会被警局和执法局带走调查。现在城内防感染的态度一直是那么强烈，哪怕没事也得隔3差5检查一下。他们住在贫民窟，鱼龙混杂，又不在墙内，反而方便躲避一些。但一旦被调查，
绝对会暴露无遗。别急，你先回家吧，之后的交给我了。萧晨并没有太紧张，安抚了一下穆小婉。他这个计划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干掉感染者2号，其实也是在赌。不过现在既然赌赢了，剩下的反而比较简单。穆小婉走后，萧晨来到刘振海身旁。这个坚强如磐石的汉子此刻脸色惨白，气若游丝，但显然还活着。觉醒者的生命力真是强悍。如果当时没有萧晨开枪，2号最后一击下来，刘振海肯定十死无生。但现在他的肋部也被穿透，浑身大小伤痕不计其数，换成普通人早就失血过多而死了。按着记忆，萧晨翻动着他的衣服，最终找到了一个黄色瓶子，就是他当时将1号感染者全身气化的东西。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萧晨走到井口，感染者2号庞大的躯体卡在那里，一团排球大小的绿色光团漂浮在那里，被萧晨收起，化为一团绿色晶体。干掉2号，致命伤来自穆小婉。如果尸体还在，根本无法解释；但如果尸体气化了，一切就任由萧晨表演了。从2号身上割下一小块肌肉组织后，萧晨按照记忆里刘振海的方式，将液体滴到2号的躯体上。刺鼻的气味传来，肉眼可见的2号的躯体开始慢慢气化开来。当他大部分气化后，躯体缩小，坠入井中。萧晨也没有捞他，因为穆小婉造成的那部分伤害的痕迹已经完全消除掉了，这就足够。做完这些之后，萧晨走到垃圾山中，望着横陈的4具尸体，还是将液体倒了上去。没多久，他们也一一气化。虽然这个行为看着有些刻意，但是如果这4具尸体送去法医鉴定，太容易顺藤摸瓜找到自己了。2分钟后，萧晨用从刘振海身上摸到的药物将他救醒。这个汉子咳了2嗓子血沫出来，瞪着萧晨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小子竟然还活着！”他记得自己昏迷前的画面是眼前这青年拿着自己的枪一通乱射。虽然心是好的，但在刘振海看来，萧晨必死无疑。这怎么回事？又看了看四周，发现感染者2号的身影已经不见了，而萧晨在救醒自己之后，已经去唤醒其他人了。5分钟之后，全员悠悠转醒，除了刘振海受伤过重，靠墙坐在地上之外，其他人都大眼瞪小眼。队长威武啊！刘哥牛皮，单挑 BOSS， 这下回去你又能吹牛逼了。几个队员很了解刘振海的能力，他的觉醒技是躯体部分强化，因此他的身体素质要比同等级的觉醒者还要强了不少。伤势虽然恐怖，但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能恢复过来。刘振海瞪着几个嬉皮笑脸的手下，骂骂咧咧道：“老子都伤成这样了，还在那笑，这个月奖金别想了。另外，2号不是我杀的。”啥？几人愣了一下，随即不以为然的耸耸肩，在场除了刘振海之外都昏迷了。如果刘振海没杀，那他们应该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不过看着刘振海将疑惑的目光投注到了萧晨身上，几个嬉笑的手下也渐渐意识到队长好像没开玩笑。你叫萧晨对吧？后面的事情应该你来讲讲了，从头说起。你怎么会跟到这个地方的？萧晨深吸一口气，考验他的时候总算是到了。不过好在的是，他早已经准备好了。我听到这里有声音，想着你们肯定能干掉另一头感染者，这样的场面我不想错过，所以就趴在那边的房子顶上了。不想错过这个场面。刘振海觉得有些牙疼。你平时胆子都这么大吗？没看见别人连头都不敢冒？胆子的话确实很大。萧晨颇为自信地笑了笑。刘振海联想到之前萧晨还带他们去找了1号感染者，这小子的胆量确实不能以常理夺之。接着说，萧晨开始讲述，我本来以为趴在那里看好戏就行，没想到一个照面你们就都趴下了。本来这些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说到这里一个个都窘迫地低下头去。刘振海摆摆手，瞪了萧晨一眼道：说重点。眼前这个青年救了他们全队的命，这恩情大了去了，但不听到细节就太过于匪夷所思了点。当下对于刘振海来说，细节更重要。然后我就看到你在和他搏斗，枪就飞过来了，当时我看得出来你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我也很害怕，然后我就悄悄把枪捡起来了。这些都是其他队员不知道的，但和刘振海所知晓的东西并无二致。旁边的副队长楚红秀本来被萧晨救了，心里就感激得不得了，此刻听着这些，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连带着望向萧晨也更加顺眼。然后你就倒了，我当时想着不开枪我也死定了，当时很后悔跟着过来凑热闹。萧晨也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脸色都跟着白了。此刻萧晨都在佩服自己的演技。可是枪也没用吧？有队员疑惑了。刘振海默不作声，盯着萧晨的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身为觉醒者，又和2号死战，比这些队员更清楚2号的可怕。确实没有用，所以我提前设计好了逃跑路线。萧晨给众人指了一下，远处那个打开的井口边，路面犹如蛛网般皲裂，好似受了重击。
当下，萧晨将之后的事情交代了出来，当然不包括穆小婉的部分，只是说了开枪之后，他跳入井中，等2号探头，接连几枪激怒他之后，2号发狂而卡在井口，自己趁机将他爆头。虽然萧晨说的轻松，但还是听得在场众人心惊肉跳。那2号的尸体呢？刘振海点了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我怕他没死，又想到你之前溶解感染者，就照你的样子将他也溶了，不过溶到一半，残余部分就顺着井口掉下去了。对了，垃圾山上还有4具尸体，我担心他们也被感染，就一起给溶了。萧晨说的很简练，基本都是挑核心的细节，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说的话给在场众人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么说，你在捡枪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后面的安排？楚红秀喃喃自语。捡枪、挪开井盖、开枪、跳井、埋伏，即便是在场经验丰富的执法者，都没几个敢保证自己能做得像眼前萧晨一样好。更何况做完之后还从容不迫的溶尸，这行径怎么看也不像是个18岁的青年，反而像心狠手辣的罪犯。不过在众多队员的眼里，不论结果如何，最终他们的命是萧晨救的。此刻望向萧晨的目光里都带着浓浓的感激。绝了，刘队，真应该把小兄弟也叫咱们队里啊，要不给个编外身份吧。一帮人劫后余生都乐呵上了。楚红秀眼里却有些许的心疼，她见过萧晨的妹妹，也知道两人相依为命，有这样的反应和心理素质，大概率是在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练就出来的，才这么小就得承受生存的压力了呀。属于女人那份敏感和善良开始发作，这次咱们得做个反省，要不是他，全队都灭了。另外，我提议给萧晨申请一个见义勇为。萧晨愣了一下，第一时间就是想拒绝，能低调就低调，是他最大的准则。不过此时萧晨的注意力依然在刘振海身上，这个男人看似和其他人一起乐乐呵呵，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那张随意的面孔下，眼神仍然是严肃的。萧晨知道，虽然自己的说辞天衣无缝，但自己的身份和做的事情矛盾感太强烈了。能够从容杀感染者、溶尸，哪怕你智商再高，单独从人格上讲，心不狠就做不到。刘振海自然看出来了，萧晨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但是好在的是，自己从头到尾也没做什么坏事。萧晨，我有个疑问啊，你干掉这感染者之后，干嘛不叫醒我们，而是先溶了他呢？而且还没忘记把4具尸体也溶了。刘振海笑呵呵地说着，那样子就好像街头邻居聊天一样，毫无攻击性。楚红秀闻言一愣，作为刘振海的老搭档，他当然知道这人轻松的语气下隐藏着的意味。当下他反而有些不满意了。刘队，你管他先干嘛呢？他才多大，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再说你那5大3粗的样子，晚点救你又没事，是不是不舍得给见义勇为的奖金？我话放在这儿啊，我私人可以出资。刘振海听到楚红秀不满的责问，有些头大。队里就他和楚红秀2个觉醒者，平时他作为队长还比较有威信，奈何这女人的性子上来了，他还真没招。哪能呢？你想哪去了？我不是看大家都很佩服萧晨小兄弟吗？随便问问。看着刘振海眉眼间的笑意，萧晨却明白这个执法局长是个外粗内细的人，一旦自己真的露出什么破绽来，恐怕刘振海对他的好奇会更重。因此一味的装无辜绝对不是什么好办法。我主要就是怕他没死，因为之前看你们交手，他命太硬了，所以我想着哪怕晚点救人，我也得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萧晨说这话的时候毫无愧色，反而是让刘振海轻轻点头。还有个事。萧晨望向楚红秀，楚姐，我能不能不要钱，给我点原石？原石？在场众人都愣住了。你要那东西干嘛？萧晨自嘲一笑，其实我是江城一中今年的高3毕业班学生，说不定给我几块原石，我还能觉醒呢。萧晨一句话把旁边人都逗乐了。觉醒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原力值破100可以报考战争学府，但即便是战争学府大4毕业生里，也有大量的人无法觉醒的呢。江城接近100万人口，这么大一个执法队，不也才刘振海和楚红秀2人是觉醒者？不过萧晨说出他这一重身份，刘振海脸色显然更加舒缓了。毕业生、贫民窟、孤儿，在罪犯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心狠手辣、谋定后动，也没有刻意装成老实人。这些要素累加起来，似乎就更说得通了。毕竟这个时代，为了成为觉醒者，更疯狂的人也有。一念及此，刘振海的眉头舒展开来，疑虑渐渐消散。小张，你身上是不是带着原石呢？少装蒜，你小子出门时候带着的，我看见了，拿来，回头补给你。刘振海给了萧晨10块品质不错的原石，就这玩意，如果要买的话，需要2万块钱。像班级里条件还不错的同学，1个月也就能用上2、3块而已。这就是个见面礼，之后还有更正式的见义勇为奖。
一众队员又拉着萧晨好生感谢，楚红秀还给他吃了一颗药丸。听他说才知道，这是深空制药研究的药物，价值不菲。如果和感染者交战受伤，服下这种药物，普通人也能免于感染。刘振海他们还要继续打捞沉下去的感染者尸体，萧晨也把自己割下来的部分交工，就没有人继续询问那4个死人的问题了。没有人知道，其实这反而是萧晨最紧张的部分。捏了捏兜里的2块生命晶体，萧晨长舒一口气，头也不回。看着周围队员忙活捞尸，刘振海歇了一会儿，也勉强站了起来。不再作画了，你伤的还蛮重的。楚红秀有些担忧地看着他。执法局执行的都是危险任务，刘振海又是最强者，他从来都顶在最前面，但像今天伤成这样，还是第一回。小看我了吧，这点小伤，嗨。刘振海挺了挺胸肌，但这个动作又牵扯到他腰间的恐怖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楚红秀白了他一眼，这家伙向来喜欢逞英雄，不过今天如果没有刘振海，他们肯定都得死。刘振海搜集好了证物之后，又走到垃圾山，看了看被溶解的痕迹，不又抽了口烟。这个孩子你怎么看？楚红秀站在他旁边，又想起话少又清秀的萧晨，是个好苗子，如果家里再富裕点，打下好基础，成为觉醒者，前途无量。就这些，不然呢？迎着楚红秀不解的目光，刘振海摇摇头，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萧晨刚才的一番话滴水不漏，几乎听不出任何的破绽，但问题也就在这儿，他想的实在太周密了，回答的也太过于清晰明了了。无论这个孩子计划多么充分，亦或者经历过多少风浪，他表现的都过于从容了。回答那些问题，他几乎是提前想好了回答一样，堵住了自己的任何疑问。虽然这样看着没什么问题，但对于在执法局工作多年、侦破过很多大案的刘振海来说，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嫌疑。只是他没有说，因为无论萧晨隐藏了什么东西，他都算是自己整个小队的救命恩人。自己如果非要留着他问个清楚，恐怕眼前的副队还有那些队员都会有些寒心。也许是我多心了。刘振海耸耸肩，这时队员刚好打捞出2号的残尸，这家伙的后半边身体基本已经溶解掉了，唯有上半部分还残留着，沾染了不少污泥，看着更加狰狞可怖。就这家伙，差点弄死老子！几个队员不忿，又拔出刀插了几刀，只不过根本没有插进去多深。这家伙真是硬啊！什么时候我成了觉醒者就好了。队员的无心一言，却让旁边听着的刘振海瞳孔一缩。他扒拉开队员，走到最前面，仔细打量着2号感染者的面部。的确，满是弹痕，就连下巴和嘴都被打烂了。但是他的脑壳非常坚硬，上面有2个弹孔，2颗子弹嵌在颅骨上，无法深入。刘振海想起萧晨的话语，手中的烟头掉在了地上。这种程度根本杀不死2号，虽然嘴和下巴都烂了，但他大脑无损。没有人比刘振海更清楚2号的恐怖之处，也不知道他突然凝重是为了什么。刘振海叫来楚红秀，在他耳边轻声说了2句，不知是听到了什么，楚红秀表现出极大的反感，瞪着刘振海半天，据理力争。然而在刘振海坚持的目光下，不情愿的冷哼一声。望着楚红秀离去的背影，刘振海眯起眼睛，他真的很想知道萧晨到底隐藏了什么。我回来。萧晨的拉字还没出口，就感受到一个柔弱瘦小的躯体牢牢地抱住了自己。穆小婉已经换掉了带血的衣服，换上了一身打着补丁的亚麻裙子，脸上还带着泪痕。哥哥，我是不是杀人了？他颤抖着，2只柔软洁白的小手无助地抱着萧晨的腰，身体轻微颤抖，显然是吓坏了。萧晨的神色柔和下来，他看到桌上摆着几道小菜，正是之前他们没吃完，穆小婉刚热的，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他没有说话，只是摸着妹妹顺滑的头发，良久他缓和下来。你想什么呢？那是感染者。萧晨刚说完就意识到不对，妹妹把感染者当人，是因为她自己也是感染者呀。如果你不动手，死掉的就是我了。你想要让哥哥死吗？果然，这句话一出，穆小婉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要不要，如果哥哥死了，我……他就好像真的看到自己失去萧晨了一样，眼圈通红。那就是啦，你做得很棒了。萧晨心中微微叹息，虽然妹妹懂事早，也能知晓自己一切的安排，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姑娘，但是她毕竟今年也才13岁而已。来，吃饭吧，我都饿了。萧晨拿着遥控器打开老旧掉色的家电，调了半天，终于从雪花点变成了一部动画片。兄妹俩坐在沙发上，端着盘子看了起来。就这电视机，还是他在城里电子垃圾场里省吃俭用淘来的。不过，他也成为了兄妹俩为数不多的快乐源泉。年纪小到底是有好处的。穆小婉被萧晨安慰之后，乖巧地坐在沙发上，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动画片。没多久就被里面幽默有趣的情节逗笑了。哥，火箭队也太笨了，
每次都抓不到皮卡丘。是啊，两个大人都不如小婉呢。兄妹俩吃着看着，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道人影已经悄然落在窗边，仔细地观察着屋内的画面。两兄妹互相让着盘子里为数不多的五花肉，看着电视发出纯真的笑声。没多时，他们好像是累了，互相依靠着在那张翻毛的旧沙发上呼呼睡着。妹妹靠着哥哥，哥哥搂着妹妹。电视里的动画片不时被雪花点覆盖。这不到30平米的小屋里，好像是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搀扶，互相取暖。窗外的那双眼睛不知道何时有些泛红，悄然关掉摄像笔，轻巧地离开了。他带着怒意在街上狂奔，等刘振海看到他的时候，有些愕然。这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这么回来了？我真不知道你这脑子回路怎么转的，你自己看吧。刚才的人正是楚红秀，他到的时候，兄妹俩已经开始吃饭了。刘振海连通了屏幕，看着兄妹俩吃着寒酸的食物，对着数十年前的动画片咯咯发笑，而后睡在那简陋的沙发上，一时间也沉默了下来。面对楚红秀杀人般的目光，刘振海苦笑了一声。自己让他去跟踪萧晨观察，他百般不乐意，但还是去了。最终观察到的结果和他想的不太一样，这好像就是一对互相取暖的孤儿兄妹。是的，孤儿。他刚才已经通过执法者系统调取了萧晨的资料，上面显示了萧晨和穆小婉的身份都是孤儿。虽然档案是3年前才录入居民系统的，但这也算正常。在贫民窟里，多少人都没有记录在案呢。他估计萧晨也是3年前进入高中才有的正式档案。人家救了你的命，你这疑神疑鬼的劲儿啊！楚红秀说完，刘振海双手举起表示投降，悄悄将他拉到旁边，塞了一张银行卡过去。我上个月工资可全在里面了，剩了7、8万吧，帮我给那个孩子。刘振海略显愧疚地道。楚红秀愣了一下，虽然刘振海是职位最高的，每个月还有觉醒者津贴，但作为觉醒者，消耗的资金也比普通人大多了，光是补品、原石就是不菲的数字，更何况受伤了还得治病，那更是天文数字。他嘴上责怪刘振海，但其实他知道，刘振海每个月赚的钱大半都去接济老家那些穷困的乡亲了。冲什么大头，我号召一下，让队里给凑凑。别！刘振海连忙阻止了他，看着那些忙忙碌碌的队员，忍不住又点了根烟。兄弟们出生入死的也不容易，他们才挣几个钱，都有家有业的，不像我老哥一个，要愿意，你再出点给那俩孩子送去。刘振海说完，不等楚红秀说话，摆摆手就和队员一起干活去了。楚红秀看着他因为伤势而略显蹒跚的背影，握了握手里的银行卡。C 区的感染者死光了，这个消息没出2天就不胫而走。不过为了清查危险，还是用了10天才解开 C 区的封锁。也幸亏萧晨手握生命晶体，而且这生命晶体经过测试，穆小婉可以分多次吸食，否则的话10天足够把它吸成人干了。除去2号的那块生命晶体之外，包括1号感染者在内的其他晶体已经被2人吸光。萧晨现在很想参与测验，看看自己的原力值到底多少了，因为这10天过去，他感觉整个人的力量、速度、精神状态都比之前强了不是一点半点。统计数据得知，总共有12个普通居民被吞吃掉，还有6个居民遭到感染成为丧尸。这种被感染的普通人也需要焚烧处决，萧晨也前往了现场，倒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去捡生命晶体。可让他惊讶的是，被焚烧的6具尸体中，只有一个看着很粗壮的男人产出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晶体，其他5人的尸体一点都没有。或许这个和我的原力增长有关系，他自身的原力越强，普通尸体就越难产生晶体。这就像打游戏，人物等级高了之后，再打小怪就没经验了一样。回到家之后，萧晨还接到了来自班主任老宋的电话。萧晨，你没事吧？哎呀，没事就好，可吓死我了。过2天就要进行测试了，你得赶回来啊，哪怕不能觉醒，原力值高一点毕业也好找工作不是？老宋是个喋喋不休的男人，但对萧晨一直不错。刚开始入学的时候缺少生活费，是老宋悄悄给他垫付的，都没和他说过。后来萧晨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笔费用，老宋还根本不承认。要测试了呀！看着乖巧的收拾家务的穆小婉，萧晨突然眉头微皱，凝重了起来。这些天不光是他自己，穆小婉的力量、速度也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参考着穆小婉，萧晨也觉得自己原力值绝对今非昔比。但这就出问题了，自己在上一次测试的时候，原力值只有70多点，如果这一次突然暴涨，那会不会引起怀疑？萧晨没法不多疑，家里有个感染者妹妹，官方对于感染者的态度又是赶尽杀绝，他早已经习惯了提前想好可能发生的危机。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萧晨弟弟在家吗？我是楚红秀。楚红秀不是自己来的，还带了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她看着妆容比较正式，30岁左右的样子，
见到萧晨之后眼前一亮。这位是江城时报的赵记者，听闻这次行动有你参与之后，想采访你一下，做一篇专题报道，没问题吧？楚红秀也有自己的打算。对于萧晨兄妹这样的贫困户来说，钱是一方面，机会也是一方面。即使不是觉醒者，毕业了之后有这样见义勇为的履历，也会是企业招聘时候的一大亮点。萧晨本想拒绝，因为这不符合他低调的原则，但是他突然想到，这貌似是自己解释原力值暴涨的一个机会。在脑海里构想了一下说法之后，便欣然应允下来。在给萧晨和楚红秀拍了一张带着见义勇为锦旗的合照之后，楚红秀放下一张卡，还有一小包原石就离去了。余下的时间则是交给了萧晨和这个赵记者。打量着萧晨的房子、破旧的家具和装饰，赵梦眼前越来越亮。孤儿、在校生、贫民窟居民、拯救执法队，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足够他写出一篇亮眼的新闻了。在接下来的采访里，最让赵梦惊喜的还是萧晨的上道。对于贫民窟恶劣的环境、官方的无视等，基本闭口不谈，没有半句抱怨。而对于官方处理的迅速和执法队的负责，大家称赞。都不用赵梦提醒和刻意引导，萧晨就完全规避了那些可能无法展示的内容。这不就是上道吗？哪有比这更合适的采访对象？稿子都不用改的。最后，能容许我对执法队说些心里话吗？若是往常，赵梦可能会让他说，但不会记录。不过萧晨前面的发言已经太让他满意了。非常感谢执法队快速的清除行动，也感谢他们送给我的原石，封锁了10天，我也没有浪费，每天都在用它们修炼。要知道以前我是真没钱买，这10天收获很大。我甚至有种感觉，毕业测试能成为觉醒者。萧晨看起来就像是打了鸡血，充满斗志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于这样的话，赵梦心里自然是不以为然。作为江城时报的记者，他很清楚，每年能够考取战争学府的或许就100来人，但在这100来人里，能够成为觉醒者的不足1/10。不过这种正能量的报道他没必要删除，写出来领导更爱看。好，今天的采访非常愉快，这是政府对你的奖励，5000元。赵梦塞了一张卡，让萧晨露出代表着阳光和幸福的笑容，手持银行卡和锦旗，照了张相就匆匆离去了。能碰见萧晨这样的采访者是他最开心的事情，不用听贫民窟的人诉苦，反映问题，得到的答案也都是喜闻乐见的，非常完美。当然，虽然这采访很愉快，但他也并不想和萧晨进一步聊什么。贫民窟里居住的人，注定和城里的他们是2个世界。赵梦走后，萧晨拿着卡，眉头微皱。这个奖励之前不是楚红秀给过了吗？按赵梦的意思，这5000是官方出的，那楚红秀放在桌子上的是什么？萧晨走过去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张新卡，还标记着余额和密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小包，打开细数，20块上好的原石陈列在那里，颗颗如新。这就值最少4万了。算上银行卡里面的5万块钱，楚红秀他们执法队送给自己的东西已经价值超过10万。翻了翻，最后看到一张小纸条，上面是很娟秀的字体。队长怕你拒绝，所以没打招呼，这是你应得的，不要拒绝哦。萧晨怔了怔，这是自3年前父亲莫名失踪，而后房子被抄家，他和妹妹流落街头以来，来自陌生人最大的善意了。虽然刘振海看起来大大咧咧，很和善的样子，但萧晨能感觉到，那天他并没有像看起来那样相信自己。没想到事后没有迎来调查，反而是给了自己这么大一笔钱，真是抱歉。虽然这么说着，但恐怕这个秘密要永远埋葬了。财不露富，萧晨深谙这个道理。但今天收到一笔巨款，虽然在城里买房依然遥不可及，但他还是带着穆小婉去城里的酒楼奢侈了一把。饭后，穆小婉带着酒楼里送的兔儿亮光头灯，笑得满脸甜蜜。虽然对于城内的人来说，一顿火锅可能只是家常便饭，但对于他和萧晨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享受了。萧晨摆弄着手机，却发现班级群里出现了不少艾特自己的人。牛啊，咱班萧晨上报了，干掉了感染者，不是在开玩笑。一条条信息闪过，班里这些还没毕业的学生尽情表达着他们的震惊。萧晨也刚好看到了链接，不得不说赵梦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上午刚采访完，傍晚的时候报道就已经上传了。由于萧晨的上道，大部分话语都是原封不动的拿出来用的。有信心觉醒，这就有点夸张了吧？可能萧晨以前没用过原石，不过乐观是好的。很多同学震惊之余，也注意到了萧晨最后的表态，虽然表面上没有反驳，但不少人言语之间透露出萧晨过于天真的意味。不过无论如何，来自一中的学生配合执法队击杀感染者，还是一头一级中阶的感染者，都是值得校园宣传的好消息。就这样，萧晨这个名字在江城一中小小的火了一把。虽然战争学府录取是按成绩而不是名额，但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不少人都在私下里查询萧晨到底何方神圣，莫非是隐藏的妖孽？不过这么一查下来，一个个就都放松了。萧晨上一次测试元力值72，别说是觉醒，就连战争学府报考的门槛都差得老远。一下子，萧晨的定位就明确了，只不过是为了配合宣传口径，树立民间模范，提振老百姓信心而选出来的幸运罢了。至于说拿了些精品原石就想突破，这种言论只有那些缺少原石、缺乏见识的人才会说出来。对此，萧晨并不意外，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之后的测试，他元力提升总有个理由。C 区解封之后，距离觉醒仪式只有不到20天，而萧晨也终于可以回归校园。和10几天前相比，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俊朗、精神了一些。一方面是不断使用生命晶体，元力提升；另一方面，他不用放血之后，那种颓废和营养不良的瘦削也大大改善。上午，他刚刚来到校门口，就被人拦住了。萧晨，来一下，梁少有事找你。说话的是一个相貌中上的女生，留着黑色长发，化着淡妆，一双眼眸里金光流转。萧晨认识她，隔壁3班的任嘉玲，算是一中的交际花，专门结交比较有潜力的学生。3年前入学的时候，萧晨元力值42，在同期学生里非常不错，当时任嘉玲和他关系很热络。但后来随着接连测试，排名越加靠后，任嘉玲的态度明显冷淡，疏远了不少。有事？任嘉玲微微一笑，轻声道：对你来说是大好事。他打量着萧晨，也发现了他气质的不同，但并没有太放在心里。3年里，这个学校里谁有潜力，都像表格一样记录在他心里。萧晨早已经在那个表格里排到了很后面的位置。当然，他也不会去和萧晨交恶，只是没必要浪费时间交好。一边带着萧晨往旁边走，任嘉玲一边道：我听说萧晨你得到了不少执法局的精品原石，对吧？真是恭喜你了。不过和感染者交手，这也是你应得的，你胆子好大，换我可不敢呢。他言笑晏晏，话语里还捧着萧晨。换成别的学生，面对这样一个姿色不错的女生对你大献殷勤，恐怕已经愉快地畅聊起来了。但萧晨只是平静地走着，随意搭腔。不过萧晨，你的测试好像距离战争学府还是有些距离的，我又知道你手头不太宽裕，刚好梁少这里有购买需求。任嘉玲把人带到地方，面前站着一个穿着浅色手工皮衣、百无聊赖的白脸男生，专心着玩手机游戏，旁边还零散着站着几个闲聊的人。怎么这么慢啊？这就是那个萧晨，开个价吧，梁少要买你的原石。白脸男生专注地打着游戏，都没有抬头看萧晨一眼。说话的是他的小弟，喷吐着烟雾，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萧晨眉头微皱，任嘉玲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副场景，笑盈盈挡在两人之间。梁少嘛，你也知道，不差钱的，你们合作是双赢，他比较不爱说话，但不会亏待你的。沉默寡言是假，刻意无视倒是更多些。这个梁洪涛，萧晨也知道，江城一中的富二代，父亲是觉醒者，在城中开拳馆的。能有个觉醒者老爸，在这个时代可比单纯的富二代要牛多了。除此之外，他也是校园里知名的商贩，经常倒腾一些修炼元力的物件卖给富二代，赚了不少钱。不过萧晨并不打算卖，一方面自己还不够用，另一方面这也是刘振海他们的心意。不卖。他淡淡说完，转头就走。萧晨这副态度让任嘉玲和梁洪涛都有些错愕，尤其是梁洪涛立刻放下了手机，摆上了一副笑脸。萧晨，别忙着走啊，是我小弟不懂事，赶紧道歉。梁洪涛果然其实只是伪装而已。作为一个觉醒者二代，又是一个商贩，之前的行为只是让小弟咋呼一下，如果能唬住萧晨，价格也好讲一些。那小弟有些不忿，不过还是退到后面。价格嘛，好商量。你要是缺原石，我也可以和你换，1:3的比例，怎么样？我的口碑你也知道，能换多少，萧晨还真不在意。毕竟除了原石之外，他还有生命晶体可以用来修炼，那玩意的效率可比原石高太多了。任嘉玲见萧晨不语，连忙凑上来小声说：萧晨，和梁少交好，对你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他那急切的样子，好像真的在为萧晨做考虑一样。抱歉，这东西我还打算自己用，真的不卖了。萧晨没有改变主意，让任嘉玲和梁洪涛的眉头都皱了起来。此前梁洪涛还以为萧晨转身走只是为了展露态度，是一种提价的手段，但是看着这个样子，似乎他真的没打算卖。真不考虑一下吗？这东西对你来说没什么用吧？如果是那个小弟刚才态度不好，我代替他和你道歉。梁洪涛有些头疼，如果对方是想砍价，他有的是办法聊下去，也不怕亏。江城一中是江城最好的高中，像他一样的二代还是有一批的，倒手出去稳赚不亏。只是他也很不理解，萧晨留着这玩意干嘛用？难不成
他真以为自己能靠着这个东西觉醒？不考虑了。萧晨说完，不想再和这些人废话。虽然他很穷，但也从没有想过跪舔梁洪涛这些二代。虽然的确有人是这么做的。萧晨，任嘉玲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在之前信誓旦旦和梁洪涛保证的，而且在他看来，这个交易本来就很好达成。你留着这东西干嘛？难道你真的那么天真，以为临到觉醒日了，靠着些天降横财就真的能觉醒？任嘉玲以前还觉得萧晨虽然没什么潜力，但不算个自大的人，现在才突然发现这萧晨有点天真过头了。说完了吧，不必再聊了。萧晨不想再和他们废话，他们态度谈不上不好，但那种藏不住的优越感和对他态度的嘲弄是从眼神里自带着，无法隐藏的。真不给兄弟这个面子。梁洪涛脸色不好看了，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想到跟一个贫民窟里住着的差生做生意这么困难。奈何这批精品原石好多人都想要，一念及此，他的脸色有些阴晴不定。几个小弟看到梁洪涛这副样子，心领神会，从周围堵住了萧晨的路。萧晨瞳孔微眯，这是交易不成，打算明抢了。虽然自己没有背景，但这里是校园，也是有规矩的，他们胆子这么大。几个围着萧晨的人原力勃发，气息变得暴躁起来。梁洪涛没有说话，似乎是在考虑。然而面对这样的场景，萧晨反而笑了，心里有些兴奋。他一直没有机会验证自己的原力到底到什么水平了，但是看这几个狗腿子原力爆发的样子，直觉就是很弱小。梁洪涛不说话，其实只是在给萧晨压力。萧晨刚才想的没错，即便他有背景，父亲还是觉醒者，但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抢其他学生的资源。即便是现如今的时代，也是有规则、法律的。如果萧晨害怕了，自然可以兵不血刃。然而此时此刻，他注意到了萧晨的眼神，心里却骤然一惊。萧晨神态非常放松，身体却做出了一个非常隐晦的攻击姿态，眼神锐利如刀，好像随时要撕碎猎物的野兽一样，盯着围住他的那几个人。即便这种姿态不是对着自己，但原力突破90的梁洪涛竟然有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这小子真的是测试只有70多原力值吗？梁洪涛有些惊疑不定。怎么欺负人呢？就在这时，身侧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却看见一个短发齐耳、容貌姣好、身材高挑的女生拽拽地走到场中。姚娜。梁洪涛有些意外。梁洪涛胆子肥了呀，我的人你也敢动？名为姚娜的女生，还有旁边一个戴着眼镜、身材中等的男生，都站在了萧晨旁边。开玩笑，谈生意而已。既然萧晨不愿意，那我不打扰，我走了哈。梁洪涛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姚娜和他一样，原力值年级前10，上次测试甚至比他还高了一些。哪怕觉醒日无法成为觉醒者，进入战争学府之后觉醒，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想到萧晨还和他有来往，这桩交易看来是泡汤了。虽然心有不甘，但梁洪涛也很坦然，淡笑着望向萧晨。既然萧晨同学执意自己留着，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他说的自然是觉醒日，等着看萧晨觉醒。在梁洪涛看来，萧晨真的没必要这么执拗，等他无法觉醒，这一批人又都测试报考完，他的精品原石短时间内可找不到买主，到时候萧晨自然会后悔。哎，萧晨，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了，给你的机会你把握不住啊。任嘉玲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失望的叹了声，而后跟着梁洪涛走了。所有人走了之后，萧晨感觉到肩膀上被人拍了拍，回头一看，正是姚娜。谢了。还没等姚娜说话，旁边的眼镜男子就不满道：就谢他，不谢我啊，重色轻友啊。他说完，挨了姚娜一记抱拳。吴超，你再乱说话，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小晨晨那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吴超捂着肩膀，脸色发青。再说了，要你有屁用？你那82点原力，以为我不知道？几个狗腿一动手，第一个被打趴下的就是你。看着笑骂着的两人，萧晨面容上浮现出一丝暖意。姚娜，她同桌，和自己情况不同。姚娜天赋极强，校园前10的常客。非但如此，家里也很有钱，那原石从来没有断过，到现在也没有谁挖出来他的背景，所以梁洪涛才这么忌惮。而吴超坐在自己后面，小道消息很多，是班级里的万事通。整个班级也就只有这2人和他算是真心实意的朋友。还有你以为你给萧晨塞的那一大包东西我没看见？吴超说着，躲在了萧晨身后。一大包东西？姚娜似乎根本不在乎吴超说什么，摆摆手，霸气道：就是些原石碎了。萧晨了然，他之前一直是靠捡别人用过的碎渣来用的，聊胜于无，其中来自姚娜的最多。那叫碎？才用了一半吧？碎那么大块，要不你给我，我还能凑合用呢。吴超似乎对于萧晨的待遇非常羡慕。行了，别贫了，赶紧走吧，
今年还得测试呢。姚娜确实专门给萧晨留了不少元10岁，但看着并不想过多谈论这个话题，几人快步朝着班级走去。梁少，这件事是我没调查清楚。不远处，任嘉玲略带自责，眉宇间却又诸多不满。他没想到一个贫民窟的小子有这么难搞，难道他真的不缺钱吗？没事儿。梁洪涛嚼着口香糖，神色看着并不怎么沮丧，只是一个认不清自己的小鬼头而已。等他真正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觉醒之后，就会清楚。到时候他再想卖，自然是随意拿捏。任嘉玲点点头，对于梁洪涛刚才的评价非常赞同，那就是认不清自己。3年时间，大部分人元力增长也就在50左右，其中的天才能长个7、80，突破觉醒最低门槛。这根本不是资源的问题，还包括了天赋和努力。萧晨恐怕就是那种认为自己很行，元力不高是因为元石不够的人。这种人他见过太多了。一看梁洪涛也并不怪罪，他的心又轻松起来，很快就将刚才和萧晨交流的不快抛诸脑后。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普信男，未来和自己注定不是一个圈层的人士。萧晨几人很快就到了班级，一路上吴超的嘴巴像开了机关枪一样，不断询问着萧晨杀死感染者的细节。没什么，就是运气好，那怪物都重伤了，我开了几枪，纯属误打误撞。这话有8成是真的，假的那2成也没法说。一听这话，吴超拍手乐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姚娜撇撇嘴，不想搭理这货。原来吴超早在报道出来之后，就对班级里的人说出过自己的猜测。他当时就猜萧晨肯定是补刀了，现在果然被他说中。不过你胆子是真大，换我肯定躲在家里。当然你运气也真不错，这么多精品原石卖了也值不少钱了。此时几人已经回到了班级。3年下来，和萧晨熟悉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望着萧晨的目光都带着羡慕。是的，他们看了报道之后，第一时间关注的就是萧晨得到了执法局赠予的原石。至于干掉感染者，大部分人的猜测和吴超是类似的。这个时代希望最珍贵，尤其是对于经常出现感染者人心惶惶的贫民窟区域。这帮人虽然条件不好，但人多，种植作物和城内基础苦力服务基本都是他们在做，因此官方也不可能放弃这帮人。所以立个榜样，你看贫民窟里的人都能配合执法者干掉感染者，感染者也没多可怕，安心住着吧。这一点学生们看得清楚，也有几个还算熟悉的人过来寒暄几句。没一会儿，铃声响起，一个中年微胖的男人走了进来。嗨嗨，都啥时候了，还吵吵闹闹的，一点都没有那紧张感。男人胡子拉碴，嘴上训斥着，眼里却没有多少责怪的意思。眼看着还有不到20天就到觉醒仪式，也就是说他和这帮学生3年的相处即将到尾声。首先欢迎萧晨回来。大家都知道了，萧晨配合执法队干掉了一只货真价实的感染者，给我不是给咱们班争光了。班主任老宋笑容满面，这事儿倒是不假，虽然这荣誉更多是好听，不像班里出一个觉醒者那样硬，但也让他在学校里仗了不少面子。好了，过一会儿学校将组织进行觉醒前最后一次元力测验，有2个消息给大家透露一下。第一，这次测试元力值超过90的可以进入特训班，为期10天。这个其实众人也都知道，相当于把整个年级最优秀的人在最后时刻整合到一次突击集训。集训班的教官也是觉醒者，这个机会每个人都想要，可惜的是条件卡得太死了。咱们班之前测验超过90的应该就欧阳涵和姚娜吧，其他人有没有人给我个惊喜啊？今年的评优可靠大家了。老宋打趣着说。众人不禁望向旁边的一个刘海遮住眼睛，皮肤白皙身材瘦削的男子，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表情，正是全班元力第1的欧阳涵。老宋说完，班级里不少人露出略带惭愧的表情。3年下来，他们都摸得清楚老宋的脾气，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给好些人都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尤其是他不像其他很多班主任一样专盯着重点几个人，完全忽略其他人，而是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可惜的是，他们即便带着感激，但是大概率在成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重磅消息。老宋神色一肃，老宋的神情不像平时那么松弛。今年2中势头很猛，据说已经有人提前觉醒了。有人觉醒了？这个消息一出，全场学生顿时一片哗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觉醒日进行觉醒，因为到时候会有官方配备的器材辅助，但是少数人可以自行觉醒，这绝对是天赋异禀的存在。江城一中号称江城第1高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届的学生还没有人成为觉醒者。当然了，有些人在觉醒日无法觉醒，在之后日积月累，元力值提升也能觉醒，但是这种已经属于超过最佳年龄，潜力也有限。
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规律。但是能够在觉醒日之前自行觉醒的，整个江城一中若干年历史中也没有多少人。校方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次给了非常重磅的奖励。任何人只要在觉醒日的时候成为觉醒者，校方将会奖励100万现金。100万！很多同学再次不淡定了。大部分人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一个月收入普遍在6、7千块钱而已，100万多他们来说那绝对是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无论是想去更安全的其他城市，还是想购买修炼资源，都方便了太多。一时间，许多人眼热，却也心焦。这波估计和我无缘了。欧阳涵、姚娜，你俩加油吧，谁得了，请全班吃饭。吴超呻吟着，他说出了全班其他人的心声。姚娜百无聊赖，转着笔，好像不为所动。而旁边的欧阳涵依然是坐得笔直，身上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不过，萧晨从他胸膛起伏程度来看，这小子呼吸也急促了不少。100万啊！萧晨也有些眼热，但没有想太多。自己上一次测试只有70出头的元力，别说觉醒，他现在只想着这一波测试多增长一点，之后考个像样的学府。好了，来消息了，该我们班测试。走廊里面非常喧闹，临近毕业，所有人的心思都跟着有些浮躁起来。外面操场上正一个个班级集合进行元力值测试。此刻已经乌泱泱聚集了一大帮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测试老师。老宋带着班级众人来到属于他们的位置上，其实也就是在大操场随意规划了个方阵而已。恭喜啊，袁老师，你们班有3的好苗子啊！大笑声传来，旁边的3年3班测试点，一个看着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点头哈腰摆着手，他的对面站着皮肤黝黑的教导主任。哪里，我这就小打小闹而已，这不是主任你带的好吗？虽然这么说着，但那个中年男人脸上已经有掩不住的得意之色。年级一共12个班级，平均每个班级能出2个测试在90元里以上的，就算平均水平。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班级有3个以上，他便是其中之一的班主任。哼，溜须拍马之辈。老宋带着学生走到旁边，自语了一声。那位袁老师好像听到了，转过头看见老宋，脸上的笑容范围淡淡的不屑，并没有和老宋打招呼，而是走到旁边和其他的班主任拉家常。老宋和袁杰还是不对付啊。萧晨站在同学中间，并没有言语，只是听着同学们的八卦。这坎过不去了。当年老宋本来要评市级先进教师，无论是凭资历还是当年的成绩，都非他莫属。不过老宋这人你们也知道，太清高。虽然本来该是他的，但一般都得给领导送礼，他偏不送。他觉得该是他的，他去送礼反而像怎么回事一样。这倒好，他不送，有人送，袁杰就送了，据说还挺丰厚。这不，老宋就没评上。吴超侃侃而谈，作为班级里著名的大嘴巴，同学们经常从他那里听到各种各样的八卦。没评上吧，换别人就长教训了。老宋却怒了，直接告到了市里，搞得领导很下不来台。这倒好，后来评优也就没他什么事儿了。吴超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无奈。许多人之前不知道的人听了，也都有些气愤。头发有些稀疏的老宋穿着有些老旧款式的衬衫，站在前面，被风吹得连擦眼睛。另外一边，袁杰和其他不少老师聊得火热。这一幕看得同学们都有些心疼，似乎是注意到有人在议论他。老宋转过身呵斥道：“行了，瞎嘟囔什么呢？赶紧的，一个个排好了开始测试。吴超，再说话罚你抄作文，还没毕业呢，我告诉你。”老师，不是我说话，好像是张伟说的。吴超一脸无辜，引来旁人一阵鄙视。萧晨默默看着老宋，这些事情他之前还真没听说过。闻言也有些为老宋可惜，老宋是个好人，之前自己的学杂费就是他偷偷垫付的，而且他也知道老宋其实过得并不富裕。3年2班的不要吵闹，过来准备测试了。3年级一共12个班，每个班50、60号人，此刻足有6、700人聚集在操场上。旁边的班级不时传来惊呼声，显然是有些人的成绩出乎预料。测试的机器很简单，就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将胳膊伸过去，探测个10几秒就能出结果。众多班级同步测试着，每当出一个90以上元力值的，就会被单独叫过去登记。羡慕啊！你看那一圈人。此刻距离吴超测试还有10来个人，他给萧晨指着不远处站着的10几个学生。那些人的气质明显和其他学生不太一样，各自的眼神都很自信，有种意气风发的气息。这就是特训班的苗子，咱们班的姚娜和欧阳涵肯定也能去，觉醒者亲自教学啊，梦寐以求的机会。吴超叹息着，巴拉巴拉个没完。姚娜瞪了他一眼，这点出息，特训班咋了？还不是大部分人无法觉醒，打起精神，说不定你毕业之后突飞猛进了呢。这样的例子又不是没有。姚娜是想鼓励一下吴超，不过吴超还是唉声叹气。
觉醒一世元力不够，后来突然觉醒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太少了。艾子瑶，上次元力值69，本次72。下一位。学生们神色凝重，他们班的也正式开始了。一个个学生轮流开始了测试，其实距离上一次测试也只过了1个月而已，提升幅度不会太大。但是大部分人眼里都带着期许之色。吴超，上次73，本次75。欧阳涵，上次93，本次97。测试员说完之后，抬起头看了眼，欧阳涵面无表情，似乎是对于这个结果早就有预料。在他这个成绩报出来之后，很快就有人接应。欧阳涵同学，请到那边等会统一登记。周围几个班级的人也都带着羡慕的目光望着欧阳涵。97，距离觉醒门槛一步之遥。即便是没有觉醒，凭借这个元力，也绝对足以被墙内很多优秀的学府录取了。欧阳涵似乎早已经习惯了别人这种目光，跟老宋点点头，朝着引路的方向走过去。背对众人之后，他的嘴角终于现出了一抹不经意的笑容。这家伙心里美出花了吧？还在那装淡定呢。姚娜撇撇嘴，和别人不一样，她完全不紧张，手一伸就等结果了。姚娜，上次95，本次101。测试员惊呼出声，听到他的声音，周围众人也是一片哗然。这绝对是能够排进年级前3的元力，在觉醒仪式之前就破百，觉醒的希望极大。老师，我过去了呀。姚娜也和老宋打了个招呼。进入特训班，虽然名义上还是这个班的学生，但后面的日子基本就不会和原班级一起上课了。老宋满意地点点头，欧阳涵和姚娜是他最拿得出手的2个弟子了，即使放眼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等了一会儿，终于萧晨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也有些心跳加速。虽然拿到了执法队给的原石和现金，但想带着妹妹离开贫民窟，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无法成为觉醒者，起码得考个战争学府，而元力值80以下基本不太可能。萧晨，上一次73，这一次。其实像萧晨、元力中上等这样的学生，旁边关注的人并不多，基本就是走马观花。但是测试员这一个停顿，倒是让不少人迷惑了。等会儿，你再测一次。测试员看着只有自己能看到的数字，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1个月，谁能进步这么多？萧晨虽然也疑惑，但还是照办了。怎么了？老宋也注意到这里的变化，背着手走过来，拍拍萧晨的肩膀。对这个学生，他也很喜欢，努力上进，而且有超乎这个年龄的成熟。他知道萧晨条件不好，只能捡别人用剩下的原石后，也就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多帮帮。数值没错。测试员反复确认之后，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望着萧晨。此刻，周围不少学生和老师都被这边出的状况吸引，朝着这里关注了过来。萧晨，上次测试73，本次测试元力值90。一时间，全场都陷入了骤然的安静之中。这个数值并不高，但是上一次他的数值和这一次却形成了极度剧烈的反差。73到90啊，1个月之间跨度17点元力。即使是像欧阳涵、姚娜这样的天才，1个月也才增长了6点而已。在短暂的安静过后，率先哗然的是班级里的同学。吴超狠狠地拍打着萧晨的肩膀：“卧槽，牛逼啊，牛逼！兄弟，你也藏得太深了。”吴超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刚走出去不远的姚娜，此刻也回过头，一双美眸里带着震撼。没有人比他更清楚1个月进步这么大意味着什么。宋老师，恭喜啊！你们班有3个90以上的学生，今年潜力巨大啊！测试员也笑了，他说完，却发现老宋满脸茫然，一副在风中凌乱的样子。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各个班级有多少个苗子，大家已经大概有数了。2个就是年级中上的水平，3个那就拔尖了。别看只提升了1个，但这玩意就和过去考上清华北大一样，是衡量一个班主任水平的重要指标。一时间，很多周围的老师也闻讯而来，得知消息之后，纷纷恭喜着老宋。这就90了。老宋一张微胖的脸，笑得都要开花了。你们班也3个，不错呀，宋老师，真是给我了一个大惊喜。不光是那些老师，皮肤黝黑的年级主任此刻也走了过来，恭喜着。虽然萧晨只是一个90点，卡这边进特训班的学生，但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谁能进特训班，大家都比较有数了，多一个就是多一份惊喜。嘿嘿，老宋挠挠头，憨厚的笑着，看到不远处的袁杰，胸中一阵快慰。周围的恭贺声不绝于耳，然而最吃惊的萧晨本人却有些发懵。生命晶体这么猛？萧晨知道自己肯定有挺大进步，但是之前想着能破80就谢天谢地了。毕竟像欧阳涵他们1个月时间也才长了6点，看来这生命晶体比原石强了不是一个数量级。如果把2号感染者那一块也用掉，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突破。一时间，萧晨突然意识到
自己先前对于生命晶体的重视度不够。劲爆的消息传得也更快，没过多久，萧晨1个月暴涨17点元力，成为特训班成员的消息就传开了。特训班集合点，此时已经有20多人在那里了，他们都是天才，但惊讶程度丝毫不比其他人小。因为这个增长速度，他们也做不到。任嘉玲和梁洪涛也站在那里，两人天赋不错，也是擦边进入的特训班。此刻听到消息，原本随意的神色也僵住了。萧晨90点，任嘉玲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对于自己的眼光向来自信，不会在没用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但也不会错过结交有潜力的人。但这一波，他好像错过了。而梁洪涛则是待了好一会儿，才骂骂咧咧道：“失算了，没想到精品原石这么强，早知道今天下血本，也要把他手里那些精品原石买下来了。”本来觉得萧晨之后会主动找自己做买卖，但现在梁洪涛明白自己这波是彻底算错了。梁少，怎么回事？你之前就认识这人？旁边有人好奇了。你不认识？他就是萧晨啊，也是学校的名人了。梁洪涛打趣一声，他这么说，在场其他人露出恍然的神色。毕竟萧晨辅助执法队干掉感染者的消息传的还是很广的，没想到这小子是真的有料啊！之前不是说他测试水平就一般吗？在场这些人虽然惊讶，但是也不至于太失态。毕竟90点原力值在特训班里面就是垫底的水平，而且临近觉醒日这么近，想要觉醒难如登天。确实啊，所以我才说可惜。梁洪涛感叹一声，将自己早上想和萧晨做交易的事情和众人说了出来。在场20来人，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起码原石方面是不愁用的，很多人都是他的客户。听到梁洪涛的讲述，一下子也明白过来，执法队给的精品原石比他们想的还要厉害。有人遗憾了，如果梁洪涛真的交易到了精品原石，看萧晨现在这个进步速度，他们自然也是愿意高价回购的。恭喜啊，小晨晨！众人议论的时候，姚娜却是对着他们冷哼一声，而后朝着萧晨迎了过去。听到这个称呼，萧晨嘴角一扯，奈何姚娜向来就是把自己当作大姐大看待。抬头一看，却是发现其他人突然都安静了下来，目光都在自己身上瞟，自然也明白，刚才这些人估计是在议论自己。眼下大部分人都围在了梁洪涛这个人缘不错的商贩旁边，并没有上来打招呼的意思。萧晨也不以为意，他从来不是一个合群的人。而这时却看见欧阳涵也走了过来，一张扑克脸，看不见什么表情，淡淡道：“恭喜。”说完就略显高冷的走回了原来的位置。傲娇兽，姚娜吐槽了一句。萧晨明显看到欧阳涵脚步一顿，在场大部分人是彼此认识的，此时不断寒暄，任嘉玲在其中穿针引线，给不认识的人互相介绍着，气氛显得颇为热烈。只不过萧晨、姚娜等少数几个站在里面，就显得稍微有些形单影只了。远处江城一中的校长李建业和另外一个眼角带着疤痕的精壮男人站在一起，打量着这一批学生。旭东，这一批学生怎么样？现如今虽然也考文化课，看名校考生数量，但真正衡量成绩的是觉醒者和高原力者。李建业胖胖的脸上带着一抹忧色。和去年差不多，原力值破90的有26人。那个有着疤痕的汉子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虽然旁边是校长，但丝毫没有感觉他有什么拘束感。26人，如果按照往年还算不错，但是放在今年，我恐怕要挨批了。李建业苦笑一声，今年二中来势汹汹啊，我听说他们破90的人也有19人，再加上一个提前觉醒的人，我们江城第一高中的名号怕是要易主了。林旭东微微颔首，点头道：“提前觉醒，的确厉害。他自己也是一名真正的觉醒者，自然知道，在觉醒仪式之前就能够自行觉醒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妖孽。咱们这一批，你看有没有人有希望觉醒？”李建业带着期待的目光。林旭东再次将目光投注到那边，在看见任嘉玲、梁洪涛等人长袖善舞的姿态之后，略带不喜的摇摇头。这帮人过于坐井观天了，觉得在江城一中脱颖而出就是天之骄子，还不是觉醒者呢，就想着搞人脉交朋友，纯属浪费时间。不过有几个人还不错，比如柳战。柳战，江城一中多次考核的第1名，如今原力值已经109，是最有希望在10几天后觉醒日成功的人。我听说今天有意外之喜。林旭东点点头。宋文龙班上的名叫萧晨，原力90。萧晨，李建业当然知道这个名字，只是此刻听闻之后，先是有些错愕，而后目光复杂。也就是说，他在用了原石之后，短时间内突破到这个地步。林旭东点头。李建业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叹息一声：“可惜，太可惜了。”林旭东知道他在可惜什么。萧晨的名号，学校自然也在帮忙宣传，不过更多的是对于名誉的建设。
因为萧晨的情况他们也查询过，原力很一般，而现在他突破到这个地步，说明这孩子潜力非常高。之前纯粹就是因为贫穷没有资源修炼而已。是很可惜，他也18岁了，练得太晚，哪怕资源足够，起步也比别人慢。即使觉醒，也是很久后的事情了。林旭东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像萧晨这样突飞猛进的情况，自身潜力之前被压缩也是重大原因。现在成长很快，不代表能一直这么快，现在只是弥补了之前的亏空而已。这一点是校方做的不到位，我应该反思。李建业叹息一声，林旭东没有插话，他只是临时被聘用过来教导好苗子的人，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不想评论什么。而李建业则是若有所思地看了远处操场上的老宋一眼。关于提高贫困生的补助源时，他提过好几次，只不过宋文龙之前闹得罪了教育局的某些领导，李建业也就没太放心上。不过据他所知，这个爱得罪人的宋老师私下里赞助过不少学生。这一波毕业生送走之后，就再给宋老师提一次评优吧。二中的迎头而上给了李建业危机感，在这种时候再去为了搞关系而凉了人才的心，那才是最大的损失。行，那这些学生就交给你了。测试完毕，刚好到了放学的时间，夕阳西下，萧晨的心情莫名的好。觉醒者，校方奖励100万，而自己距离门槛就差10点原力值。他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个好消息赶快和穆小婉分享一下。多少次兄妹两人路过城内自家老宅的时候，都会站在门口张望。那年久失修、墙皮脱落的独栋宅院，承载着他们一切童年美好的回忆。从前完全没有想过可能把它买回来，但现在似乎有那么一丝希望了。此时此刻，贫民窟里2个穿着深灰色警官制服的人，踏着硬头大皮鞋，将泥地踩出一个个清晰的轮廓。贫民窟的人见到这种执法者，第一反应就是畏惧，很多人都不敢直视2人的目光。但2人似乎完全不在意周围这些人，一步步走到了那座低矮破旧的小屋门口。到了，这就是那个少年的家。2人径直将门推开，走了进去。萧晨买了半壶烧酒，1斤猪肉，心情很是不错。不过这时他才注意到周围邻居望向自己怪异的目光。难道这帮人也知道我原力测试的事情了？萧晨这就纯属自娱自乐了。推开门，熟悉的沙发位置上却坐着2个不熟悉的人。他们穿着警服，旁边是有些坐立不安、低头不语的穆小婉，桌上还摆着2杯热茶。你就是萧晨吧？可把你给等回来了。其中一个看着40多岁、体态微胖的地中海男人笑着走过来，轻拍萧晨的肩膀，另一只手非常自然地将房门关上了。光线随之变暗。我叫马相国，是江城洛丰区派出所的副所长，别紧张，今天来就是简单问你一点小问题。派出所？萧晨点点头，坐到穆小婉身边，兄妹俩眼神交汇，萧晨心下稍安。妹妹的眼里并没有多少焦急，这就没事。这是你妹妹吧？真可爱，不过不太爱说话。今天来就是简单了解一下，前些日子你见义勇为的时候，似乎还顺手容了几具尸体，有这事儿吧？萧晨心中一动，怕什么来什么。他本来以为这件事执法队那一关都过去了，应该就没有人会追查后续，没想到还是来了。不过也是，当初执法队面临生死危局，刚刚脱困，再加上自己是救命恩人，他们忽视掉也是正常的。不过虽然派出所的人来也是合情理，但萧晨觉得这2个人眼神很古怪，并不是想单纯问询。好在的是，萧晨早已经在脑海里预演过这一幕，当下稍作停顿道：是有这么回事，出什么问题了吗？马相国笑脸不变，不经意道：我其实很好奇啊，按理来说你刚刚和感染者战斗应该很害怕吧，为什么会想到去溶尸呢？萧晨注意到在马相国问话的时候，另外那个貌似他下属的男人眸子一直在自己和穆小婉脸上来回闪烁。虽然他一言不发，但那个鹰钩鼻的男人给萧晨的压迫感竟然远超这个副所长。因为学校里宣传过，普通人被感染者抓伤咬伤都有可能成为丧尸，我怕他们也尸变。这就是当初对刘振海说过的理由。萧晨很清楚，执法队和警察虽然是2个系统，但涉及到4条人命，信息肯定是共享的，所以他也没必要说谎。很谨慎啊，肖同学，值得表扬，说明咱们现在学校教育越来越实用了。马相国伸手想去喝茶水，但是看到那破旧缺口的茶杯，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改为手指击打茶几，咚咚咚，好像心脏跳动的声音。他不说话，另外那个鹰钩鼻也不发声，萧晨和穆小婉自然也不动声色，房间里一时间十分安静。马相国是有些意外的，倒不是萧晨的说辞，这些说辞他早就听过了，是执法队同步过来的，而且执法队也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真正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萧晨的态度对于一个高中学生来说有些过于平静了。本来像贫民窟里面死人又没有人家来报警的情况，
他是想直接按照感染者袭击来算的。只不过今天有人找来了，来头还不小，他不得不来。他又知道萧晨是最近媒体推出来的平民榜样，一些手段也不方便用。马相国一时间犯了难。就在这时，旁边那个鹰钩鼻的男人眯着眼睛道：“常理来讲，你刚刚干掉了一只感染者，如果是因为害怕，那你首先要做的，难道不应该是先去叫醒执法队的人吗？有他们在，即使有什么尸变，也用不着你动手了。况且刘振海当时受了重伤，你第一时间不想着救他，反而想着去融尸。小子，我劝你老实一点，知道什么就说出来。”鹰钩鼻男人眼里泛着冷漠的幽光，那眼神宛如毒蛇一样盯在萧晨的脸上。一时间，萧晨的眉毛不由自主的稍稍跳动，心跳也微微加速。这个男人问到的正是他最难回答的问题。刘振海他们当初是死里逃生的心情，醒了之后狂喜之下没有考虑这么多。然而从外人的视角看，其实萧晨的说辞还是有漏洞的。所幸的是，萧晨有所准备，他皱起眉头道：“这位警官，请你注意一点态度，我只是配合你们调查，不是犯人。另外，你也说了，那是按常理来讲。按常理来讲，我一个高中生根本不需要对付感染者呢。在那种情况下，我先想着保命，有什么问题吗？”眼看着萧晨分毫不让，那个鹰钩鼻男人眯起眼睛，一股巨大的杀意腾起。被他那双眼睛一瞪，萧晨感觉自己的汗毛完全不受控制的炸了一下。好危险的家伙！其实他刚进来，萧晨就发现了，马相国虽然看似主导，实际上坐在那里的人才是主角。这股气势，难道他是觉醒者？萧晨一时间心里微沉，自己到底干掉的是什么人？如果只是4个贫民窟的混混，不至于带这样的人来吧？张璇，注意一下！马相国咳嗽了一声，张璇坐了回去，身上那股已而不发的气势也散去。萧同学啊，你有所不知，其实我们是在保护你啊。你见义勇为，当然值得表扬。但那4个人里面有一位身份不简单，郑天豪，你知道吗？看到萧晨眼里的茫然之色，马相国摇摇头，神秘兮兮道：“郑天豪是江城知名企业家，经营了不少武馆娱乐生意，而死的那4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他表弟。那天他派表弟来收账，转头就收到噩耗。郑老板做事比较简单，可能不像我们这样好说话，所以如果你知道些什么，就透露给我们，不然的话，我怕郑老板会亲自找你啊。”萧晨第一时间就是觉得有些荒谬。武馆、娱乐场所，那是一般人能做的吗？绝对得是黑白通吃、手眼通天的存在。怪不得能让一个副所长直接来盘问自己。那刀疤脸活脱脱就是一地痞混混，能牵扯到这样的关系，也是自己倒了大霉了。看着马相国关切的目光，萧晨心里暗骂了一声，真是没个好东西。企业家、娱乐场所，收账肯定就是暴力催收。如果自己真的说出实情，那才是真的完蛋了。他找我也没用啊，我真是什么都不知道。萧晨两手一摊，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闻言，那个坐在马相国旁边的男子眼中再次闪过一抹凶悍。马相国也皱起眉头，收起之前的笑容，一边瞧着桌子，一边慢条斯理道：“想好了，真不配合。你是江城一中的本届毕业生吧？信不信我打个电话就能让你没法顺利毕业？”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如果是之前的萧晨，可能还真的被他吓住了。不过今天测试之后，情况可不太一样了。我不信。马相国见萧晨真的满脸无所谓，觉得有些好笑。这个穷小子真以为自己没那个分量。毕业班600来人，特训班总共就20多学生，刚好我是其中之一。特训班？马相国微微愣神。江城并不大，也就100来万人，一中的情况他是知晓的。尤其是萧晨口中这个特训班，他更是清楚。很多从江城走出的觉醒者，都是从这个特训班训练过的。如果萧晨真的入选了，那他的面子还真不够分量。我刚才就开个玩笑，哈哈，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马相国倒也是进退自如，丝毫不脸红。既然如此，那我不打扰，我们走了哈。马相国挥手招呼了一下身侧的张璇，后者默默起身。正当萧晨以为他们要走了的瞬间，异变突生。张璇一双冰冷的眼眸刚好和萧晨对视在了一起。一瞬间，萧晨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身体好像都麻了一样，失去了控制。从外人的视角看来，萧晨的瞳孔已然涣散无神，宛如行尸走肉。你从那4个人身上拿走了什么？张璇的声音平淡，却仿佛有奇异的魔力，让萧晨心底疯狂地想要说出真正的答案。觉醒者，这个鹰钩鼻居然是觉醒者，而且是罕见的精神系觉醒者。他们一句走了，让萧晨的警戒心降到最低，然后张璇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觉醒技。我什么都没拿。萧晨的口中木然地吐出这么几个字。马相国松了口气，
而张璇似乎也稍微放松，而后他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他们到底是怎么死？住手！他的第二个问题还没有出口，就看见穆小婉好像疯了一样扑了过来，那速度快到马相国都没来得及阻止。你们到底还要怎么样才相信？派出所是这么办案的吗？萧晨看着抱住自己，满脸敌意瞪着两人的穆小婉，终于恢复了清醒，也第一时间发出了厉喝。没有问完自己的问题，张璇显得很不甘心，但是毕竟已经得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放下了大半的心。哼！张璇完全无视萧晨和穆小婉冷冷的目光，径直推开房门离开了。马相国心里暗骂一声，这帮人办事是真的无所顾忌，如果今天闹出了事，他还真不好交代。萧同学，感谢你的配合，我只是例行办案，希望理解。哈哈，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打了个哈哈，紧跟着张璇离开了。小婉，我没事。摸着妹妹的头发，萧晨自己也一身冷汗。刚才如果不是穆小婉及时阻止的话，自己恐怕是控制不住，说出答案了。觉醒者的手段真的是防不胜防。哥，我们安全了吗？看着穆小婉眼里的忧色，萧晨露出一抹笑容，拍拍她可爱的小脑袋道：没事了。没事，那就怪了。萧晨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那个所谓的郑天豪，查个事情居然能派觉醒者当手下，还是罕见的精神系觉醒者。这种人都是极度多疑的主，更何况萧晨清晰地看见张璇离开的时候，眼里带着那种漠然的杀意。如果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贫民窟学生，恐怕今天不知道会背上什么手段。幸亏他说出了自己特训班学员身份，才让这俩人有了点顾忌。如果觉醒日能够觉醒，哪还需要这么狼狈？不过这个东西急不来，萧晨冷静下来之后，想到了他刚才的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根本不是自己是否杀人，而是拿了什么东西。这件事证明，这几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比他们的死活更重要。这个郑天豪什么来头？萧晨思忖了一会儿，给吴超打了个电话。这家伙不但是校园的八卦王，对社会上的事情懂得也多。喂，萧晨啊，不，陈哥，以后你得罩着我啊，我也有特训班的大哥了。少整这些没用的，跟你打听个人，郑天豪知道吗？吴超明显愣了，问这人干嘛？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你得罪他了？赶紧提桶跑路吧，就。你是真心想挨打呀？听到萧晨的不善语气，吴超赶紧正色道：别，其实我知道的也都是传闻啊。这个人呢，本是10大杰出企业家，城市的环卫都是他家公司承包的。除了这个之外，他还经营一些夜总会、赌场、黑市拳台什么的。看他说的像模像样，萧晨皱眉道：这事儿都能让你知道？吴超似乎觉得被质疑，有些侮辱他八卦王的美名，急道：这根本就不是秘密好吧？人家郑老板也懒得掩饰，他的地下拳坛吸引周边很多城市的大佬来看，每年给江城创造的税收以亿计算，谁会抓他呢？这真不是一般人物了。除此之外，我还听过一个秘闻。吴超神秘兮兮道：传闻中他有一座水牢，专门关押欠债的人，进去的人生不如死，那里经常传出嘶吼和惨叫，因此没人敢欠他的钱。估计是觉得太离谱了。吴超补充道：这是哥们儿，我从网上一个私人兴趣论坛里听的，你全当故事吧。咋了？毕业想在郑老板那里谋个生计？这是吴超想到的唯一可能。挂断电话，萧晨的心里微沉。庆幸的是自己中了觉醒剂，说了第一句实话，打消了张璇的戒备。不幸的是，这家伙来头也太他妈大了。他们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萧晨开始搜索家里，从地面到沙发缝，每个都没错过。喂，老板，问完了，那个学生不知道情况。我用了记忆盘问。好，明白。贫民窟外，张璇和马相国站在路边，对着电话那边的郑天豪汇报了情况。马相国松了口气，笑呵呵道：既然这样，那以后就跟这个学生没什么关系了，对吧？张璇面色漠然，眯起眼睛望向灯光稀疏的贫民窟，良久道：让这个人消失有难度吗？马相国的笑容僵硬在脸上，有些难以理解地望着张璇。不是已经确认他没拿吗？张璇没有解释的意思，只是平静道：确保万无一失。马相国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虽然他拿了郑天豪的钱就得办事，但对方在他面前就这么谈论杀人，真是完全没在意他的看法。那也不能是现在，他刚刚上了报，又入选了一中特训班，太敏感了。张璇思忖片刻，刚刚他让手下查询了萧晨的消息，特训班的事情是真的，不过原力只有90点，这个数值只能说是特训班的门槛。想要在觉醒日觉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无法成为觉醒者。等他毕了业，江城一中这边对他基本不会太过于关注。他点点头，接受了这个提议。事成之后，马相国还没说完，张璇就轻声道：郑老板会跟你谈。马相国心满意足，点头微笑。
而后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低声道：“郑老板到底在找什么东西？不会落到执法队手里吧？”马相国很了解郑天豪，那是一位真正的大佬，手底下多少黑白混杂的产业，和各方面关系打点也非常到位。也正是因此，哪怕民间关于这位大佬的传闻许多，他也一笑置之。能让他这么迫切去寻找的东西，怕是不简单。不该问的别问。张璇仍然是面无表情，说完，好像再次确认了一下萧晨的家庭住址一般，朝着贫民窟里望了一眼，而后转身离开了。真他妈拽啊！马相国低骂了一句。萧晨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其实，如果这东西在家的话，凭穆小婉的爱干净程度，每天扫地清洁早就搜出来了。不行。虽然张璇和马相国看似已经问完离开，但通过吴超的介绍，还有张璇的态度，让萧晨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小婉，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先离开一阵子。虽然搬走会显得心虚，但贫民窟这个地方被人干掉太简单了。如果在城内生活，到处是摄像头，哪怕是睡桥洞，也比这里安全一些。哥，我们有危险了吗？穆小婉还穿着自己给她买的新裙子，显得格外可爱，只是小脸上带着楚楚可怜的神情。萧晨心中一软，强颜欢笑道：“只是去学校方便些，过了这阵子，等我上了战争学府就好了。”是啊，战争学府，如果他能被4大顶级战争学府录取，这一重身份也够当免死金牌了。穆小婉闻言轻轻点头，去收拾行李，而萧晨决定再找一下。尸体已经融掉了，如果那个东西没在身上，就是在穆小婉送往垃圾山的沿途。趁着夜色，萧晨出门再次寻找了一番，只可惜并没有什么发现。回到家里，穆小婉已经打包好了2个行李箱，还有几个小包裹。她拉着硕大的行李箱，身上挂着行囊，像极了即将流浪的可怜小孩。哥，收拾好了。穆小婉露出暖暖的笑，柔软冰凉的小手牵住了萧晨。看着他这副扮相，萧晨心里有些难受。这么些年了，妹妹和他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哭闹抱怨过。在这种时候，反而是他先安抚了自己的情绪。刚准备离开家门，萧晨突然望向了沙发的角落，那里堆着一团麻布床单，而他刚好是那天用来裹尸的，因为不舍得丢，想着以后洗洗再用，就堆在那里。萧晨停住脚步，将它展开抖了抖，啪！一个黑色的卡片掉落在地上。兄妹俩看着萧晨手机屏幕上的字，陷入沉思。卡片里面是一张很小的内存卡，一般的手机还真的无法读取。好在萧晨用是那种老式手机，刚好可以查看。内存卡里面只有一个表格，上面记录着人名以及本人概况。陶家宇，69岁男，一级觉醒初期，右腿粉碎骨折，现居地江源区善洞家园3号楼205。杜启山，72岁男。表格上罗列着10几个姓名，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大龄觉醒者，而且要么残疾，要么重病。除此之外，最后都有备注，写着已拒绝或者已接受。这是什么意思呢？萧晨迅速将这个表格复制到自己的手机里，备份好，而后陷入沉思。大龄、残疾或重病、觉醒者，虽然信息都很有特点，但萧晨还真的猜不透他们代表着什么。这2个名字似乎有点眼熟。萧晨扫到其中2个名字，刘玉斌、匡云峰。他感觉自己在哪里看到过这2个名字，但肯定只是不经意的扫到，已经提不起印象了。该怎么处理？萧晨第一时间打消了送东西去警局的念头。连马相国这样的副所长都来了，自己送去可能是羊入虎口。那么还有谁值得信任？萧晨正在犹豫的时候，电话突然响起，轻轻的铃声在幽暗的夜里显得有些刺耳。喂，萧晨是吧？我刘振海。今天是不是有个叫郑天豪的派人找你了？刘振海，执法队长。萧晨对他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他跟感染者悍不畏死的拼命，那画面历历在目，而且他还给自己拿了不少钱和原石。另一方面，萧晨也知道这个男人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大大咧咧，其实是一个心思很缜密的人。由于穆小婉的特殊身份，萧晨其实并不是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但现在似乎没得选了。当下，萧晨将今天发生的事情简单和刘振海说了一遍。电话那一边传来一声低骂：“奶奶的，老子就知道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居然用觉醒剂对付孩子。”骂完之后，刘振海道：“萧晨，你也别害怕，我会让人保护你们的。”萧晨犹豫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该不该和刘振海说出实情。如果刘振海也是郑天豪的人，他玩了一手峰回路转，自己可就凉了。并不是萧晨乱猜，这么多年在贫民窟里摸爬滚打，如果没这么多心思，他早就死在一些烂人手里了。他们到底在找什么东西？萧晨还是决定先不说。既然你卷进来了，我也和你说清楚。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东西，但如果你有发现或者听说周围谁捡到了可疑物品，可得和叔说一声。
我怀疑这个郑天豪和那天的2个感染者有关系。感染者？萧晨瞳孔微缩，他有过猜测，这个名单可能记录着那些欠债的人，牵扯到郑天豪暴力催收的证据。但感染者，如果是真的，那郑天豪可太不要命了。这是目前整个官方绝对的禁忌，谁碰谁死。对，我们一直在查那2个感染者的来源，最后锁定了一个嫌疑点：郑天豪开的地下赌场。那天有人看到2个疯子从他的赌场冲了出来，还打伤了一些人。疯子？感染者是从觉醒者急于求成突变而来，在他们完全感染之前就会表现出疯子的状态。这2个疯子最后也不知所踪了，身份也成疑。不然的话，和那2个感染者姓名比对一下，我们就能锁定郑天豪的嫌疑。在这一刻，萧晨脑子嗡的一下，很多线索突然串联起来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刚才自己看到那2个名字会很熟悉。刘玉斌、匡云峰，这正是之前那2个感染者的名字。在对他们的基因进行鉴定之后，官方就进行过通报，但萧晨只是扫了一眼，所以没印象了。这2个感染者的名字出现在了郑天豪表弟的内存卡里，而且他俩的备注是已接受。接受什么？感染吗？萧晨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郑天豪玩的可太大了。这个内存卡涉及的信息已经不是影响他的产业，而是让他丢命的证据。如果说之前萧晨还有点侥幸心理，觉得郑天豪未必会记得自己这1号无关人等，但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完全没了这种心思。喂，萧晨，咋没声了？我吓着你了。刘振海问完，萧晨思索了一下，故意问道：这也太可怕了，如果是真的，为什么现在还不抓他？刘振海无奈了，他知道萧晨很聪明很勇敢，但毕竟年纪小，这里面的条条道道岂是这么简单的？小伙子，办案是要讲证据的，我空口白牙就去提审江城大企业家，我又不是江城执法局的一把手。刘振海话语里满满的吐槽。行了，既然你什么都没看见，那这件事就和你没关系，我说的东西你就当没听到，好好备考吧。刘振海的话很亲近，萧晨却在忖度着。他知道刘振海猜测的方向是对的，自己手里的东西很可能成为关键证据，即使自己不交出去，恐怕郑天豪的人也不会放过这一星点的可能性。他拿着手机扫着上面的名单，突然之间扫到了一个地址：张宁汉，72岁，住址墙外贫民窟 C 区2号街区37栋。拒绝。萧晨眉头一紧，这个地方距离他很近，前面选择接受的2个人变成了感染者，那么选择拒绝的人呢？他是死是活？如果活着，是不是就能弄清楚这个拒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萧晨明白，名单上这些人才是突破口。如果自己能够弄清楚，那么匿名把信息发到网上，用不着刘振海、郑天豪也得完蛋。只是有一点让他很是头疼，这帮人全是觉醒者，虽然一个个最小的都50岁以上，但那样萧晨也不敢冒险。斟酌再三，刘振海的声音却已经传了出来：没啥事，我挂了呀。你也别想太多，你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觉醒日考试。等等，其实他们想要东西在我手里。电话那边，刘振海轻松的笑容戛然而止。你亲自来拿吧。萧晨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旁边穆小婉眼巴巴的看着萧晨，有些手足无措。虽然萧晨没有说什么，但敏锐的他察觉到了哥哥情绪不大对。在过去的几年里，往往只有在重大危机的时候，他才会这副表情。小婉，给你一个任务。萧晨在他耳边轻轻说着。穆小婉听完萧晨的计划，虽然脸上百般的不乐意，但最终还是面带忧色的接受了哥哥的安排。执法局内，刘振海10分钟时间就把几个关键手下召集了过来。刘哥，这都几点了，还开会啊？兄弟，我正嗨呢。几个队员本来神色轻松，随意凑过来，但看见刘振海认真凝重的脸色之后，都绷直了身体。刘振海扫视一圈，目光有些锐利。近半年来，江城出现了6次感染者伤人情况，远超一座100万人口城市的频次。大家跟我也调查了很久，奇怪的是，这些感染者好像都是突然异化。大家知道，往往是年轻的觉醒者急于求成，或者是瓶颈期觉醒者非常想再进一步，才会异化感染。这部分人都在咱们档案里定期会监督嘱咐，反而没出什么乱子。但江城这几次全都是那种暮年初级觉醒者，我一直怀疑有人在搞鬼。队员们面面相觑。异化感染几乎是目前除了荒野异兽威胁之外，人类最大的公敌，谁敢在这件事情上乱搞？我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他就是江城名流郑天豪。现在你们6个2两一组，给我监视郑天豪的赌场、黑拳场子和娱乐城，有消息立刻报给我。刘振海目光扫过所有人，他没有叫全队过来，因为他明白，如果真的是这个郑天豪在搞事的话，知道的人越多，越容易暴露。红袖，我有事，
你负责调度。刘振海很快就赶到了城外贫民窟 C 区，此刻已经是晚上10点多，狭窄幽暗的巷子间已经没多少人了。在这种地方，到了深夜，经常会有各种罪犯出没，平常人家早早就关好了灯。不远处，一个穿着黑色上衣的青年早已经靠在那里等待。东西呢？刘振海似乎颇为急切，萧晨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小小的内存卡，递了过去，而后不动声色地轻轻退了一步。这不起眼的细节自然没有被刘振海察觉。他拿到内存卡之后，也没有和萧晨聊什么，先是打量了一下，而后直接拿出一款液晶屏幕的电子仪器插了进去。看到刘振海完全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萧晨轻轻松了口气。而此时，刘振海也的确没有搭理萧晨的想法，他只想赶紧看看这里面有啥。只不过插进去之后，却发现仪器屏幕空空如也。其实不是这张卡，这是我的卡。萧晨也并不尴尬，伸手做事要回内存卡。事情并没有朝着他想的最坏局面发展。刘振海并不是郑天豪的人，否则恐怕现在他已经对自己动手了。而为了防备这一点，萧晨也做了第二手准备。打什么哑谜呢？刘振海摸着下巴上粗糙的胡茬，满脸迷糊地望着萧晨。萧晨也没有解释，吹了个口哨。在寂静的夜里，这声口哨显得颇为嘹亮。半分钟后，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小姑娘从街角的巷子里怯生生地走出来，将一个黑色内存卡递给了萧晨。喏，是这一张。看到萧晨重新递过来的卡，刘振海有些哭笑不得，掐着腰摇头，骂骂咧咧：“你在这儿玩啥弯弯绕呢？跟我还……”说到一半，他停住了，因为他想到萧晨的用意。这小子年纪不大，戒备心是真强。这么想来，在自己打电话之前，他就已经感受到来自郑天豪的威胁了。如果自己也是郑天豪的人，那拿到东西绝对会杀人灭口。而萧晨做的第二手准备就是提前让穆小婉把内存卡拿走。一旦自己报起发难，他就可以以此为凭借，争取一线生机。刘振海望着身前沉默着的两兄妹，之前被怀疑的轻微不爽顿时烟消云散。在约自己之前，这小子原来已经做好了拼命的心理准备。看着一言不发躲在萧晨身后的可爱小姑娘，刘振海心头一软。他查过萧晨和穆小婉两个孤儿，相依为命，档案是3年前才注册的，在此之前没有拿到过任何官方救济金，就连这套贫民窟的小屋也是前年才买下来的。在同龄孩子生活在父母羽翼下健康成长的时候，这两人不知道是吃了多少苦才活下来的。放心吧，我不会让人伤害到你们的。刘振海呲着被烟熏黄的牙齿，对穆小婉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而后他把内存卡放到仪器里，那个表格呈现在眼前。只是扫过一眼，刘振海就眯起了眼睛，凝重了起来。他负责调查这个案子，对于之前那2个感染者的姓名记得很清楚，一眼就发现了他们。这2个选择已接受的就是之前 C 区的感染者，对吧？让刘振海比较意外的是，萧晨也发现了，他点头承认。凭这个够定罪吗？刘振海思索片刻，缓缓道：“证据链要完整，凭这个能断定他的手下和这2个感染者有关系，但定罪不太可能。”刘振海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你也别怕，大夏对于感染者的态度处之必严，这点线索也足够我抓他审问了，到时候有的是办法让他招供。倒不是严刑逼供，觉醒者时代想让人说真话，尤其是郑天豪这种非觉醒者，还是不难的。只不过也没有他说的这么轻松。刘振海只是想让萧晨2人放下心。这份证据很明确地指出了郑天豪和感染者之间的联系，但也只能说有间接关联，而且中间人已经死亡。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刘振海要做的是率先调查名单上其他人的情况。只要这份名单上有仍然活着的人，就能够弄清楚这个所谓的已接受和已拒绝的真正含义。当然，最坏的结果就是名单上的人全消失了。事实上，刘振海看到这份名单之后，心里对于郑天豪的危险程度评估就再度上升了。整个名单里全是觉醒者，虽然都是最初阶的老年觉醒者，而且大部分有伤残，但如果把这批人都弄死，也是滔天大罪。可如果郑天豪真的是导致感染者出现的元凶，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干掉这批人。红袖，我发一个名单给你，你立刻带人去找这上面的人，然后保护起来，然后叫其他同事调取这个名单上的人具体情况，看看他们和郑天豪有什么联系。刘振海拿出手机安排上，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肯定是比郑天豪慢的。有个人就在附近。这时他也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人，住址赫然就写着贫民窟 C 区。一个觉醒者住贫民窟倒是很少见，不过眼下值得信任的人手不够，他刚好自己过去。你们俩？刘振海看着萧晨和穆小婉，有些头痛。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的有点满了。
此时此刻，他开始再次有些佩服萧晨，这小子对于危险的直觉很敏锐。跟着你，说不定还可以帮到你。刘振海乐了，看来这小伙子是上次事情之后有自信了。虽然他很欣赏萧晨，但目前来看萧晨还是嫩了点。帮助倒是不用，事情办完之前，他倒是不介意先保护一下这兄妹俩。很快，三人就来到了档案上标记好的地址。眼前的建筑和贫民窟的风格完全不同，精致的2层小楼下面还有一座小院，只不过此刻里面黑洞洞的，完全没有人影。我们怕是来晚了。刘振海打量了一下就知道，这个小院不久前还住着人，门上没有蛛网，也没有灰，院子里的植物一看就知道有人经常打理。他走了进去，而萧晨则是抬起头朝着周围望去。小院已经是贫民窟的边角位，旁边树林隐隐绰绰，如果不考虑荒野里随时会出现的异兽威胁，风景还是不错的。而此刻萧晨也有了新的发现，在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只是这光芒不是绿色，而是红色的。看到刘振海进了屋，萧晨立刻轻手轻脚走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不只有一团红色的光，旁边还有瓜子大小的绿色光团。萧晨将2个光团捡起来，顿时他们化作了红绿2个晶体，他没有着急去吸收，而是观察起旁边的环境。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土壤也很坚实，没有怪味，说明人死了之后没有被埋在这里。然而这时地面上淡淡的黑红印记吸引了萧晨的注意。这是……萧晨脑中灵光一闪，他想起来之前刘振海他们融化感染者之后，那特殊的溶液也在地面留下了类似的印记。当时他觉得很新奇，就在心里留意过。这个印记太小，又没有特殊的气味，如果不是自己的这份觉醒剂，恐怕这个毁尸灭迹没人能发现，恐怕人已经死了。此刻刘振海已经从房子里走出来，吐了口唾沫，在那里沉默着抽烟。他妈的！刘振海确实很郁闷。房子的主人离开时间并不久，也就2至3天的样子，不过这说明人家已经提前行动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来自楚红秀的电话。队长，查过了，你说这些人全都失踪了。多久的事情？有些人几个月前就失踪了，也有的是这几天才失踪的。楚红秀把那些人的名字和情况都汇报了上来。刘振海拿着手机和名单上一一比对，选择接受的基本上失踪时间比较久，选择拒绝的都是这段日子失踪的。找不到人，刘振海已经想不到第2种可能，他们必然是被郑天豪灭口了。整个江城有这种能量的人并不多，恰巧郑天豪就是其中之一。行，我知道了。刘振海狠狠掐灭手里的烟头，心里有些郁闷。如果是普通人，他直接抓了再审，都不会有人说什么。但现在明知道事情和郑天豪关系千丝万缕，但他偏偏没法抓人，这感觉太糟糕了。我这边有发现。这时刘振海看见萧晨在招手。咋了？刘振海还在想着是否有其他突破口呢。萧晨指了指地面的黑红色印记，刘振海看了一眼，本来没太在意，然而蹲下仔细看了看之后，粗糙的脸上突然涌现出惊疑之色。这是化尸水的痕迹。我看你进去了，就在外面看看，发现的这个，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人已经被杀了？太有可能了啊！刘振海真的觉得喜从天降。有渠道弄到化尸水的人并不多，贫民窟死的人基本都被丢垃圾山了，只有这种要让他彻底消失的人才会用上化尸水。这2层小楼虽然位于贫民窟，但绝对算是贫民窟里的豪宅，离聚居区域还有一段距离，户主被杀死，化尸的可能性极大。你小子毕业了，如果没有学校要你，就来我们执法局，以后有你还要什么巡务犬啊？萧晨听完一脸黑线，歪过头不想和他说话。刘振海则是哈哈大笑，没有理会郁闷的萧晨，将沾染着化尸水的土壤整个用小铲挖掘出来，放入透明袋子中。那土壤里也渗着黑红色，宛如干涸的血。郑天豪的人做事不够干净啊，不过也谢谢他们了。此刻刘振海很庆幸自己把萧晨带上了，虽然他带着人手在周边寻找，最终也可能找到，但别忘了名单上还有很多人。其他住在城区的人哪怕被杀，尸体可就不能像荒野城郊这么处理了，他们焦头烂额之下很可能错过这为数不多的线索。有这份证据够了吗？萧晨此时心已经放下不少，而且他有点好奇自己得到的红色晶体到底是干嘛的。不够。刘振海摇摇头，有些戏谑地看着萧晨，发现萧晨神色没变，悻悻道：小子太聪明，不是好事儿。好吧，虽然不够，但我可以抓他了。关他48小时，他招不招就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了。看到刘振海狰狞的表情，萧晨一阵恶寒，有些为郑天豪感到同情。他确实没太担心，毕竟刘振海不是普通警察，而是大夏官方执法局的城市队长，看他刚才那么高兴就知道这家伙在吓唬自己呢。喂，红秀，我这边找到证据了，
直接上门抓人。什么？别轻举妄动。没事儿，你先给我抓了这孙子。刘振海回去就可以鉴定这份血图里的 DNA， 只要确定是名单上失踪那位，就可以锁定郑天豪更多的嫌疑。接受的变感染者了，拒绝的死的死，失踪的失踪。你是不是得好好交代一下，到底你提了什么条件？不说，警察的话可能真没办法逼他什么，但刘振海可以。执法局也有自己的手段可以上。至于郑天豪在本地的人脉关系，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抱歉，他老刘刚来江城任职1年，没认识几个人，谁的面子也不卖。得知郑天豪已经被抓后，萧晨松了口气，回到家里。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已经和他没有太大关系了。他现在最大的兴趣反而在那块红色晶体上。绿色晶体可以直接提升原力，不知道这红色的呢？之前萧晨还担心自己吸得太快，不够低调，但自从郑天豪的人找上门来之后，他才意识到实力才是根本。不管了，吸吧。萧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道红色光芒转瞬进入他的身体，下一刻他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了起来。他明明睁着眼睛，但仿佛能看见体内的经络。丹田，一棵参天巨树骤然浮现在他丹田深处。那巨树高不见顶，宛如插入黑色云层，但整体呈干枯姿态，只有最底部的根系散发出淡淡的生机。此时，一个白色的光球好像新生的枝丫一样，轻轻从巨树底部的树干上冒了出来，挂在巨树的树干上。这是什么东西？萧晨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觉醒者体内有这玩意的。下一秒，他就被迫退出了这种玄妙的状态，但脑海中升腾起一种明悟。那个白色光球似乎代表着一种觉醒剂。萧晨默默对自己使用了出来，下一秒，奇妙的感受传递出来。折腾了一天，好不容易解除隐患，萧晨其实是很疲惫的，但在这股能量的滋润下，整个身体传来酥酥麻麻的感觉，好像被热水浸泡着一样，清除了所有疲惫。萧晨忍不住呻吟了一下，幸亏这不是在学校，否则定然会有人想歪。这真是觉醒界。体力恢复了大半，但能感受到体内的元力值有所减少，萧晨万分确信自己刚才施展的是一种觉醒技。待了半天，萧晨强忍着自己不笑出声，但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这个有点逆天啊！他本来以为自己只能够从尸体上提炼元力晶体，这其实已经够变态了，但是他居然能够提炼死者的觉醒技。要知道，觉醒者的种类是千奇百怪的，虽然大体分为战斗类和生活类、辅助类，但每个人能够领悟的觉醒技也略有不同。大部分觉醒者只能领悟和自身觉醒属性相匹配的觉醒技，比如说刘振海，他使用过躯体硬化技能，那么他觉醒的大概率就是提高身体素质，尤其是防御力这方面的属性。刚才萧晨使用的觉醒技属于辅助类里面比较常见的回气，可以消耗元力，恢复大量的体力。萧晨不由想到自己体内那棵参天巨树，如果上面挂满了觉醒技，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传说中的全职业大师？这种畅想只有部分学者提出来过，比如让身体强化类觉醒者领悟机械改造类技能，尝试多种觉醒技组合搭配，但最终只打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觉醒者。觉醒的属性不同，强行去学习其他觉醒者的技能，效果大打折扣。但是我这技能是捡的呀，觉醒技都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熟练，有些一级觉醒者甚至使用好几次才能成功一次。但萧晨却觉得回气用的得心应手，好像自己已经使用过很多次了一样。当然，所谓全职业大师，目前也只是想想，觉醒者尸体可不是那么好找的。萧晨并不困，他拿出刘振海给的那些精品原石，继续吸收了起来。虽然速度和直接炼化晶体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好歹也是在慢慢进化。时间午夜0点，江城大部分区域已经陷入静谧，但中心区红旗大道上依然灯火通明。这里居住着的大部分都是江城顶级富豪。此刻，一所通体雪白、宛若城堡的豪宅内，郑天豪一身深绿色睡袍，怀抱着一个体态妖娆的美女，听着手下张璇的汇报。听到他说出今天盘问萧晨的细节，郑天豪满意地点点头。等这阵子风头过了，找机会把这人做掉吧。是。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就在这时，大门被骤然撞开。郑老板，打扰了，我是执法局队长刘振海，现在怀疑你和贫民窟 C 区出现的感染者有关系，劳驾您走一趟吧。看到胡子拉碴、皮鞋沾泥的粗犷男人踩在自己雪白的地毯上，郑天豪眉头一挑，带着疑惑的目光看了张璇一眼。郑天豪知道自己赌场里跑出来2个疑似感染者的人，瞒不过执法局的耳目，但是他也确信执法局不可能掌握了什么关键证据，否则他早就被抓了。刘队长，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这兴师动众的，没必要吧？郑天豪心里并不慌，他知道执法局办事的手段，有些人光看阵势就吓得全招了，但他可不是那种人，恐怕是不行。刘振海哈哈一笑，
随意坐在了郑天豪对面的真皮大沙发上，将几颗阳光葡萄丢进嘴里，吃得汁水四溅。郑老板，您是体面人，就别整这些了。你也知道，涉及感染者，没有小事儿，我也难办啊。之后要是我弄错了，我亲自给您送回来道歉，咋样？郑天豪摸着下巴，棱角分明的脸上看不出喜怒。他看了看刘振海，还有门口严阵以待的7、8个执法队员，深吸口气。看来事情比他想的严重，刘振海这不是诈唬的架势，是手上真拿到东西了。郑天豪沉默一会儿，点点头道：“好，我跟你们走一趟，打个电话可以吧？”刘振海做了一个随你的手势。2分钟后，张璇满脸铁青的看着郑天豪上了执法局的车，而后也拿出电话拨打了过去。刘振海在场，有些话不好说太清晰，他现在得赶紧进一步解释。一个执法局的队长也敢来抓郑老板了。在刘振海之前，江城其他执法队的队长哪个不是和郑天豪关系匪浅，称兄道弟？甚至执法局的一把手也卖他几分面子。像刘振海这样的根本不存在。看着车里神态自若、表情淡漠的郑天豪，刘振海也收起了随意的表情。他知道这个对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自己虽然拿到了把柄，但毕竟不算直接证据，他在等郑天豪的后手。虽然有可能打乱自己的安排，但只有郑天豪出了后手，他才好顺着踪迹继续找线索。不愧是郑老板，上了这个车还这么镇定的，你算独一份了。车辆颠簸，郑天豪看了眼刘振海，这个男人和以前的执法队员都不太一样，他没有体制内那种人的气质，反而有点像街边的大龄混混头子。但郑天豪知道，这可能只是刘振海的伪装，否则他不敢刚来江城这么短时间就对自己这样地位的商人下手。也没听说过哪个老板和刘振海打好过关系，大家对这个男人的评价很低，觉得他是个情商不高、闷头做事的倒霉蛋。郑天豪现在才明白，这些人都看错了。我是个合法商人，当然不会担心。郑天豪微微一笑，不再看他，也没有再透露半个字的意思。10分钟之后，汽车刚刚开到执法局的大门口，就有2辆汽车停在那里，几个气质沉稳、老练的中年男人正站在那里等候。刘振海望着其中一人，微微眯眼，在确定郑天豪和感染者案子有关的前提下，来的人级别越高，他心里越是有些寒意。沈局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劳烦您跑一趟。下车时候，刘振海脸上已经换了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沈区长真名沈龙家，是活跃在江城的政坛新秀，年纪不到40就做到这个位置，被很多人视为未来江城一把手的人选。在刘振海心里，这样的人即使真的和郑天豪背后的事情扯上关系，他也绝对不会傻到亲自出面，1/1000的风险也不是这种人愿意承受的。但他还是来了，这说明可能郑天豪背后站着的人要比自己想象中更多，背景更深。我可真是乱趟浑水啊！刘振海心中苦笑着，过去和沈龙家握了握手。沈龙家看着完全像个30岁左右的壮年小伙子，眼神熠熠发光，也是带着平淡的笑容迎过来。刘队长，我听说咱们是优秀企业家被抓了，什么事情啊？这么兴师动众的？嗨，不就是牵扯到前些日子的感染者了吗？您知道，涉及到感染事件就没有小事，我其实也就是请郑先生来聊聊天而已。要是没事儿啊，准亲自送他回去。看着刘振海和沈龙家宛如2个熟络的老友般谈笑，执法队的副队楚红秀和若干队员目不斜视。他们虽然也算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更多是面对一线，身上反而没有这种油腔滑调又笑里藏刀的气质。涉及感染确实都是大事啊，你们这些一线工作者也真是辛苦了。沈龙家感慨了一声，随后轻描淡写道：“那这么看，刘队长是拿到确凿的证据了。”刘振海微微眯眼，入正题了：“倒不敢这么说，不过郑老板确实得交代点事情。”沈龙家笑容渐淡，眉头微皱：“刘队长，你也知道，郑老板不是一般人，而是本市杰出企业家。如果没有证据把他和感染联系在一起，对他的产业、对本市的形象、营商环境、口碑都是有影响的。如果你拿到什么证据，我不干涉；但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个执法手段未免粗暴了点吗？”沈龙家此时笑容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审视的目光。虽然执法队不归市里任何部门管辖，但这不代表他一个区长会忌惮对方。单从级别上讲，江城的执法局长才勉强够格和自己比。他这已经是向刘振海施压了，但凡一个准备长期在江城继续发展的执法队成员都明白他的意思。更何况沈龙家说的方式也站得住脚。刘振海反而笑容不减，继续打着哈哈。证据嘛肯定是有的，不过沈区长，这是执法队办案，在结案之前就先不透露了。这小子油盐不进。沈龙家眼中浮现出些许的隐怒，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刘振海打着什么算盘？执法队的手段太多了，真的让郑天豪被审，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他只是没想到，明明都是公职人员，怎么刘振海的头就这么铁？没有明确证据，哪里来的底气？
这一旦没审出东西，他以为自己还能全身而退。刘队长，你这么干不合规矩啊！抱歉，我不能让你这样粗暴对待本市杰出企业家。沈龙家往前走了一步，他身后的几个黑衣男子也随之挡在了刘振海身前。刘振海乐了，点了支烟，咂巴了几下嘴，一时间场面安静了下来。沈龙家心中稍安，众人都以为这个不起眼的小队长终于考虑影响了的时候，刘振海晃了一下脖子，露出满嘴带着烟渍的黄牙。我说沈区长，牵扯到感染的事情，你说的不算。沈龙家养气功夫再好，被刘振海在这么多属下面前取笑，也是挂不住了。他刚想说什么，刘振海掐灭烟头，神色骤然冷酷了下来。还是沈区长也想进去一起聊聊？刘振海的声音宛如从胸腔里传出，眼神带着浓烈的威慑，原力勃发之下，让沈龙家身后的几人都不由自主的汗毛炸起。你，沈龙家到底是个文职，被他这么一下，腿脚有些发软。等他回过神来，刘振海已经带着一众手下进屋去了。我在郑天豪手下那里发现了一份名单，其中刚好有本次的感染者，而名单上其他人要么失踪，要么死在家门口。我想审问他48小时的理由还是充足的。沈龙家只能远远地听到刘振海的话语，让他一时间身体有些发冷，随即就是阵阵的恐惧。这个郑天豪办事这么不干净。沈龙家明白事情闹大了，刘振海刚才不说，偏偏现在说，就是想看看他的态度到底是哪一步。自己刚才的一些行为肯定已经在刘振海心里打下了重点怀疑的标签。一念及此，沈龙家脸色更加的难看，匆忙拿出电话开始拨打。不远处，刘振海从容地步入大厅，身后的楚红秀面露忧色，轻声道：振海会不会得罪太狠了？他知道刘振海就是这样油盐不进的性子，否则以他从业10来年的功绩，起码也能当一个小地方的执法局局长，不会在基层一直苦干了。现在该着急的是他们，我其实想钓点更大的鱼来着，可惜啊。刘振海嘿嘿一笑，带着手下走入审讯室，双手推门，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郑老板，抱歉，一点小事耽搁了，咱们进入正题吧。郑天豪听到这个声音，本来高枕无忧的姿态瞬间变换，他抬起头，一双眸子紧紧地盯住了眼前懒散邋遢的男人，仿佛有些难以置信。半晌后，他终于消化了这个信息。他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男人居然完全油盐不进，而且外面的人得到消息后仍然拦不住他。这件事情不是你能玩得起的，刘队长，你真铁了心掺和。郑天豪并不讨厌刘振海这样的人，如果在平时，他甚至还会很欣赏这种一腔热血、办事纯平好恶的铁头娃，但自己的事情摊上这样的人，那是最难搞的。少废话了。刘振海脱下大衣，看着郑天豪，好像在看一只待宰的绵羊。耗到半夜，萧晨终于等来了电话。电话是楚红秀打来的，得知郑天豪已经被抓，刘振海在连夜审问之后，萧晨松了口气。郑天豪身份光环似乎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厉害，事情顺利到令他意外，但这事儿总归和他算是没关系了。次日清晨，萧晨早早起床，今天是精英班的第一次培训，他也很好奇学校到底会找个什么样的人给他们上课。小晨晨，这里。刚到操场，就看见姚娜坐在单杠上，晃悠着自己一双修长的美腿，朝着萧晨挥舞手臂。他身边还站着3、3、2、2几个学生，被他这么一吆喝，其他人也朝着萧晨望了过来。即使在精英班，也是分圈子的，像梁洪涛和任嘉玲，显然就是人群中的万金油。此前在学校里关系经营的好，他们身边聚集了班里起码一半的人。对于萧晨，他们昨天确实很意外，不过也就限于此了。原力值90，只是勉强够进入这个班级的门槛。倒是姚娜，稳稳的前几名，可惜任嘉玲和梁洪涛搭话几次，发现人家根本不在乎自己，也就不自讨没趣了。我说，能不能换个称呼？萧晨苦笑一声，走了过去。姚娜嘻嘻一笑，豪气道：咋了？这个称呼很亲切好吗？你们说是吧？小柳、小张。另外俩学生忙不迭的点头堆笑，这也是精英班的学员，和姚娜认识，显然是知道这个大姐头的厉害。操场上学生叽叽喳喳，任嘉玲和梁洪涛则是吆喝着，建立了一个班级群，把所有人都拉了进去。不得不说，这俩人还是有一手暖场能力的，没多久就让众人摆脱了一开始的尴尬，熟识了一些。未来啊，大家就都是觉醒者了，虽然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但同一届同学也能互相帮衬一下。梁洪涛侃侃而谈，将在场众人都抬了一手。显然有不少人很受用，一听到这话，胸膛都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萧晨没有评价，但他很清楚这话夸张了。100元力只是觉醒的门槛，哪怕真达到了，你也未必能顺利觉醒。算上那些过了年龄，在大学甚至参加工作后觉醒的，平均算下来，他们一中的一届学生里能有10个8个也就不错了。不知道这些天给我们代课的到底是谁？咱们这高中校园也就校长是觉醒者，而且是生活系的1级觉醒者，
难不成他亲自来？没可能啊，那就没意思了。难不成来一些原力值，还不如我们的老师给讲课？这些人讨论起来，脸上还带着玩笑的意思。也不难理解，江城一中是全市最好的学府，而他们又是这里面的绝对尖子，此时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在这时，一声发动机的嗡鸣响彻了操场。操场入口处，一辆黑色仿赛摩托疾驰而来，扬起阵阵尘烟，好像一头咆哮着的怪兽。摩托车上，一个面带疤痕、穿着黑色皮衣的男子叼着烟，横冲直撞而来。按照这个速度，车直接撞到人堆里，肯定是人仰马翻。学生们正想闪躲开，就看见那个男人骤然动了。他没有刹车，而是双脚在地上猛然一踏，飞身跃起，一只手却还拎着摩托车。却看见那飞驰的车体划过一道弧线，庞大的车身像玩具一样被他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横着稳稳停在路边。男人拍拍手上的灰尘，咳嗽两声：“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的特训教官林旭东。”众人鸦雀无声，一个个嘴巴有些发干。那摩托车看着怎么也有个几百斤的重量，在眼前这个男人手上竟然像玩具一样随意摆弄。虽然知道这有故意震慑他们的成分，但这手段也绝不是他们能完成的。之前还面带随意的学生，此时都收起了轻视之心。原本对他们来说，不到10天的特训也没期待能有太大的突破，但看教官这么给力，学生们一个个眼睛也亮了起来。你们的大致情况我也了解了，我接下来的训练可能会有点难，有没有什么身体带病不能剧烈运动的，先站出来。林旭东这话一出来，不少人就笑了。觉醒者是干嘛的？虽然有很多觉醒的类型，但战斗觉醒始终是主流。这帮人都是原力90以上的天才，身体素质比常人强了太多，哪还有这方面的问题？行，既然没有，那就直接开始吧。我看看啊，现在是上午8点半，开始跑圈，3个半小时之内就绕着这个操场，谁跑的圈数最多有奖励。他这话一出，众人就有点懵了。不是跑圈？一个身材偏胖的男生脸色发苦，不是嫌累，而是这也太稀松平常了吧。而且一跑就是一上午，有这时间去吸点原石不香吗？对，而且不光是今天，接下来的5天我们都跑圈。林旭东大刀金马的找了一块高地，坐了下来，面带笑意的看着这帮学生。啊，这是特训吗？小声嘀咕传来了，倒不是他们不听教官话，而是这和他们期待的相去甚远。好不容易来了个有水平的教官，如果天天跑圈，那换个体育老师也一样啊。不想训练的可以退出。林旭东摆摆手，之前那个胖胖的男生不满意了，满脸憋红道：“林教官，学校请你来是帮助我们觉醒的，你这不是偷懒吗？”他说完，场间一片安静，不过很多人也是脸上浮现出理当如此的神色。如果是普通学生，自然不敢这样放肆，但这帮人都是学校最好的苗子，家里条件也都属于江城富裕阶层，根本就不带怕的。既然请了我怎么教就是我的事儿，你不满意去举报，无所谓的。林旭东一副随意的样子，反而是让那胖学生无所适从了。哦，对了，我忘记说了，第1名奖励1颗补元丹，前5名奖励增元丸。他话一出口，之前所有意见的人都闭嘴了。补气丹，即使是这些家庭条件很好的学生，此时也亮眼放光。补元丹也是深空制药研发的一种药品，能够给元力耗空的人补充大量的元力值，一般只有军方才有资格购买，不过一些有手段的觉醒者、大老板也能弄到这玩意。对于2级以下的觉醒者，甚至可以充当一种非常好的补品，有不少人始终无法突破100的元力，就是拿这种东西冲刺瓶颈的。这玩意恐怕黑市里买得50万1颗了。年少就有一颗伤人心的梁洪涛喃喃自语，围在他旁边的几人眼前一亮。虽然他们家庭条件都很好，平时也不缺原石用，但是江城毕竟只是边陲小地方，家里条件好也好的有限，50万一口就没，大部分人还是负担不起的。这是学校申请来的，之后5天每天都有，谁想拿跑圈去吧。林旭东摆摆手，好像不想和他们多说了。不光是补气丹，还有增元丸，那东西虽然不如补气丹，但也得是5万块钱1颗的东西。虽然跑圈感觉有点没头没脑，但奖励是真的。有几个学生还在犹豫，但很多人已经悄然退出了争执，在那里跑上了。卧槽，武者，你无耻啊！刚才还和我吐槽，你特么都跑了半圈了。啊？没有啊，我就是随便跑跑。你给我等着！到底还是高3学生，看到有几个带头的呼呼啦啦就跑了过去，生怕自己落在人后面。看到学生都开始了跑圈，林旭东叼起一根草茎，打了个视频给校长李建业。旭东，不是说这补气丹私下给到柳战军、姚娜他们吗？怎么还安排上比赛了？李建业失笑摇头。这5颗补元丹其实本就是为柳战军等前几个学生准备的。目前整个年级最有希望破百甚至觉醒的就是他们。
只是林旭东这个人向来比较喜欢公平，就给了这么一个竞争机会。不过李建业很清楚，这帮学生平时疏于锻炼，基本上就是凭着原力带来的身体素质提高去跑，这种情况下，第一自然不会旁落。我不这么安排，哪个天才傻傻去给我跑圈啊？为了挣丹药而跑圈，看似很愚蠢，但对于这些未觉醒的学生来说，刚好合适，不至于危险，但又能让这些人全力以赴。这些学生缺乏锻炼，也缺乏冒险的机会。以前还好，但想成为觉醒者，必须得经历这个突破极限的过程。而且那补元丹最后无外乎就是给那么几个人的。林旭东盯着操场上的几道身影，柳占军、姚娜，考前原力破百，全年级只有这2个人。这补元丹其实也就是为他俩准备的。为了配合今天的训练，林旭东才把他当作筹码来激励其他人。但是100是一个分水岭，单从体力和身体素质上讲，这个精英班没有人能和这2位相比。李建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担心奖励旁落。此时此刻，400米的操场上，30人几乎是摩顶放踵，人挤人在跑。虽然原理有差距，但这才刚刚开始几圈而已，所有人的状态看着都差不多。1小时后，听说了没？精英班在绕着操场跑圈呢。不能吧？这就是所谓的特训吗？真的，已经跑了快1小时了。本来学生们就对这个精英班充满了好奇，此刻一个个闻讯趴在教学楼的栏杆上驻足观看。果然，排第一的还是柳占军，一中永远的神。领头者是姚娜和柳占军，他们2个步伐不算快，和身后的人保持了10米不到的距离。这种情况让不少人看到了希望。10米的距离，咬咬牙冲刺，说不定在最后就赶上了呢。温水煮青蛙呀！坐在旁边观看的林旭东丢下嘴里的草茎。姚娜和柳占军确实优秀，不但天赋好，心性也很成熟。他们的能力远超于此，再提速一个档，他们也能坚持。但目前这个样子最保险，让所有人都缩在后面，自己又留有余力。最后只需要在时间差不多的时候，2个人爆发一波比拼就好了，完全排除其他人的偶然元素。不过这就和林旭东的初衷不符合了。正当他想用神妖办法刺激一下后面众人，让他们乱起来冲起来的时候，一个刺耳的声音突然传出，噗噗噗噗噗。先是一声震响，而后就是一段绵长而连续的尖锐声音，好像气球漏气了一般。林旭东脸色一变，就看见人群之中隐隐约约飘起一股黄烟，而后，卧槽，孙宇你特么是人吗？你放这屁要熏死老子！可嗨嗨，我要窒息了！这昨晚吃的啥呀？被称为孙宇那个，正是之前质疑林旭东的小胖子，此刻满脸舒畅，快活道：“吃的酸菜，这口气儿可算放出来了。”卧槽！这个整齐的队形，好像平静湖中投入一颗石子一般，直接炸开了。10几个学生掩面狂奔，瞬间就超过了姚娜和柳占军。干得漂亮！林旭东眼前一亮，这不正好是他想要的效果吗？柳占军和姚娜虽然没闻到味道，但此时也不得不加快速度，保持优势。这样一来，整个队伍的速度骤然加快了起来。不过林旭东脸上的笑容没有维持太久，因为那股黄烟顺着北风飘到了他附近，他整个人脸色顿时有些发紫。这小子是吃的屎吗？这么臭！教学楼的走廊栏杆上，学生们早已经笑成了一团，心里对于这个特训的看法也悄然看淡了几分。趁着这一波，萧晨也憋了口气，跑到了第一梯队。几分钟混乱后，队形再次稳定。这一次和柳占军他们并列的已经有6个人，不过让众人都感觉有些意外的是，萧晨赫然在列。林旭东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剩余1小时33分钟。这小子还挺好强。林旭东瞥了一眼萧晨，对于萧晨，他了解一些，主要就是当初和校长聊天时候，李建业对他倍感可惜。此时看到萧晨闷头跑在前面，他心里也有一丝惋惜。这么好的苗子，如果早发现就好了。90点原力，差的有点多。他怎么也跑上去了？难不成还真以为自己有能耐争第一？后面摆脱了孙宇的臭屁攻击之后，阵型也渐渐稳定下来。长时间的跑步，彼此之间的差距逐渐明显。最后梯队10来人，普遍是93原力左右的，中间10几人，像梁洪涛、任嘉玲等人都在此列，而最前面则是班级里原力在98以上的5人，外加一个萧晨。因此，在这个队伍里面，萧晨显得格外惹眼。任嘉玲有些不屑地撇撇嘴，虽然昨天他看走眼，错失了结交萧晨的机会，但他回去也想明白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梁洪涛作为一个校园商人，还劝他再和萧晨打好关系，但任嘉玲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原力90，等他进入了战争学府，那还不到处都是吗？更何况今天的第1名奖励，他们内部早已经做好了计划。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正值夏日，
空气好像被火焰烤过一样灼热。那些看笑话的学生们此刻也有些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上完一节课，再出来发现这帮人居然还在跑，扪心自问，他们自己可没有这么好的体力。所有人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湿，紧紧贴在身上。萧晨也感觉肺部有些刺痛，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元力值有多少，昨天回去又吸收了一些晶体和原石，提高肯定是有的，但和柳战军、姚娜这两个妖孽比，必然是要差上一些。如果他想要这颗补元丹，其实是唾手可得，因为他还有一招杀手锏——觉醒技回气。虽然会大幅度消耗元力，但几乎可以让自己的精力和体力恢复到巅峰。只不过萧晨并没有打算用这一招，并不是他高风亮节，有竞技精神，那东西在3年前他带着妹妹流离失所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丢进下水道里了。只是他不确定自己使用觉醒技是否会被林旭东看出来，如果看出来，那乐子就大了。100点元力值都不到就觉醒了，这放到夏国腹地的顶级城市也是大新闻。他是经不起查的。进步快，15岁觉醒的妖孽都有，但没到临界值就觉醒的还真没有。这小子好像有点邪乎啊。林旭东也跟着在太阳下暴晒，看看手表，神色也渐渐凝重了起来。这帮学生比他想象中要拼，而萧晨坚持这么久还没掉队，说明他还真有这个能力。最后半小时了呀。时间逐渐迫近，林旭东知道见真章的时候也要到了。想要夺得第一就不能留余地，如果等最后一圈别人也有余力，爆发力还比你好，那你留那点元力和体力就失策了。果然，柳战军和姚娜率先加速，两个人逐渐摆脱了第一梯队的其他几人，身形渐渐拉出几个身位。他们冲刺了。最后梯队的人基本没想过拿第一，但是第二梯队的部分人已经是咬着牙跑了。此刻看见柳战军他们速度不减反增，一个个都有些绝望。不过任嘉玲和梁洪涛并没有，而是将目光盯住了第一梯队里的某个精壮男子彭少康。他们这个小圈子里元力值最高的一位，足足99。看到他跟了上去，任嘉玲和梁洪涛对视一笑，心中愈加轻松了起来。他们都是人精，怎么会不知道林旭东的安排？最终奖励肯定花落柳战军或者姚娜，但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漏洞，可以让他们想办法弄到这颗补元丹的漏洞。执行者就是彭少康。看到彭少康跟了上来，柳战军和姚娜虽然有些意外，但也都没有说话。他俩元力都破了100，差距太小，这个时候插个气儿，恐怕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差距逐渐在拉大，前2名姚娜、柳战军不分伯仲，第3彭少康，而第4名则是萧晨。虽然萧晨足够令人意外，但此刻的焦点还是落在了前3人的身上。果然还是有些差距啊。萧晨心里很平静，拿不到补元丹，增援完也不是不行。时间1分1秒的过去，第3梯队的人逐渐被前3人套圈了。林旭东看着彭少康，发现后者已经有些面色紫红，不由微微皱眉。突破极限是他的策略，但也得有个分寸。看着学生的样子，难不成还真想和前2个家伙争个第一？正当林旭东想着要不要劝劝他的时候，让他有些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彭少康一边跑一边从裤子兜里掏出来了半颗红色的药丸，二话不说丢进了嘴里。我操！林旭东情不自禁地喷了一句，而后整个人瞪大眼睛嘟囔着：这帮学生比他妈老子上学的时候还诡计，失算了，居然有人吃药。那红色药丸正是今天即将发出去的次等奖励增援丸，虽然也很贵重，但比补气丹差多了，而且相对容易购买一点。对于这个元力水平的学生，几乎可以瞬间补满他们损耗的元力值，甚至还有富余出来。虽然彭康只吃了半颗，但这也够了。只见他发红的脸色直接恢复如初，整个人神采奕奕，健步如飞。哈哈，爽！元力充盈，原本那种强弩之末的感觉瞬间消失。在加速冲刺的同时，不由在心里赞叹梁洪涛和任嘉玲的计策。吃药当然算不得多高明的事情，但是教官自己说的规则里面可没有不许吃药这一点。作为教官，又是第一天上任，不可能说过的话又去反悔吧。他和姚娜、柳战军2人确实有些差距，但是半颗药已经足够弥补的了。卧槽，彭少康居然这么猛！猛个屁，没看见他吃药了呀！接近比赛的尾声，那些刚好下课的学生们全都凑过来看。柳战军和姚娜本来还盯着对方，突然看见身后彭少康居然追了上来，一时间眼里都有些诧异。不过2人也都是非常要强的人，不约而同的再度加速。只可惜他们拼到现在也已经逼近极限了，能跟上，但已经眼见的彭少康越来越远。吃药！萧晨自然也看见了彭少康的动作，心中一动。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前面竞赛的3人吸引过去了，而他距离这些人也有半圈左右的距离，可以说很不起眼。既然如此，
那我就谢谢了。回气，发动！剩余的元力顿时被抽取一空，萧晨眼前一黑，差点跌倒。如果不是元力配合，这帮人根本跑不了这么多圈，萧晨自然也一样。然而此刻虽然元力空了，但浑身上下却充满了力量，身体里的疲惫被一扫而空，脚下也跟着轻盈起来。林旭东看了一眼手表，眉头锁了起来，还有5分钟。他是真没想到这帮家伙为了争个第一能这么算计，还和校长夸下海口，自以为安排的没毛病，这下反而被一帮小崽子钻了空子。梁洪涛和任嘉玲已经下意识放缓了脚步，他们拼前5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按照目前的进度，他们的计划算是成功了。姚娜和柳占军虽然没说什么，但表情都很凝重，两人咬紧牙，并不甘心被这么击败。场上的学生拼得厉害，但一中那些围观群众就只顾着吃瓜了。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发出一声惊呼：“萧晨这是不要命了，他居然冲上来了！卧槽，肯定是精品原石，恐怖如斯！他现在就冲，恐怕保不住前5吧，后继肯定会乏力啊！”一中学生们站得高，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萧晨冲刺的速度，一个个都探出了身子。这小子还有力气。林旭东刚才确实没注意萧晨，按照他的理解，萧晨能够保持前5，很可能是平时身体锻炼的根基不错。但即便这样，原力上的差异也很难抹平，进个前5就不错了。嘿，今天这事儿真是怪了呀！眼见的2分钟之后，萧晨已经从姚娜和柳占军的身侧超了过去，只留给两人一个越来越远的背影。之前被彭少康超过，两人心里尚且能够理解，毕竟彭少康原力比他们相差不多。但是这什么情况？后方任嘉玲和梁洪涛的脸色也变了，他们两个虽然减慢了速度，不想去争前5，但也知道自己基本已经到极限了。其他人更不用多说，喘气都有些费劲。这萧晨哪里来的力气在跑？卧槽，那是我哥们，看到没有？我们班的萧晨。走廊里，萧晨和姚娜的死党吴超拍得胸脯咣咣作响，满面红光，就好像是他自己跑在了这个位置一样。班主任老宋这时候也走了出来，听到不少人在议论着，也凑了过去，跟着乐呵起来。萧晨这是第一次察觉觉醒技师有多么逆天。他虽然表面上看着一副逼近极限的样子，但只有他自己清楚，单凭身体素质，跑这几分钟也像玩一样。彭少康跑着跑着，在转弯的时候就看见一个身影高速逼近，顿时吓得他身体一哆嗦。这怎么回事？他此时也已经有些疲惫了，但和姚娜两人的距离拉得够远，所以他并没有太逼自己。自己看见萧晨冲过来，刚想加速，突然之间缓过神来。不对，我记得这小子好像是班里吊车尾吧？这是被我套圈了，想在最后时刻装逼。彭少康之前在第一梯队的时候就紧咬着姚娜和柳占军，眼里根本看不见萧晨。再加上萧晨班级吊车尾的身份，他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萧晨这是被套圈了的。被人套圈，然后留点体力，最后冲刺一下子，强行挽尊。彭少康可不信有其他人会提前嗑药，更何况萧晨嗑药应该也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他冷笑一声，任由萧晨把自己超了过去。切，装什么装？还不是被我套圈的货。他已经在想自己夺冠之后能分多少钱了。增援丸是梁洪涛拿出来了，扣除成本之后，他们几个人再分。梁洪涛和任嘉玲在后面看到这一幕，不由又惊又怒。虽然是半颗增援丸，但提供的原力肯定够用了。即使萧晨加速，但他们肯定彭少康还有余力保持距离。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就如此简单放萧晨过去了。他干嘛呢？任嘉玲懵了，操，这小子肯定以为萧晨被他套圈了。梁洪涛看着彭少康那副掉以轻心的样子，恨不得现在就上去给他2拳。然而他强压心头怒火，咆哮一声：“彭少康，你踏马追啊！他没被你套圈！”这一嗓子耗尽了梁洪涛憋着的那口气，让他也不由得停下来，大口喘着粗气。什么？梁洪涛听到这一嗓子之后，大脑先是空白了一小会儿，而后整个人有些麻了。没被套圈？站在看台上的林旭东捂着脸，嘴角却是笑意。如果吃药拿第一，东西该给还是得给，不然教官的威信就没了。但是如果情况有变，自然更好。萧晨坑我呀！彭少康撒丫子就冲了过去，然而萧晨也根本不慢，两人的差距虽然在缩小，但那个幅度恐怕给他10几分钟才能追上。看见萧晨一马当先冲到最前面，那些观战的学生们雀跃了起来。牛叉，这就是黑马逆袭吧？看来当初的传闻不是假的，萧晨真是帮了执法局啊！这家伙平时挺毒的，不过我觉得好帅。这帮学生不会考虑原力差异什么的，只是单纯的想看励志故事而已。毕竟和其他天之骄子相比，萧晨和他们更加接近一些。时间到，随着林旭东的一声令下，几乎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前期是为了争补元丹、增援丸，
但后面知道了自己没希望得到奖励，这帮人就纯粹是不想输给别人了。许多人都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即使脏了衣衫也一动不动。萧晨双手拄着膝盖，眯着眼看了后方，彭少康绝望地坐在那里，就差100多米。嗨嗨，我宣布本次竞赛冠军萧晨，奖励补元丹。第2名到第5名，彭少康、柳占军、姚娜、欧阳涵。林旭东说完，大步流星地从看台上跳下来，走到萧晨身边，看着这个精疲力尽、脸色惨白的青年，他摸了摸下巴，真是好奇，怎么做到的呢？有的事情可以凭借意志力硬撑，但这也是有极限的。很多人经常议论某某精神、某某品质，赞叹其凭借意志力战胜困难，但如果背后没有足以匹配的能力支撑，是肯定不行的。林旭东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更好奇。听到他这么说，萧晨反而放心了，自己使用觉醒技并没有被他看见。1小时后，林旭东将奖励发放完毕，并且宣布之后的训练不允许吃药，然后就解散了众人。一提丹药，很多人不由望向了彭少康。此刻他像丢了魂一样站在那里，梁洪涛和任嘉玲脸色也很难看。10拿9稳的补元丹，最起码能卖个50万，这就没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了。梁洪涛摆摆手，这钱算他打水漂了，自然不可能跟彭少康要回来，否则在这小团队里面他也不用做人了。他肯定也吃药了。彭少康信誓旦旦，任嘉玲则是点头附和。对，我也这样觉得，否则根本解释不通。他们这样一说，小圈子里其他人心里平衡了一点，否则的话，一个吊车尾把他们全干败了，心理上接受不了。梁洪涛叹息一声，吃不吃药重要吗？东西丢了，更何况即使他吃了药，也比你干的隐蔽啊。彭少康顿时语塞。和他们不同的是，姚娜、欧阳涵还有闻讯赶来咋咋呼呼的吴超围着萧晨，面带笑意。陈哥，以后你就是我哥，你罩着我以后。还是你牛逼，吃药都吃得掩人耳目。吴超竖着大拇指，这话听得萧晨有些郁闷。我没吃药啊。装，连我们也瞒是吧？吴超嘿嘿笑着，我们又不会举报你，是吧，娜姐？姚娜装作生气的样子，叉腰道：你把这颗药给我，我就不举报你。小晨晨也学会玩阴的了。萧晨哭笑不得，难不成这帮人还真的都以为他吃药了？我真没吃啊。看，这家伙不但元力上来了，演技也变好了，不行，他赚了一波大的，得请吃饭。吴超揪着不放了，以前他们几个朋友里面，他和萧晨都比较废，跟着姚娜，总感觉俩男人怪丢人的。现在好，他也算又有一个大哥了。我也觉得。一直闷声不说话的欧阳涵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声萧晨也想请吃饭，不过这号称50万的东西毕竟不是钱，请吃饭他裤兜比脸都干净。就在这时，脚步声传来，林旭东带着笑容走到众人身侧。萧晨，你来一下，你们几个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得继续呢。吴超等人以为林旭东要给萧晨开小灶，心中羡慕，也就一个个溜了。但萧晨却心里一紧，难道是对方看出来他使用觉醒技了？他在心里盘算着等会儿该怎么交代过去。两人走到操场旁边的休息室，林旭东打量着萧晨，这个孩子身上有着不同于这个年纪的成熟。刚才他已经把今天的事情通知了校长李建业，自然免不了一顿埋怨。毕竟这补元丹是李建业自己出钱买来，专款专用的。不用紧张，我又不会抢你东西，坐吧。萧晨身上带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不同于学生对于老师的敬而远之，林旭东看得出来，这是一种习惯性的防备。如果我没猜错，你的元力比昨天又涨了一波，对吧？萧晨点点头。除了昨晚和红色晶体一起获得的那一小块之外，他已经把存货基本用完了。妖孽啊！林旭东叹息一声，精品原石虽然很不错，但那东西到底是个辅助物品，能够成长如此迅速，只能说明萧晨本身的天赋也堪称逆天。不过这一颗补元丹，我建议你4天之后再吃。看见萧晨不解的目光，林旭东淡笑道：别把觉醒当做这么容易的事情，你的元力长得快，是因为你的身体本来就能容纳这么多元力。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身体里有一个小池塘，元力就像池塘里的水，你用原石去补充，就会让池塘越来越满。当这个池塘没有满的时候，你多去补充当然没有问题，但当你的池塘快满了，一口气补充过多，你觉得会怎么样？萧晨轻声道：会溢出。没错，溢出的这部分元力大部分会浪费，小部分则会慢慢改造你的池塘，将它变大。萧晨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最近应该已经感受到吸收原石的效率没那么高了吧？那就说明你的池塘，我们称之为元池，快满了。元池，这是一个萧晨从未听说过的词汇。他附和着点头，不过仔细想想，自己好像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看见萧晨点头，
林旭东以为萧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拍拍他的肩膀道：“扩大元池需要强健体魄，以及不断使用元力去滋养。我让你们跑步，也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元池应该也快满了，所以我建议你特训这些天过后再去服药。”萧晨微微皱眉道：“几天时间够吗？”林旭东有些欣慰的笑了：“不太够，所以我最希望的是你在觉醒测试日之后服药，但那样可能会影响你的最终成绩，你自己定夺吧。”萧晨抬起头，有些意外的看着林旭东。对林旭东来说，肯定是测试日之前自己服药，测试成绩更好，利益最大化。可他还是跟自己说了实话：“小伙子，别这么看我，这世界不全是坏蛋，否则你以为这堵墙能够挡住外面那些变异兽吗？还不是靠那些人类英雄和军队在前面顶着。”林旭东拍拍萧晨的肩膀：“还有一个问题，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也要提醒你，在测试日前不要和人发生冲突，一旦受伤就会对你的成绩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受重伤、失血，虽然可以慢慢恢复，但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降低你测试的原力水平。”林旭东这句话本是随意提醒，但却让萧晨一时间有些紧迫起来。这就打破自己计划了呀！绿色晶体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自己本想这些天把为数不多的积蓄花掉，吃点好的，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供养穆小婉的。谢谢你了，林教官。看着萧晨离开，林旭东脸色有些复杂。从校方的角度，他今天这些话不该说。如果萧晨服用了补元丹，那么很可能在测试日元力到达100以上，这肯定是李建业也希望看到的。传出去，他10天训练让一个90元力的学生提升到了100，也是一份好看的履历。但他还是说了，至于怎么选择，就看萧晨自己了。这个有点难吧？拖着略微疲惫的身体，萧晨紧紧揣着那颗补元丹，看见谁都觉得像要抢劫一样。不过看看自己这身洗到发白的衣衫，萧晨自嘲一笑，估计抢劫犯都会觉得他穷得不值得去抢吧。想到今天林旭东的话语，萧晨眉头微皱。他的绿色晶体只有一小块了，那么这些天如果不能自己放血，总不能让妹妹饿肚子吧？去哪儿搞呢？并不是所有死尸都会冒出绿色晶体，必须得是元力到达一定水准才行。而且随着自己元力提升，绿色晶体产生的条件也更高了。否则，萧晨直接去医院和墓地就万事大吉了。从城墙的出口来到贫民窟 C 区，今天路上的人似乎比往常还少了许多。只是满怀心事的萧晨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哥，你回来了。身材娇小的穆小婉端着一盘土豆丝炒肉，穿着一条明显大1号的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桌上3盘精致的小菜一如既往地摆在那里。晚饭自然只有萧晨自己在吃，只不过这顿饭吃的他心不在焉。穆小婉安静地坐在那里，似乎是看出萧晨有些不开心，他漆黑的眼珠转了转，跑到屋里在捣鼓着什么。没一会儿，就看他换下了脏兮兮的围裙，穿着一条碎花长裙跑了出来。虽然衣服看着就很旧了，但奈何这姑娘面容太过娇美，他转了一圈，眼睛眯成一道月牙。哥，我今天新淘到的裙子好看吧？原来这丫头已经这么漂亮了啊！萧晨有些恍惚，记忆里她好似还是那个流着鼻涕，拿这个破旧的熊娃娃跟在自己讨生活的小姑娘。3年来，她没有过新衣服、新玩具，所谓的淘来，自然就是从城里富人区的垃圾桶里面捡到的。估计妹妹现在还在挨饿，还得想些心思让自己开心。萧晨只觉得嘴里这饭吃的更不是滋味了。不管了，哪怕元力低一点也无所谓。他没有和穆小婉说出实情，不然妹妹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他走到厨房，准备给自己再放点血。就在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阵阵脚步声，好像有很多人在行进一样。刚才回来的时候，路上的人好像很少，这哪里突然来这么一大帮人？等等，萧晨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透过厨房的窗户，他仔细打量起来。外面这帮人大多穿着黑色皮夹克，手里拎着各种式样的刀、甩棍等武器，呼呼啦啦招摇过市，嘴里还说着各种荤段子和脏话。这是帮派谈判？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黑暗，尤其是废土时代降临之后，许多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帮派势力。萧晨就听说江城最大的2个帮派都有觉醒者坐镇，像涉及一些赌博、黑权、违禁品运输的生意，总有这些人的身影。大部分时候他们能够相安无事，但如果某个帮派招揽到了得力干将，或者帮派成员实力突破，打破了帮派之间的平衡，就会爆发激烈一些的冲突。他们当然不敢在城里闹事，因此墙外就是最好的选择。怪不得今天路上人很少。很多人将帮派想象的过于美好，实际上萧晨很清楚，这就是一帮刀口舔血、靠暴力吃饭的人。像郑天豪这样的人不需要忌惮他们，但小商小贩就不一样了。虽然爆发帮派火拼的概率不高，但萧晨已经换下了衣衫，穿上一套黑色牛仔衣，
拎着家里一把锈迹斑斑的柴刀跟了出去。小婉，我出去一趟，你在家不要出门，放心，我很快就回来。穆小婉安静地点点头，在萧晨走后，她眼眸里却带上了浓浓的忧色。她知道哥哥又要出去冒险了。萧晨特意跟了一会，才从一个拐角的地方悄无声息地融入大部队。事实证明，他小心过头了。这个帮派出动了200多人，他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跟了10几分钟，离开贫民区，萧晨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略微有一点失望。自己期待的火拼恐怕是不会发生了。这个帮派叫做紫璇，即将和他们谈判的叫做黑虎帮，是江城最大的2个帮派。每隔一段时间，大佬们会坐在一起商量生意划分，谈不拢就摆擂台，比武解决。今天也一样，双方各出一个人上擂台，生死不论。限制是双方都不能去邀请觉醒者，必须是本帮的成员。萧晨虽然失望，倒是也理解，只有新势力冒头的时候，会选择杀出一条血路。像他们这种老牌势力，大家都经不起折腾，真干起来反而会让下面的小势力得利。唯一让萧晨有些意外的是，紫璇帮的这一干人等对今晚的比武信心十足，因为出战的人是紫璇帮帮主的儿子，少当家李浩然。听到这个名字，萧晨突然觉得有些熟悉，不会这妖巧吧？他想起来，在高2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表白不成，就把同班女孩强暴了，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不但学校同学声讨，警局也跟着介入，最后怎么处理的，他们倒是也不知道，只记得那人曾经放过话，他一根汗毛都不会掉，后来便没了这人的消息。萧晨他们一直以为这个学生已经蹲监狱去了，没想到在这里又听到了这个名字。10几分钟后，200多人的脚步纷纷停下，最前方出现了一座直径20米左右的土方擂台。随着阵阵铁器撞击的嗡鸣和欢呼，一个略显阴雾的清瘦男子轻轻跳上了擂台。萧晨微微眯眼，虽然过去了1年多，但这张脸他还是记得的，确实是李浩然。他居然是紫璇帮帮主的儿子，怪不得没事。哈哈，李子晨，你倒真是舍得让你儿子亲自来打擂啊！一个响如雷鸣的声音瞬间贯穿全场，对面也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刚才说话的是一个身高1米9多的壮硕男子，耳朵上绑着2个拳头大小的铁环。萧晨明显感觉到身边这帮之前嘻嘻哈哈的帮众，看见这人之后，声音都弱了几分。李子晨就是紫璇帮帮主的名字。此时他也站在最前方的位置。和黑虎帮老大姚铁峰不同的是，李子晨看着很是清瘦，穿着一身紫袍，颇有种儒士的感觉。孩子嘛，总得让他见见世面，你可别掉以轻心了，我儿子实力很强的。他们的对话给萧晨一种错觉，好像不是针锋相对的2个老大，而是颇有默契的好友一样。萧晨顺着人群的缝隙挤到了前排，却看见黑虎帮出战代表也缓缓走上台去。他看着也很年轻，似乎和自己差不多大，和台上李浩然的桀骜自信不同，这人的脸上更多是一种麻木。嘿嘿，恐怕他也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他们帮比他强的可多了去了，派他上来就是送死的。萧晨听到身边紫璇帮帮众的议论，心下疑惑，为什么派人送死？那黑虎帮岂不是输定了？他轻声问了出来，旁边的2个壮汉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其中一个独眼男子冷声道：小家伙，新来的吧？萧晨连忙点头，带着尊敬的目光道：大哥看得真准，我刚加入咱们帮几个月。一声大哥让那独眼龙很是满意，不由指点道：真的牵扯到大事，那就不是这种小擂台解决了，今天这种纯属例行公事而已，又是咱们少帮主亲自出手，老姚也会卖咱们个面子，送他个人头，让少帮主见见血而已。送人头？怪不得。萧晨又看了眼台上那个青年，他似乎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麻木的表情里还有些恐惧和愤怒。独眼龙继续给萧晨讲述着。萧晨这一次没有接话，他只是看着那个青年单薄的身影，眯起了眼睛。或许还有转机。萧晨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四周虽然空旷，但长满了杂草，还有凹凸不平的小丘、泥沼，似乎很好隐藏。就在这时，随着一声重鼓敲响，台上的战斗开始了。李浩然率先动手，拳脚好似疾风骤雨般冲击着那个青年。萧晨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李浩然元力绝对到了90以上。一开场，李浩然就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那青年只能不断的格挡、躲避，发出痛苦的闷哼。干死他！弄死！把他尸打出来！还手啊！这也太垃圾了吧！看见李浩然的威猛攻势，紫璇帮200来号人纷纷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喝声。萧晨站在最靠近擂台的前排，心中却有些意外。这个青年虽然是被送上来当炮灰送人头的，但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比李浩然弱多少。被动挨打，但受伤不重，脚下也完全不乱。只不过李浩然有偌大一个帮派支持，还有一个觉醒者的跌压阵，那青年好像根本没有反击的欲望。你也太弱了吧！
李浩然狞笑着，简直把对方当做了一个人肉沙包在打。虽然这种事情他做过不少次，但是当着几百人的面这么干，一种病态的红晕出现在他脸上。几分钟过去，完全被动挨打的青年已经鼻青脸肿，2条血流犹如小蛇一样从他的鼻孔中流出来，还挺抗揍，哈哈。随着一记重脚，青年口喷鲜血，整个人从擂台上摔了下来，溅起漫天尘土。他突然举起双手，声音有些撕裂地喊着：“我输了，我认输了。”全场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用一种怜悯而嘲讽的目光看着他。萧晨暗叹一声，原来他根本就没看明白，这场战斗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哈哈哈哈！四面八方顿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哄笑声，笑声让那个满脸是血的青年眼里一片茫然。我已经投降了，我已经被打成这样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他声嘶力竭，可能在场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不像一条汉子，但萧晨却听出了他声音里对活着的渴望。别着急，我这就送你上路。李浩然擦了擦手，从台上跳了下来，从旁边的帮众手里提了一把长刀，一步步朝着他走来。青年浑身一抖，猛然起身就想跑，但他身后就是紫玄帮的人，这些人直接形成一堵墙，将他推了回去。没打完呢，别走啊！想跑？萧晨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看着他一次次被推回去，而李浩然也越走越近。李浩然喘着粗气，虽然对方只是被动挨打，但原力并不低，而且一直护着要害，导致他现在也是精疲力尽，只想快点了结了对方。随着青年最后一次朝着人群奔跑，看着他眼里的绝望和恐惧，萧晨先其他帮众一步也迎了过去。你真以为自己能逃吗？杀人或者被人杀，马上要死了，你还在怕什么呢？孬种！说完，而是猛然一把将他推开，而后像其他帮众一样哈哈大笑。虽然萧晨说的话听着怪怪的，但毕竟他把青年推了回去，旁边几人也根本没有多想。然而这一刻，青年眼里却出现了些许不可思议的神色。他看着萧晨的脸，想着萧晨的话，有些惊愕。是错觉吗？他感觉自己此时精力充沛，体力旺盛，好像瞬间满血复活了一样。周围紫玄帮众的叫嚷好像妖魔的咆哮，火把和刀剑映衬的月光在他的眼前迷乱。李浩然的脚步声已经近在耳畔。为什么要让我来送死？为什么我这样了还不肯放过我？恐惧和愤怒是可以转化的，萧晨当然不是什么魔术师，他真真切切给了青年变化的力量。觉醒技回气正是在他推搡的瞬间施展了出来。死！李浩然的刀随意劈砍了下来，在他想来，这个懦弱无能的对手只需要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刀就将被自己斩杀。然而当他刀落下的刹那，他看见了一双布满血丝满是恨意的眼睛。叮！铁金相鸣，在夜空中尤为刺耳。电光火石的刹那，青年从旁边一个吆喝的帮众手里猛然将一把砍刀夺过，他的手被刀刃割破，但他恍若未觉。刀刃相碰，火光飞射，迎着李浩然错愕的目光，青年的喉咙深处发出野兽一般的咆哮，他的刀立了起来，血珠在空中挥洒，火把的光芒映射着两人此刻的模样。李浩然只觉得对方力量大得吓人，在他手臂酸麻的刹那，只感觉喉咙一凉。一颗人头高高的抛了起来，那是李浩然的头。青年站了起来，李浩然的无头尸身无力倒下，溅射出来的血染的他宛如一尊地狱出来的修罗。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紫玄帮帮主的儿子居然死了！紫玄帮众先是惊愕不解，随后内心的愤怒好像火焰一样涌上脸庞。李子晨也呆住了，他儿子已经占据绝对优势，这怎么可能？姚铁峰也懵了。上擂台的人叫周阳，是帮里新招进来的角色，之前因为替他催收的时候心软，放走了被他囚禁的人，触了他的眉头。这一波的确就是派他去送死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小子还有这种本事。感受到气氛的压抑，他骤然抬头，却看见对面的李子晨满脸煞气，已经拿出了一把匕首，鹰隼般的眼眸死死地盯着自己。坏了，这家伙该不会以为是我故意派人去算计他儿子吧？李子晨当然有理由这样想，谁都知道他溺爱儿子到什么地步。李浩然有这个原力值，很大程度是他喂药找觉醒者老师强行打造出来的，被他当作继承人在培养。姚铁峰也有杀他的动机。姚铁峰知道自己必须要出面解释，打破现场诡异的安静。然而一声尖锐而饱含愤怒的质问骤然响彻整个夜空。他杀了少帮主，黑虎帮的人把我们算计了，给少帮主报仇。这声音饱含着愤怒，就好像杀的人不是少帮主，而是他爹一样，听得周围人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一时间生出种同仇敌忾的感觉。随后就看到一个身影率先扑了出来，一拳将还有些茫然的周阳扑倒在地。杀了他！操，算计我们，去你妈的！就是这么一个诡异的时间差，两个帮主没来得及发话，
刚才这句质问就好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里，直接就点燃了在场紫玄帮众人的愤怒，场面刹那间乱了起来。黑虎帮的帮众本来没什么，但看见对方几个砖头丢过来，各种污言秽语之下，也都一个个怒了。操，你们少帮主这么菜，还怪得着我们了？当老子怕你？两伙人轰然对撞，乱糟糟的打成一团。而一开始被萧晨扑倒的周阳，挨了重2拳之后，被推到乱草堆边，也没谁再注意他了。萧晨也没工夫管他，看到场间的乱斗，他眼里带着兴奋，自己的机会来了。然而萧晨刚想离开，却被一只布满血渍的手抓住。回头望去，周阳盯着他的眼睛，嘴唇翕动，却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终，萧晨挣脱开他的手，望着萧晨的背影，周阳轻轻说了声谢谢。场间已经开始有人死了，不过让萧晨心焦的是，居然没有一个绿色光团出现，就连李浩然的尸体旁边也没有。这不应该啊，李浩然的原力和我相差不多的样子。非但如此，这些帮派成员肯定比普通人战斗力强，他们的尸体多多少少应该给点吧。萧晨在人群中和一个敌对帮派的瘦子打得难解难分，其实他完全可以凭借原力爆发秒杀对手，但他就没法摸宝了。对面的瘦子估计也是战五渣的水准，没想到今天居然能有个人和自己旗鼓相当，打得红光满面。停，都赶紧停下来！一声狮子吼般的咆哮骤然响起，姚铁峰和李子晨同时开始制止战斗。萧晨本以为这种几百人混战的场面，他们想制止也得好半天功夫，然而就看见姚铁峰犹如人形推土机一样，整个人突然长高了半米多，本来就1.9米，现在直接逼近2.5米，两只铁桶一样的手臂直接就把面前的人抓鸡一样丢了开去。萧晨心里急了，这家伙绝对不是普通觉醒者，看着比刘振海战斗力都猛。萧晨已经在考虑自己该撤了，否则等会细查下来，他必然会露馅。就在这时，一道绿色光芒突然出现，来了！这正是从李浩然身体上冒出来的。萧晨边打边退，伸手一捞，便将其化作绿色晶体装入兜里。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是萧晨第一次亲眼看见晶体形成。他之前以为只要人死，瞬间光团就会出现呢，没想到中间还会相隔几秒。紧接着，之前死亡的几具尸体上依次冒出了大大小小的绿色光团，虽然比不上李浩然那一块，但也让萧晨的双眼快要放绿光了。他装作力有不逮，不断的逃窜，并将那7、8块光团依次化为晶体收了起来。差不多了。萧晨眼看着前面战斗的人已经被双方帮主强行叫停，他知道自己该走了。一直和萧晨对打的那个瘦子心里已经要乐开花了，他是黑虎帮战斗力的底层，没想到今天打的对方节节败退，一时间信心爆棚，嚷嚷道：别跑，再跟你爷爷大战！砰！瘦子直挺挺地昏了过去。萧晨揉揉拳头，悄然钻到了人群最外围，伏进了草丛之中。事实证明，萧晨不贪是对的，几乎在他进入草丛的几秒后，全场的战斗直接就停了下来。望着满地的鲜血，横七竖八的10几具尸体，姚铁峰和李子晨的脸色都十分难看。这本来是双方打默契的一场擂台赛，姚铁峰给李子晨面子，以后都多行点方便，谁曾想会闹成这样？是谁先动手的？没我命令，你们打什么？姚铁峰暴怒着扫视众人，看得手下一阵胆寒，随后突然想到，是他们先动手的呀。是了，李浩然被杀，不知道紫玄帮哪个杀千刀的喊了一句替少帮主报仇，结果就干起来了。子晨兄，今天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我绝没有算计你的意思，咱们可别被小人利用了。李子晨铁青着脸，眯起眼睛，他心痛归心痛，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也不傻，自然能看出来那个周阳就是被送出来的炮灰。如果儿子再认真一点，警惕一点，绝不会被他反杀。现在再和黑虎帮火拼，只会白白让其他势力捡了便宜。之前那句话是谁喊出来的？他眯起眼睛，声音冷得可怕。全场安静下来，不远处草丛里的萧晨却是动都不敢动一下。没有人记得吗？李子晨扫视着在场众人，他刚才并没有多想，但是姚铁峰的一句话点醒他了。没有命令，这帮人谁会当这个出头鸟？若说儿子在帮派里人缘有多好，就有人想给他报仇，李子晨自己都不信。这样一来，李子晨更加觉得自己可能是被人给算计了。帮主，我记得好像是个年轻人喊的。之前和萧晨交谈过的2个壮汉此刻有些畏缩，如果那小子真有古怪，他俩还和人家砍了半天，以大哥自居。你们认识？不太认识，说是新进帮派的，年纪不超过20岁。他们也就知道这一点细节，其他也问不出来什么。李子晨心里好像憋着一团火，儿子被人杀了，帮众又被人当枪使，他混迹江湖这么久，还没被人这么算计过。现在全体给我辨认，谁都不准动，把这个人揪出来。你们互相辨认，看看有没有生面孔。另外，老鬼，你带一些人到周围去搜一搜，如果真有人算计我
我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趴在草丛里的萧晨心中有些微沉，自己还是走得有些晚了呀。可是如果刚才早走，今晚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他伏在草地里，距离两个帮主不过50-60米的距离，他却不太敢轻举妄动。这两个帮主不愧是将成地下世界的两尊大佬，萧晨不知道他们的品级，但能感觉到他们的压迫力比刘振海以及林旭东教练都要强烈很多。这么下去不行，迟早会被抓到。人群之中有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从始至终好像没动过。他依靠在杂草堆上，突然他咳嗽了2声。寂静中，他的声音格外引人注意，众人都望了过去，看清楚他的面容之后，有些诧异。周阳居然还活着！李子晨眯起眼睛，从旁人手里拿了一把匕首，就朝着他走了过去。周阳咳嗽着，血沫从他肺里喷出来，他用眼角余光看了眼之前萧晨藏身的地方，而后把目光转移到了姚铁峰身上。帮主，这场擂台赛幸不辱命，我赢了，没给咱们帮丢脸。场面一时间冷了下来，姚铁峰眼皮跳了几下，有些意外地看着周阳。擂台赛生死不论，所以李子晨现在没有道理杀他，杀他就是赤裸裸的打黑虎帮的脸。这是周阳话里的第一重意思，而第二重意思是他周阳没给你姚帮主丢脸，你更应该罩着他，否则帮里的人该怎么想你？他此前是不被看好，当做炮灰，但不代表黑虎帮的人不喜欢赢，更何况赢的还是死对头的少帮主。周阳在这样绝境的战斗力都能反杀，加上此时此刻浑身浴血、不卑不亢的态度，已经在帮众心里树立了不错的形象。小家伙，不错，跟老子玩心眼了。姚铁峰嘿嘿笑了笑，却不生气。他之前把周阳当炮灰，纯粹是因为他犯了错，而且没什么价值，但现在他突然觉得这小子比自己想象中强了不少。李帮主，擂台赛损失我会补偿给你，但这小子是我的人，下了擂台总不能坏了规矩。姚铁峰站在了周阳的身前，李子晨阴冷的眸子盯在他身上。这两个将成地下世界的话事人似乎有开打的迹象。10几秒后，李子晨转过头，无声的挥挥手，声音里再不复初始时候和姚铁峰的熟络。不必了，姚帮主。姚铁峰看着他们潮水般退去，宽大粗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知道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这件事到底被算在自己头上。或许外人会觉得他姚铁峰有动机去杀紫旋帮的继承人，但实在来说，姚铁峰真的没有把李浩然放在眼里。一个强行用原石堆出来的绣花枕头，他姚铁峰已经是1级上品的战斗系觉醒者，哪有忌惮的道理？老大，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周围也找了，没有人影。李子晨听到了手下的汇报，心中更怒，远远地看了姚铁峰一眼，拂袖而去。浑身浴血的周阳极目远眺，整个人骤然像泄气了一样，失去了力量，倒在地上。姚铁峰瞥了他一眼，把这小子带回去，好好养着伤吧。养好了之后，阿郎，你在帮里找20个人，先跟着他。被叫做阿郎的人略显犹豫，在姚铁峰耳边道：老大，要不再观察一阵子，我怕这小子心里记恨。姚铁峰冷笑一声，他识相就为我所用，不识相我捏死他很容易。这话说得很大声，周阳自然也听到了，他只是疲惫地坐在那里，低着头隐藏着表情，但眼里尽是漠然，再不复之前的清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贫民窟 C 区，看着兜里的8块绿色晶体，萧晨长舒了一口气。省着点的话，足够穆小婉吃上半个月了。他将染血的外套脱掉烧毁，当踏入家门的时候，脸上已经换了一副很轻松的表情。哥，穆小婉如燕归巢般跑过来，上下打量着他。萧晨走的时候穿着黑衣，带着柴刀，他可是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干嘛一副慌张样子？我出去给你找吃的去了。萧晨将几块绿色晶体捧在手里，笑盈盈的，好像只是随手去超市采购了一样。穆小婉沉默了一下，跑到屋里，没多久就拿着一盒药膏出来，示意他坐下。萧晨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胳膊和脸上都蹭掉了几块皮。之前故作轻松的样子不攻自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良久，萧晨拍了拍穆小婉的脑瓜，轻声道：快了，等你哥成了觉醒者就好了。别人盯着的是战争学府，但萧晨现在最想要的其实是学校奖励那100万。吃饭吧。萧晨将一块晶体递给穆小婉，他自己则是在想，到底要不要吞服那颗补元丹。林旭东那番话是为他好，因为知道他很穷，补元丹是非常珍贵的资源，怕他吃了之后白白浪费了药力。但是萧晨还是决定吃下。他拿出那颗补元丹，正准备吞服的时候，一边突声，身侧刚刚服用了半颗绿色晶体的穆小婉发出一声轻微的哼鸣，而后原本棕黄色的秀发从发根开始被紫红蔓延，轻轻飘荡起来，双眸也变为了诡异的红色。小婉！萧晨先是惊了一下，随后立刻上前抱住了她。随着一股巨力传来，萧晨感觉双手一麻，险些被震开。这什么情况？
萧晨知道妹妹是可以切换到这种战斗状态的，上一次干掉2号，这就是他计划的最后一环。然而这一次异变太过于突然，肯定不是穆小婉主动去做的。萧晨第一时间去将门窗全部锁好，而后坐在旁边安静的等待着。5分钟过后，穆小婉的发色逐渐恢复正常。萧晨脸色缓和，想去扶她，因为以前穆小婉进入这个状态之后都是精疲力尽，但这一次却看见穆小婉脸色微红，气色相当之好。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吸收了这东西之后，身体控制不了。穆小婉也有些茫然，她的这副形态是2人之间绝对的秘密，一旦暴露就会迎来灭顶之灾，此刻居然不受控制，让她很慌。萧晨深吸一口气，联想到刚才穆小婉的力量，再看看桌上其他的晶体，轻声道：“你试着全力打我一拳。”穆小婉点点头，蹬地，拧腰，爆发于小拳头之上。砰！萧晨手掌与之相触，顿时发出一声闷哼，手掌心一阵剧痛。咔！他脚下的地砖被蹬出了一道裂纹。果然是这样。萧晨看着满脸惊讶的穆小婉，终于露出些许的笑意。绿色晶体不但能给自己增加元力，还能够让妹妹也跟着变强。它并不仅仅是一块食物而已，这无疑让穆小婉的安全得到更大的保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以后穆小婉在吞服绿色晶体的时候，需要找到隐蔽的地方才行。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穆小婉只是听萧晨简单一说，就已经猜测到了。此刻他小脸上也满是惊喜。我也不知道，你就当是我的觉醒技吧。不过这个要保密。觉醒技？你已经成觉醒者了吗？穆小婉惊喜道。萧晨摇摇头，笑着坐下。还不是，但我就是有了这种觉醒技，所以要你保密，或许这是爸爸的安排。萧晨并不想告诉穆小婉，这玩意是从尸体上提炼出来的，他好不容易才用3年的时间，让妹妹觉得自己不是怪物，而是和他一样的人类。任何可能让他多想的细节，他都不想触及。而且虽然萧晨觉得父亲萧俊没这么大本事给自己搞个天生的觉醒技，但记忆里自己身体不好，父亲确实给他吃了挺多自己配置的药。毕竟萧军在调查军团里就是医药系的觉醒者。在兄妹俩眼里，萧军虽然职位不高，但似乎面对任何困难都云淡风轻，总有轻松的办法解决问题。爸爸呀！虽然穆小婉只是养女，但萧俊是他记忆里除了萧晨之外对他最好的人了。安抚好穆小婉之后，萧晨回到自己的房间，将那颗补元丹拿了出来。50万啊！萧晨将补元丹吞了进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进入口中后便很快化开。几分钟之后，一道道热流开始在他身体里汇聚，萧晨能感受到自己的元力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疯长，脸色稍稍变化，他明白自己还是稍微低估了药力。胀痛从身体的每一寸角落传来，坚持了几分钟之后，萧晨仿佛听到了咔吧的一声，紧接着意识再度天旋地转。睁开眼睛，他便看见了熟悉的场景，那棵身体内的苍天古树。此时的古树要比之前显得更有生机了一些，根系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枯黄，反而显得有些绿意。一颗光球挂在枝桠上，让萧晨感到意外的是，眼前居然出现了一行小字：体魄104，元力100，精神99，觉醒技回气1/3。看来是我元力破100之后，身体又产生了变化。只是让他些许意外的是，自己不但能看见元力的具体数值，还有其他2项内容。之前林旭东只是说了，如果体质不行，是容纳不了更多元力的，也不知道精神关乎哪方面。这个1/3是不是说明我还能再吸收2个觉醒技？萧晨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今天都是绿色晶体，并没有红色的让他吸。恐怕只有从觉醒者尸体上提炼的，才能出红色晶体吧。就萧晨思考这一阵子，元力值再度上涨了1点，达到了101。而后萧晨就从内视之中退了出来，之前身体里那种胀痛也渐渐消失。萧晨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元力比此前上涨了一大截，如果体魄再强悍一些，应该能再涨涨，药力确实浪费了。萧晨说着，嘴角却满是笑意，成果已经比他想象中强了，突破了100元力，到时候参加测试自己施展一个回气术，说自己是觉醒者，应该是没谁会怀疑吧。校方奖励的100万，萧晨已经到手一半了。当然，萧晨清楚真正的觉醒并不是这样，而是元力值达到一定地步，身体发生蜕变，自然领悟。只是他也不太清楚自己这种怪异的情况到底能不能有那一步了。总之他决定到时候测试先把奖励领了，其他的以后再说。夜深人静，窗外传来蟋蟀的叫声，穆小婉已经在他身侧睡着了。7颗绿色晶体散落在桌子上，萧晨准备将它们放起来，自己这些天是不会再用了，等觉醒日之后再去弄一些。无论是出城猎杀变异兽的雇佣兵，还是危机四伏的地下黑拳台，
萧晨觉得都有机会弄到晶体，只是成为觉醒者之前，他没法冒这个险而已。萧晨拿起一块晶体，一段信息突兀地传入脑海中：葛洪峰，紫旋帮帮派成员，死亡时间2082年6月2日，死因遭敌对帮派成员割断颈部动脉，失血。这是……萧晨又拿起了其他的几块晶石，发现每一次触碰都会出现这样的信息。或许我还有当验尸官的潜质，虽然目前用不上。他摸了摸下巴，这个觉醒技越来越神秘古怪了。萧晨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告诉任何人。有了第一天的教训，在第二天比赛开始前，林旭东详细介绍了规则，自然将不能吃药放到了首位。让萧晨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林旭东还加了特殊的一条：不允许加持觉醒技能状态。有一些辅助性的觉醒者能够增强人的力量、速度，甚至削弱痛感。这一条规则显然是限制这些富贵学生的，毕竟确实有人能够请到那种觉醒者，提前给他们加持一下觉醒技能。千言万语规划成一句，只能用自己的体能和意志力去完赛。元力破百之后，萧晨其实并不执着于隐藏自己的觉醒技。如果林旭东没有说这条规则的话，他不介意再用回气给自己增添一颗补元丹。可惜漏洞被堵死了。当天，柳战军第一，姚娜第二，萧晨站稳第三。这一次谁都没觉得萧晨耍诈了，只是觉得他命好，趁着有漏洞的时候混了一颗补元丹，现在提升果然迅速。林旭东也明白萧晨并没有听进去自己的劝，不过他不会再去废话。在之后的3天，柳战军2次第一，姚娜1次。虽然没拿到补元丹，但萧晨混到了4颗增元丸。增元丸的药力没有那么强，按照林旭东的说法，只要自己的体魄跟得上，就可以服药。距离考试还有5天，林旭东的疯狂特训也终于结束了。看着台下累得宛如死狗的一干精英，林旭东也不由得有些得意。小样，管你以后多出血，当年还不是被我调教的服服帖帖。看着台上笑着的林旭东，学生们也是一阵不寒而栗。虽然只过了5天，但他们感觉每一天都是那么煎熬。如果你以为只是跑步就算了，有人还是会偷懒的。但林旭东从第2天开始就骑着摩托车跟在队伍后面，谁跑得慢就用仙人掌去扎他。有好几个学生现在看见他就屁股疼。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恨我，不过没事，以后你们会感谢我的。林旭东微笑着扫视一圈，目光定格在柳战军和姚娜、萧晨身上。他是退伍军人出身，1级中品的觉醒等级，见过不少长官家天赋艳艳的孩子。但即便是这样，这3个人也给他足够的震撼。尤其是柳战军和姚娜，林旭东没有和他们说补元丹的事情，因为他俩底子厚，3年来元力稳步增长，体魄也强。现在吃完了丹药之后，整个人都蕴藏着不弱的元力波动。可以说，只要契机到了，2人随时都有可能觉醒。之后的5天，众人刚刚才有所放松，此时听到他的话语，整个人都有些麻了。前5天就这样，后面不得更狠。后面几天大家就看看书、泡泡澡，也可以找个地方按摩，把身心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好。啥？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大魔头转性了吗？让你们耗尽元力和体能去跑步，除了激发极限，也是提高你们元力和身体的融合，能让你们的身体容纳更多元力。这是我们军人特有的一种锻炼法。等你们之中有些人上了战争学府，自然会有其他的方法。只是现在很多方法对你们来说危险，所以我也就没教。训练到今天就结束了，给你们留5天充足的休息时间，大家到时候也别吝啬原石了，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学生们不知所措，但另一方面心中也稍微有一点感伤。这标志着他们的高中时代彻底过去了。看看身边这帮3年里共同奋斗、竞争过的同学，无论曾经有什么过节，此时此刻突然都觉得彼此挺可爱的。林旭东看着这帮人的眼神，心中微微一叹。有时候他也羡慕这些学生。觉醒者有特权，很多法律都会因为他们加上特别条款。成了觉醒者，哪怕不是战斗系的，都有大型企业争破头。像江城下属的县城区域，一个1级上品的觉醒者去了，直接就是局级领导。但是觉醒者需要直面墙外的变异兽以及感染者，一旦兽潮来袭，变异兽攻城，他们必须顶在前面。他算是幸运的，活着退役，有多少兄弟惨死在变异兽手里。不过这些东西他不打算现在说，让这些学生享受一下校园最后的温情吧。辛苦各位，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年的报考情况吧。校长李建业其实一直在暗中关注着这帮人的训练情况，此时也走了出来。在场各位都是要朝着战争学府冲刺的。众所周知，我们大夏目前有32所战争学府，去年录取线是95点元力值，我估计今年最高不会超过97，不到95的也别灰心。如果你们文化课考得足够好，也可以降低标准。提起战争学府，
众人都流露出向往的神色。在江城，认识一个觉醒者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但如果去了战争学府，你的同学、朋友圈子里可不缺觉醒者。我代表学校宣布，除了之前所说的测试日元力值破100的有奖金，考上战争学府的每人10万。另外还有4大顶级战争学府：魔都、地京、岭南、北莽。如果能考上这4个，追加100万。有几个家里条件一般的学生听了这话，眼睛都直了。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心里有数的。4大顶级谈何容易？他们的录取线高到令人发指。如果没有觉醒，那要147点元力值，即使是觉醒者也得达到120以上。说白了，4大顶级学府要的就是绝对的天才。每年在全国加一起录取的也不过2000多人而已。半小时后，李建业和林旭东发完奖励单完便离开了。同学们，今天我做东，一起来吃个饭吧。梁洪涛开始邀请众人，有不少学生都是欣然应邀。看着远处的萧晨、姚娜等人，梁洪涛眉头微皱。嘉玲，要不你去邀请萧晨？他？任嘉玲看了一眼，摇摇头。萧晨确实很有天赋，在精英班已经坐稳了第3的位置，但他也想通了，考不上4大，在这个小圈子里算不错，但到了学府，有的是人比他萧晨强。任嘉玲虽然喜欢广交好友，但也不愿意委屈自己。行，那算了。从商人的角度，梁洪涛挺想和萧晨缓和一下关系的，不过和任嘉玲想的一样，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柳占军、萧晨、姚娜，你们3个等一下，有人要见你们。临走，萧晨却被叫住了。好事，江城商盟的人，校长给你们拉了点赞助。林旭东笑呵呵道，眼里满是羡慕。江城虽然地方不大，但是江城商盟却是拿得出手的势力。江城里几个大的企业联手组建，涉及了江城内大大小小的物资供应、娱乐、地产等买卖。也只有每个学校最顶尖的几个学生，值得他们提前投资。几人来到校长室，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和善地站了起来。这几位就是咱们一中的天才学员了吧？我是江城商盟的苏雨。苏雨看着40多岁，但和萧晨想象中商人的形象不一样。他虽然穿着西装，但太阳穴鼓起，不经意间能看见手掌粗糙，骨节粗大，反而像一个武夫。不过萧晨没有多想，毕竟这个时代没有点武力傍身，干什么都不方便。姚娜和柳占军也都不是拘谨的人，礼貌应对。苏雨提供了每人价值20万的原石，还有1颗增援丹。双方都知道，这点东西想收买他们不可能，只是留个好印象，未来要真有事，还得谈新的价码。况且现在天才也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是强大的觉醒者，对于江城商盟来说，旗下1级觉醒者应该是不缺的。好，也不耽误大家时间，希望未来几位能让江城和学校为你们骄傲。苏雨很自然地和3人握手，在握住萧晨手的时候，还格外多停留了一会儿，一脸肯定。这位就是萧晨同学吧？我也听说了你的事迹，祝你好运。在他松开手的刹那，萧晨只觉得一股异样的能量，好像停留在了自己的身体里。这股能量非常隐晦，如果不是萧晨元力破100，他甚至觉得自己都无法察觉这股能量。搞什么？虽然感知到了异样，但萧晨只是刹那间就恢复正常，微笑着收回手，冲着他点了点头。从校长室离开之后，萧晨直接就钻到了厕所里面，脸色有些难看。怪不得这家伙和自己握手的时候还故意多说几句，就多这么几秒钟，让他做了个手脚。进入内室，萧晨再度看见了熟悉的苍天古树。此时一道浅灰色的光芒附着在古树上，萧晨心念一动，元力奔涌，朝着那团能量包裹过去。他有一种感觉，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消耗元力把这道印记给融掉。但萧晨停了下来，对方这种手段肯定是觉醒者，如果自己消灭了印记，他肯定能察觉得到。我应该和江城商盟没有任何往来，苏雨这是想干什么？思来想去，萧晨只能求助一个人，执法局刘振海。萧晨打电话过去，可惜的是电话那头一直是忙音，看来只能碰碰运气了。江城的觉醒者，他只认识2个人，一个刘振海，一个林旭东。但林旭东只是学校请来当教官的，他还真不确定对方愿意帮忙。2分钟后，萧晨在操场找到了骑着摩托准备离开的林旭东。听闻萧晨的来意之后，看着满脸认真的青年，林旭东有些哭笑不得。萧晨，你是不是感觉错了？人家江城商盟图你什么？给你留印记？图你的增援丸吗？说实在的，林旭东觉得萧晨有些想多了。江城商盟愿意过来，只是看中了他们未来的潜力而已，这些属于为以后投资，每年他们都会去做。别说你还没成为觉醒者，哪怕你已经是了，人家也不会太在乎你啊。萧晨知道林旭东大概率不会相信，如果不是内视看到了印记，他自己也不会信。林老师，是我多想也好，是真的也罢，
我也不求您别的，跟我一起回家，我把妹妹接过来。之后的几天，在测试日之前，我都会住在学校里。这些增援丸、原石，我可以一分不要，当做酬劳。林旭东本意是劝萧晨安心，但萧晨连这种话都放出来了，让他知道这孩子自己是劝不动的。你小子，这话说的像我是跟你谈条件一样。林旭东瞪了萧晨一眼，他倒不是不愿意帮萧晨，只是觉得萧晨的担忧完全没必要而已。行吧，既然你坚持，那我和你回去一趟吧。另外，你小子以后别跟我玩激将这一套啊。林旭东略带不满，本以为这几天和这帮学生混得算挺熟，事实上和其他人还真这样，但他感觉萧晨身上好像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那就谢谢老师了。萧晨松了口气，感激地看了眼林旭东。另外，请老师按照我的安排去做吧。林旭东耐心听着，脸色是越来越黑。你大爷的，这小子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吗？跟他回家，但要暗中陪同，不要被人发现，免得对方不敢露面。如果对方真的露面，让自己第一时间出手驰援，不要让人跑了。你这说的，搞得像人家真的要害你一样。林旭东都听笑了，不得不说，萧晨做的安排还真的比较周密。可是看着这么一个学校都没出的小青年，在这里搞得像谍战一样，计划着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有种忍俊不禁的感觉。老师记清楚，我就放心了。萧晨深吸一口气，心情也放松了不少。在刚才，他也有所思考。精神标记这种觉醒技，在教科书里是有科普过的。觉醒技千奇百怪，但主要还是分为战斗系、辅助系和生活系。精神标记属于辅助型觉醒技，可以检测被标记者的位置信息。萧晨的住址其实根本不是秘密，随便在校园档案里就能找到。在假定对方就是怀有恶意的前提下，对方下了标记，显然是不想在萧晨家里动手。看着旁边等候的林旭东，萧晨整理好包裹，两人顺着浅灰色的阴云先后离开校园，天空中好像被墨汁染过。不久后，蒙蒙细雨让整个城市布上一层水雾。江城执法局外，一排黑色豪华轿跑停靠，几十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统一的黑西装，打着笔直的黑伞，目不斜视地站在街道两侧。直到一个身材彪悍壮硕的男子推开门，助手递过一支雪茄。那个男人抽了一口，朝着下面挥挥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哟，都说刘队长雷厉风行，办事利落，可我以前也没想过他会使些损害集体形象的小手段。亏当初刘队长说的那么信誓旦旦，谁能想到所谓的证据是伪证呢？雨伞之下，刘振海身侧站着一众执法局成员，他们对面说话的正是区长沈龙家。不过此时沈龙家并没有和刘振海讲话，而是对着刘振海旁边的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执法局局长李正涛。沈区长说的是，振海也是急于破案，毕竟涉及感染无小事，但他这次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了。沈区长放心，我肯定让他给郑先生一个满意的答复。听到老局长这么说，刘振海的头更低了一些，他的眼里都是血丝，不光是这些天勾心斗角的疲惫，还有他从未看见过这位沉默坚韧、铁血无私的老局长用这种姿态说话，面对的还是比他年轻许多的年轻干部。沈龙家得到这样的答复，显然并不算满意，他略微皱眉看了眼刘振海，眼神里是抹不去的讽刺。5天前，刘振海信心满满的当着他的面带走郑天豪，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只能说风水轮流转。刘振海低估了郑天豪，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郑天豪手腕这么多，不但要给郑老板一个答复，还得给广大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的话，好端端坐在家里被人没理由带走，说不过去啊。沈龙家略带不满地说着，他对面李正涛沉默半晌，刘振海咬咬牙站了出来。振海，你回去，犯了错还想说什么话？李正涛骤然严厉起来，刘振海脚下一顿，看着这位平日里不言不语的老局长，最终还是退了回去。貌似在呵斥，但刘振海知道局长是想保他。今天起，你停薪离队半年，由楚红秀担任队长一职。李局，这……刘振海身侧的几个队员此时都微微色变。刘振海正处于事业攀升期，其他几个队长和他完全没有可比性，本来上面还有一个副局的位置，这半年过去，怕是没指望了。是。刘振海前踏一步，略微低头，随后大手一挥，旗下8人瞬间闭口不言。沈龙家看着这些人令行禁止的姿态，心中也略带一丝寒意。他很清楚，让这样一个雷厉风行又不好打点的人上去有多危险。老局长为民着想，顾全大局，那是最好不过了。沈龙家还以礼貌微笑，缓步走开。雨渐渐下大了，执法局众人看着众星捧月般离去的豪华车队，逐渐淹没在浓稠的水雾中，脸上写着不甘。李局，刘振海看着面前的老局长，声音里带着惭愧。他和老局长关系比较平淡，因为他们曾经有不少分歧，
刘振海还以为李正涛就是那种左右逢源，在江城混日子的老派作风领导，但这一次自己犯下大错，证据链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更别提后续推断，他都以为自己要离开执法局了。没想到即将退休的李正涛设下面子，在一干领导之中力保他刘振海，他才能混个停薪离队。认错的话就别多讲了，振海，我们走走。李正涛也有些疲惫，刘振海为他撑着伞，两人走在水雾缭绕的执法局门口。两人走出好远，彼此都没有发话。看看这江城现在多好啊，看着周围鳞次栉比的建筑，还有傍晚闪烁的灯光，在屋檐下躲雨，吃着路边摊的年轻人，李正涛突然感慨了一声。刘振海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只是默默倾听。以前可不是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世界上变异兽刚出现不到10年，觉醒者也不多，到处都在死人，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觉醒者渐渐多了，但那时候大家都追求快速突破，国家也急需高等级的觉醒者，于是感染者出现，而且大规模的扩增。当时大家都懵了，谁也想不到昔日抗击变异兽的英雄会转而吞噬自己的同胞。就这样，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又因为感染者的出现再次乱成一锅粥。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候死的，杀死他的还是他昔日的战友，后来的感染者。刘振海知道这段被称为黑暗纪元的历史和变异日一样，都被写在教科书上，让人们从小就对变异和感染产生足够的警惕。但他不是亲历者，此时听李正涛讲述，只觉得胸口像被堵上了一块大石。你说我要去痛恨感染者吗？他们都是最想要报效国家的觉醒者，经历了几年，逐渐找到感染原理，虽然还有零星的感染者，但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我不痛恨感染者，但我痛恨那些利用感染者牟利的人。李正涛的眼里带上了些许的杀气，这是刘振海第一次看到老局长这副模样。我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比较中庸，也别急着否认，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对手是一帮把道德和良心吞进肚子里的人，他们的心够狠，手段够毒。如果你没有一刀毙命的本事，就先不要去急着招惹他们。我已经老了，这个位子最终还是要交给年轻人的。振海，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儿放弃。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你需要的就是足够的耐心。看着李正涛灼灼的目光，刘振海一时间有些恍惚，这算是交心了。他之前以为李正涛只是想安抚一下自己，外带着些警告，怎能想到他原来对自己给予这么大的厚望。看着李正涛伸出的手掌，他握了上去。送李正涛上车之后，刘振海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却发现手下一个都没走，都等你发号施令呢。刘振海笑了，离不离职好像影响不大。一帮混蛋小子，他笑骂了一句。众人围坐在桌旁，刘振海拿出手机，却看见了一个未接来电。萧晨。豪华车队在雨幕中穿梭，坐在头车里的郑天豪抽着雪茄，享受着身侧美女的细心服务。他的对面坐着2个中年男子，这2个人萧晨都见过，一个是郑天豪的手下觉醒者张璇，另外一个却是今天来学校看过他的苏雨。都清理干净了吧？在审讯室里待了几天，郑天豪也显得稍微有些疲惫，但一想到那个自信满满的男人不可置信的样子，他就不由微笑起来。豪哥，都处理好了，死了几个人，有2个目击者也被清除掉了。张璇一只眼睛蒙着纱布，看起来受了些伤。苏老弟，你那边呢？苏雨仍然穿着今天那身西装，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点头道：已经标记上了，他的位置随时在我脑海里，那小子没有察觉，不过情况和了解到的有些出入。他是校园里的天才学员之一，很受重视，所以暂时我们还没动手。郑天豪点点头，吐了口烟圈。这回被刘振海突击抓捕，一开始他也有点慌，不过好在的是，他早就为今天做好了准备，布置的那些后手全都派上了用场。现在想想，当初让张璇去询问萧晨是一个失误，萧晨肯定是在那之后感觉到了危险，才去找刘振海帮忙，从而让刘振海顺藤摸瓜挖到了些证据的。今天就清理掉他吧。校园天才虽然宝贵，但只属于苗子，可测试日之后，一旦被那些战争学府看好，动手就没那么方便了。贫民窟 C 区，萧晨家不远处的一个破旧的钟楼上，林旭东抽着烟，目光不时地瞟向那座小房子。想到自己此刻鬼鬼祟祟的样子，他不禁失笑摇头。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居然也跟着当真的一样了。也是这孩子吃了太多苦吧。林旭东看见萧晨家之后，心里就已经有些理解了。带这个妹妹在这样充斥着犯罪和暴力的街区活下来，供养2个人，还要完成学业和修炼，如果没有那种警惕和防备，恐怕她活不下来。房间之中，萧晨和穆小婉手脚麻利地收拾着行李。多年以来，穆小婉已经习惯了，不需要萧晨多说什么，自己跟着去做就好。10分钟后，看着身材瘦弱娇小，身上却挂满了大包小裹，一言不发的穆小婉，萧晨先是想笑，而后摸了摸她的小脑瓜。快了。
觉醒日一过，100万到手，他们很快就能过上更舒服一点的生活。哥，我们走吧。穆小婉牵起他的手，笑容甜美。走。萧晨检查了一番，其实只住5天的话，他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但这个印记的问题没解决之前，他还不打算回来。就在这时，萧晨想起来，除了随身带的绿色晶石之外，电视柜里面还有一块。随身这些是那天趁着帮派乱斗，他浑水摸鱼得到的。穆小婉用得很节省，现在还剩4块。而电视柜里那块是此前陪刘振海探案，在贫民窟深处那栋豪宅门口发现的。当时他只顾着吸收了红色晶体，这一块一直没用，打算留给穆新婉当储备粮的。结果后续这一块就一直存放在那里，他也差点给忘了。萧晨放下行李，伸手将那块已经蒙上微尘的晶石拿在手里。刘鹏，一个身为觉醒者却爱做贼的倒霉蛋，被另一个身为觉醒者却喜欢住贫民窟的奇葩杀死在家门口。死者信息同步出现在了脑海之中。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萧晨愣了一下，随后瞳孔骤然收缩。刘鹏被房主杀死在家门口。萧晨手里的晶体差点掉落在地上，这情况完全不对。信息在脑海里交杂，萧晨以最快的速度梳理出事情的头绪。这个晶石他一直以为是那个房主的，也就是郑天豪名单上写着拒绝的那人。他们正是以此为推断，拒绝郑天豪的人全部被他干掉了。刘振海也凭借这个和那份名单把郑天豪强行拘捕。可是今天拿到晶体，萧晨才知道，原来他当初和刘振海的猜测完全就是错的。这个拒绝了郑天豪的人根本就没死。刘振海麻烦了。萧晨深吸了几口气，之前的事情他本以为都过去了，然而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想简单了。如果推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后面还怎么查？他突然又想到，今天晚上回来之前给刘振海打过电话，可对面一直是忙音。走吧。看见萧晨出门，外面的林旭东打了个呵欠，看了眼手表，已经晚上7点半了。等他考上战争学府，高低得让这小子请几顿大餐。林旭东拍拍手上的灰尘，准备从钟楼上跳下来。不过正当他有所动作的时候，视线的远方出现了2道蒙着面的身影。小偷营业。林旭东没有多想，如果真是小偷，他顺手抓了就是。不过紧接着他就不这么想了。这2人的身手非常敏捷，匕首已经在手里攥着，而且看他们的路线，分明就是朝着萧晨的位置合围过去的。林旭东脸色刹那间就变了，这不会是被那小子给说中了吧？我去你妈的！他狠狠掐灭手里的烟，也顾不上会不会弄脏衣服，直接从钟楼上蹦了下去。而后林旭东的表情逐渐狰狞，随手拎了路边的板砖，开足马力朝那边狂奔了过去。夜很深，刚下完雨，贫民窟的路变得很泥泞，雾气让视线无法穿过太远。走过拐角，萧晨和穆小婉同时看到了那里站着的一个黑衣男子。他毫不掩饰地把玩着手里的刀，面罩之上只露出一双带着冰冷杀意的眸子。小家伙，该上路了。萧晨感受到妹妹的手骤然握紧，眸子里血丝在蔓延。不急，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让穆新婉有暴露的风险。哦，不急。那个黑衣人头微微一歪，似乎对萧晨的话语有些好奇。紧接着风声呼啸，一块红色的板砖发出破空的声音，砸在了他刚才站着的地方。黑衣男子眯起眼睛，看了面前的萧晨，又看看左手边胡同里高速奔驰而来的林旭东，眼里多了许多错愕。这小子搬救兵也不至于这么快吧？看见这人如此容易躲掉了自己的板砖，林旭东也有些意外。他明白眼前这家伙必然也是个觉醒者。我想简单了。亏他把萧晨那番话当成了戏言，人家说的不但很准，而且对面居然来的是觉醒者。萧晨刚想松口气，却听见林旭东暴喝一声：快走，他们还有一个。对方是合围过来的，如果萧晨逃得快，还来得及跑出去。他不清楚另外一个人的实力，如果也是觉醒者，那他根本保不下萧晨。走！萧晨拉着穆小婉远离2人的战场。另外一边，林旭东和那黑衣人已经交上手了。林旭东原力勃发，整个人速度陡增，拳头宛如狂风暴雨一般崩了出去。而那个黑衣人迟疑半晌，也是激发了原力，但外表看不出什么区别。林旭东的速度要比他快上许多，拳头都狠狠砸在他身上。虽然把黑衣男子打得连连后退，但林旭东也震得手臂发麻。我最烦你们这种身体强化型觉醒者。最让林旭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对自己的战力很有信心，过上招就知道自己能赢。他想的是自己赶紧拿下，然后去找萧晨。可是现在这个对手却是那种最能磨的沙包。在墙外，这种觉醒者很受欢迎，往往冲上去扛住异化受伤害的就是他们。跑了几步，萧晨就放慢了速度。林旭东让他跑是因为情况紧急，但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自己身体里有印记。
无论自己跑到哪里，对方都能找到他。而现在，如果内视去磨灭这个印记，会耗费掉他海量的元力，等会那可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他看了一眼还在跟着自己奔跑的穆小婉，突然停了下来。现在的指望就是林旭东能解决对手，而自己成功拖到林旭东支援，或者自己杀掉追击者。怎么不跑了？巷口处，另外一个黑衣男子走了出来，只露出一双冰冷的眸子。只是杀一个少年，他本想自己来就够了，谁想到老板非得安排一个觉醒者跟着。不过现在想来，如果不是老板安排的觉醒者，恐怕自己就栽了。后怕的同时，他也觉得幸运，最后干掉目标的还会是自己。萧晨突然望向了穆小婉，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和恐惧。小婉，不要管我，你快走吧，然后去报警。哥，我不走。穆小婉倔强的摇头。听话。萧晨好像非常生气的呵斥，穆小婉才带着不情愿，三步一回头，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而后，萧晨拎起了随手从家里拿的柴刀，做出了拼命的姿态，警惕地望向黑衣人，准备搏命给妹妹争取时间嘛，真是感人。可惜今天你们都会死。黑衣人倒提匕首，加速冲了过去。虽然他不是觉醒者，但元力已经突破了150。很多初步觉醒的人在元力方面都不如他，他更是以普通人的身份猎杀过真正的觉醒者，因此他并不忌惮这个据说是校园天才的年轻人。匕首快如一刀电光，即使是萧晨目前105的元力，仍然有些看不清。不过萧晨也不需要看清楚，因为砰！黑衣人手上一阵轻微痛楚，柴刀砸在他身上，眼前的萧晨居然把手里唯一的武器当头之物，砸了他一下，然后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拔腿就跑。这黑衣人懵逼了一瞬间，你那副搏命的样子，整得我还挺感动，感情是在这装呢。他开始追杀，虽然会跑出去越来越远，但他也更加放心。刚才他先发现了林旭东，才过来追的萧晨，那家伙一看就不好惹。现在跑远了，刚好防止那家伙赢了自己同伴，再过来把自己解决了。黑衣男子对自己的元力值向来有信心，一般人无法觉醒，元力到100出头就顶天了，他却足足有150，身体素质自然也是相当强悍。可他却发现萧晨居然跑得比自己慢不了多少。一边跑，萧晨紧张的心情此时也大幅度缓解了下来。看来这人并不是觉醒者，或者是很弱的那种。目前为止，萧晨见过的觉醒者就林旭东、刘振海，还有紫玄帮和黑虎帮的帮主，根本都不用交手，萧晨就知道他们对付自己不要太容易。眼前这家伙跟那些人相比，真的弱了不少。萧晨眼中无悲无喜，但却做出了呼吸急促、慌不择路的样子，一个狡猾摔进了条黑布隆冬、被3面黑墙围住的巷子。这巷子杂草丛生，堆着不少杂物垃圾，属于 C 区边缘无人的角落。萧晨爬起来之后，赶紧站起来想要逃出去，黑衣男子已经站在了胡同口，堵住了他的去路。心中一片平静，脸上却布满了绝望。萧晨随手捡起一块碎裂的瓦片，哆哆嗦嗦道：“你们是谁？到底为什么要杀我？”黑衣人并没有再废话一句，提着匕首就走了过去。这一次，他避开了萧晨不断丢过来的瓦片和碎石，把萧晨逼到了墙角，一刀捅了过去。结束了。他切实地感受到了刀子扎入肉里那种奇妙的声音，鲜血迸射，有些温热。但是他又很奇怪，这一刀怎么感觉这么简单，不像是自己刺上去的，反而有点像是萧晨主动迎上来的一样。他疑惑地望去，月光洒在大地上，萧晨抬起了头，那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眸里满是狰狞与疯狂。看着这个眼神，不知道为何，黑衣男子心中升腾起一种异样的恐惧。觉醒技回气，萧晨体内涌出额外的力量。黑衣人想抽出刀，但眼前被重伤的青年仿佛回光返照了一样，双臂犹如铁箍，狠狠地将他的胳膊钳住，指甲甚至嵌入了他的肉里。黑衣人有些恼怒，刚想一拳砸向萧晨的脑袋，却觉得身后好像有非常轻微的脚步声，他不经意地回过头，眼前的一幕却让他陷入了无与伦比的恐惧之中。这是什么东西？血线飙起，这一次却不是萧晨的。钻心的剧痛袭来，黑衣男人几乎是凭借着本能躲避了身后致命的一刀。刀锋在他脖子上划过，鲜血飞洒，他的本能其实是反击，但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都冰冷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身后在月色的掩映下，一个头发紫红如血、寒冷眼眸闪烁妖异光芒的娇小身影，手持一把利刃，带着冰寒的杀意站在那里。他的额角和脸颊上都生出3道淡淡的紫红血线，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邪魅的气息。这不是觉醒者，元力的气息，黑衣人再敏感不过。看到女孩嘴角2颗尖尖的小虎牙，他瞬间明白了，这是感染者。这小子身边藏了一个感染者。通过身上的服装，他更是认清楚，这不正是萧晨的妹妹吗？急速的失血让他脑袋发昏，
但恐惧已经填满了他的心田。他挣扎着推开萧晨，捂着自己的伤口，想要跳到房顶，逃离这个地方。他没有和穆小婉交手，因为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对感染者的恐惧，仿佛印刻在基因里了一样。在他重伤的此刻，他只想逃，留下他。萧晨捂着冒血的伤口，靠在墙边，视线也有些模糊。穆小婉仍旧面无表情，身体倏然一动，便追击了过去。他的利刃不断在黑衣人身上留下伤口，可惜那人已经完全顾不得别的，只想跑路。虽然被重创，但高原力带来的身体强化还在。眼看着他要成功跃上屋顶，穆星婉妖艳的眸子里也透出些许的焦急。一股奇妙的感觉涌上全身，看着空气中飘扬的血液，穆小婉突然觉得自己体内好像多了某种异能。他刚巧捉住黑衣人的胳膊，血线顺着脖子的伤口从他的胳膊触碰到了穆小婉的小手。嗡！本能一般，穆小婉发动了他刚刚领悟的手段，鲜血好像汇聚成了小溪，他的手就像一个水泵，黑衣人的鲜血好像决堤了一样，从他脖子上的伤口滚滚而下。一道道血液化为了点点红芒，被穆小婉净化为能量，涌入了他的体内。感染！黑衣人的眼眸渐渐涣散，身体五谷般坠落下来，倒在杂草和垃圾之中。嗨嗨！萧晨看到这一幕，悬着的心总算安定了下来。穆小婉头发的颜色渐渐褪去，又变成了那副营养不良少女的模样，只是现在她脸上噙满了泪水。哥，你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他跑过来，用纤细瘦小的胳膊将萧晨扶了起来。任谁也无法将他和刚才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魅影联系在一起。我没事儿。萧晨拿出纱布将伤口包扎好，吞下了一颗增援丸，体内的力气恢复了一些。他看着焦急的穆小婉，沉思起来。怎么了？穆星婉有些茫然，他看着萧晨的眼神突然有些不安。变身之后的记忆是不会抹去的，只会让他那一刻的性格有所改变。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把一个人的血吸干了。哥，所以我确实是感染者对吧？他低下头，虽然萧晨一直以来对他灌输的概念都不是这样，萧晨总是说他和别人一样都是正常人，不然肯定会畏惧阳光，也会控制不住想吃人。但越长大，他就越懂得自己和正常人终归不一样的。你见过感染者会觉醒的吗？萧晨一句话把穆小婉问住了。觉醒？没错，你刚才那一招就是觉醒技。没想到啊，我妹妹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这么早就觉醒了。是不是早就觉醒了，但藏着不告诉我？看到萧晨眼里的欣慰和自豪，穆小婉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哪有，我也是心里着急，突然就会用了。没错，这就是觉醒啊。看到萧晨一脸肯定的样子，穆小婉也有些拿不准他是不是在安慰自己了。好了，纠结这些干嘛？扶我过去吧。萧晨摸摸穆小婉的头，穆小婉嘿嘿傻笑起来。以往很少被萧晨这样夸奖，第一次这样让他有些晕乎乎的。绿色晶体缓缓浮现，萧晨走过去捡了起来。段旭距离觉醒只差一丝丝的顶尖杀手，失血过多而死，且死于一个12岁小女孩手里。他心里埋藏着巨大的秘密，可惜他没有机会说出去了。死者信息出现在脑海里，血腥味儿。贫民窟入口处，刘振海带着楚红秀正赶往萧晨家。刚才他给萧晨打了电话，但显示无法接通。他知道一般的小事萧晨是不会联系自己的，现在又无法接通，他就决定亲自来看看。没想到刚到这里，他和楚红秀就发现了异常，顺着声音寻找，却看见林旭东脚下躺着一个关节都扭曲了的黑衣男子。东子，你怎么在这儿？这家伙谁啊？振海。林旭东现任江城武警支队武术教官，因为工作和刘振海认识，两人关系还不错。此时看见刘振海，他顿时一喜。你认识萧晨对吧？赶快顺着这个方向找他，有人要杀他。来不及和你解释了，他们来了2个人，另外一个即便不是觉醒者，也差不了多少，晚点就等着给他收尸吧。林旭东此前和那个黑衣人打了个照面，还想留住他，没想到那家伙速度飞快，再加上有一个觉醒者牵制，他就失败了。好，刘振海压下心头的焦急，拉着楚红秀就准备顺着他指的方向去寻找。被林旭东打趴下的黑衣人，双手被绑在身后，闻言只是冷笑了一声。从战斗到现在已经过去10分钟，如果那家伙还杀不死萧晨，真的可以一头撞死了。刚准备走，楚红秀却愣住了，指着那个方向，红唇微起。你们看。巷口里，一个浑身染血的青年拉着小姑娘的手，缓缓走了过来。他的手里还提着一颗人头。萧晨，这怎么可能？躺在地上的黑衣人浑身一抖，望向萧晨的目光充斥着震惊和不解。段旭的实力，他很清楚，他可是暗杀过真正觉醒者的人。这小子不是还在上学吗？他居然把段旭给杀了！好小子！林旭东神色也是微变，他明白自己之前根本就没看懂这个学生。他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种敏感、缺乏见识的孩子，
而是一个心思机敏、手腕狠辣的男人。萧晨，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楚红秀率先跑了过来，看着两人狼狈的样子，一阵心疼。不急，刘哥，我先问你个事儿，苏雨这个人你认识吗？他和郑天豪关系怎么样？他们应该很熟，都是江城商盟的人。萧晨，先别说这些，你先去医院吧。苏雨，郑天豪。萧晨微微一笑，看来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这怎么和郑天豪扯上关系了？林旭东是不清楚萧晨和刘振海联手的事情，此时他处于一种比较懵逼的状态。我真没想到这件事会对你造成这么大影响。萧晨，别说了，先去医院吧。刘振海也很自责，收起了平日嘻嘻哈哈的样子。在他看来，萧晨完全是趟浑水了，是自己把他牵扯到这漩涡里来的。我还挺得住，郑天豪这件事你应该失败了吧？这次楚红秀和刘振海都吃了一惊，事情刚刚发生没多久，消息不可能传到萧晨这里，他又怎么可能知道？看到两人的表情，萧晨就明白自己猜对了。你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憋死我了！林旭东感觉自己就像个第三者一样，啥也听不懂，此刻满脸幽怨地瞪着刘振海。刘振海迟疑半晌，萧晨靠在地上，楚红秀帮他清理包扎伤口，他冲着刘振海略微点头。几人把那黑衣人绑起来，打晕之后扔在旁边废弃的房子里。还是之前 C 区感染者的案子，我和萧晨一起查到郑天豪有很大嫌疑，我顶着压力把他抓了，而且还专门申请了土真丹，结果失败了。土真丹？看见萧晨眼里的疑惑，楚红秀轻声道：3级以上心灵系觉醒者配合药师炼制的一种管制药品，吃了之后半小时内不会说谎。林旭东在旁边听着，脸色微变。这玩意都用上了，刘振海做事还真特么不留余地。郑天豪不是一般人，你用上了这东西，就得把案子办死。现在听他这么说，案子失败了，那刘振海耸耸肩，没错，我目前停薪离队，半年不能办案。不过这不是重点，我真没想到郑天豪这小子准备的那么周全，他居然能请到3级觉醒者，为他大脑制作了一道精神屏障。土真丸的药力根本破不开这一层屏障，而且本来我用这东西其实已经违规了。另外一条线索，也就是那份血液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也懵了，居然不是名单上那个人。当初萧晨发现了晶体之后，两人一起发现了化尸水和渗进土壤里的血水，他们满心以为这绝对就是名单上拒绝了郑天豪的觉醒者张宁汉被杀死在这里。我一开始以为鉴定错了，没想到张宁汉本人亲自出现了，这下我也傻眼了。本来就有些违规办案，我们老局长帮我顶了很大压力，现在各种证据都断了，郑天豪已经在今天下午被释放。林旭东有些同情地看了刘振海一眼，他知道这兄弟是个不怕事的主，也正是因此他俩当初才比较对脾气，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郑天豪不至于吧？他那么有钱，掺和感染者的事情干嘛？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还有萧晨，你说问苏雨，难道你认为是郑天豪让苏雨给你下的精神印记？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别人。萧晨平静道，事情和他想的差不多，只是没想到还有土真丸和精神屏障这种东西。他越发觉得觉醒者的能耐比自己想象中大了太多。刚好抓了个人，还是觉醒者，他知道的东西应该不少。如果你还有吐真丸，我想看看你审问再走。林旭东看了萧晨一眼，心中微叹。好，你小子能挺住，就留一会儿。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刘振海由衷地道。经过这几次打交道，他已经没再把萧晨当小孩子，而是当做一个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得力助手。滚起来，老子知道你没死。他走过去，几脚把那黑衣人踹翻，而后撕开了他的面罩，一张颇为老迈的面孔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哟呵，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当杀手呢，真敬业啊！郑天豪给你多少钱啊？黑衣人喘着粗气，目光却死盯着萧晨。他真是万万想不到，出动这种阵容，居然没杀了萧晨，反而被活捉了。郑天豪，谁啊？我不认识。他知道自己即使不说，意图杀人的罪名是跑不掉了，但他清楚，如果自己说了，郑天豪必然会弄死他和他的家人。行，嘴硬是吧？看见刘振海活动手腕，张天宝的眼皮微微一跳，随后咬着牙道：怎么，执法人员要逼供？那不会，不过好在的是，这次老子下了血本的，申请了10颗这玩意，没想到之前只用了1颗，送你了。趁着张天宝不注意，刘振海瞬间将他下颌骨两侧的肌肉捏住，直接将药丸丢了进去。张天宝脸色阴晴不定，猛地想要吐出来，可惜已经吞入了腹中。你给我吃了什么？我要告你！现在知道要用法律了。晚了，你骨头不是硬吗？我看你说不说。红秀，你来问。他已经没了执法权，但楚红秀审问也是一样的。是不是郑天豪让你来杀萧晨的？又或者派你来的人是不是听命于郑天豪？刘振海拿出了录音笔，
似笑非笑地看着张天宝。林旭东也站在旁边，虽然众人已经给他解释了，但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张天宝脸色涨红，他的意识很清楚，也明白自己绝不能说，但好像有一股力量在疯狂地影响着他的意识，让他觉得说了谎会遭遇某种极度可怕、威胁生命的事情。是，很好。刘振海精神一振。张天宝说完，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的说出来了。一股强烈的恐惧涌上心头，他是不是和感染者有牵连？如果你知道他把感染者藏在哪里，现在也告诉我们。楚红秀不想浪费时间，因为眼前这人不是普通人，而是觉醒者，药力可能会消散的比较快。他……张天宝憋得脑门青筋都冒出来了，他咬着牙，口水淌了下来，整个人的表情犹如恶鬼。说谎会死的威胁充斥着每一寸神经，但是说完之后的代价……张天宝好像想起了什么极度可怕的事情，骤然之间，他居然原力勃发，发出一声困兽一样的嘶吼。还想反抗？几人略微后退，刚想制住他，没想到张天宝使用了觉醒技之后，身体缩小了一圈，身体还被绑住，但双手已经释放了出来。我不能说，我说了会死得更惨，我不能说。他好像疯了一样，在药力和自我意识的矛盾下，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骤然回戳。匕首顺着他的咽喉瞬间穿过。住手！刘振海三人本以为他要反抗，谁能想到这家伙居然要自杀。一个觉醒者，哪怕是犯了罪，毕竟没有真的杀人，最多蹲几年，他居然不惜自杀。几人此刻脸色都有些不好看，虽然录到了很重要的证据，但这种程度最多恶心一下郑天豪。萧晨没有说话，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悄然将绿色光芒化为晶体，他获取了张天宝的信息。张天宝在死亡和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面前，他选择了自我毁灭。看见这个名字之后，萧晨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有些眉目了。楚红秀一直惦记着萧晨的伤势，此刻第一个注意到萧晨表情变化。萧晨，你有什么发现？几人将目光投注过来。海哥，你仔细看，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很眼熟？萧晨指着已经死去的张天宝。刘振海压下心中的些许沮丧，仔细观察了起来。如果萧晨不说，他还真的完全没感觉。这几天的审问、盘查、应对上峰压力，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哪里能注意一个完全不熟悉之人的长相？但现在萧晨这么一说，他还真觉得死者有些眼熟，只是没有回忆起来。你认识？他心中升起些许期待。萧晨笑了笑，眯眼轻声道：当初我们都以为张宁汉死在家门口，而且是被郑天豪处理掉的，因为他拒绝了郑天豪的某项要求。但后来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作证，给了你致命一击。你觉得这是巧合吗？萧晨的问题让刘振海有些回过味来，他示意萧晨继续说下去。如果只有张宁汉就罢了，但这个人让我确信了一件事情。当初那个名单我们都看了，而且我相信事后你也去查阅了这些人的资料，看过他们的照片。当然，亏的这些人都是觉醒者，算是江城曾经有头脸的人物，我也查过他们的照片。你再想想，他是不是和其中某个人很像？这一句话宛如平湖之中起惊雷，刹那间勾起了刘振海的记忆。他瞳孔骤然收缩，重新盯着张天宝的脸，呼吸一下子粗重了起来。张天宝！见刘振海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萧晨松了口气，心中也有些佩服。他查过 P 的照片，只不过这样更好解释，倒是刘振海记忆力真是不错。真是他！刘振海有些难以理解。张天宝看着比照片上更老了一些，但大体的轮廓还是那个样子。怎么会这样？这些人不是被郑天豪处理掉了吗？楚红秀也懵了，他是按照当初萧晨和刘振海思路在想这个案子的，按照当时的猜测，接受郑天豪建议的变成了感染者，反对的自然被他杀了。我们当初很可能猜错了，这些拒绝郑天豪的没有被杀，而是成为了他的手下。刘振海只是思索了片刻，就已经认同了萧晨的这个判断。这么说，当初张宁汉的事情是郑天豪给我们设的套？应该不是，我不认为他能想得那么远。萧晨摇摇头，当初张宁汉家门口的化尸痕迹，不经大规模排查根本找不到。如果不是他觉醒剂发挥作用，刘振海想中这个套也太难了。我更倾向于是一个巧合，但郑天豪将计就计了，反手诉你一个制造假证据。你说张宁汉被他干掉，我估计他当时已经快笑出声了。刘振海和楚红秀僵立原地，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所以我倾向于郑天豪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归顺变成他的手下。现场几人都沉浸在萧晨的分析之中，刘振海理顺了一下脑子里的信息，对于萧晨的看法再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旭东更是如此，今晚他觉得自己三观都要颠覆了，想想自己训练这帮孩子的时候还缅怀了一下自己青涩无知的时光，现在看看自
自己在他们之中好像有种傻子混进来的感觉。可惜张天宝死了，线索又断了。虽然有他的口供，但这点证据太单薄了。要给一个人定罪，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链。刘振海经过一次冲动，最后是老局长给他收拾残局，他已经没资本再犯错了。不，我倒是觉得他的自杀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几人再度将目光投注到他身上。此时的萧晨浑身燃泄，脸色苍白，消瘦而英俊的面容在几个中年人眼里是那样青涩，但已经没有人把他当高中生看待了。如果他对那些问题毫不知情，那他说实话就好了，恰恰说明这些上过郑天豪名单的人知道郑天豪的计划，我们只需要再找到名单上的人，不给他自杀的机会就可以了。土真丸，你还有吧？土真丸自然还有，但问题是上哪里去找这些人？怎么找？虽然线索理顺了，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萧晨重新坐了回去，虽然已经止血，但此前流失的鲜血太多，让他感觉身体阵阵发冷。沉默的功夫，林旭东看着沉思的几人，嘴角抽搐。他本以为来学校教学生是给自己放个假轻松一下，怎么就搅和到这种事里了？看到几人都陷入沉思，为了避免给人一种自己很愚蠢的感觉，他咳嗽2声，感慨道：难以置信，本以为只是送学生回家，谁能想到吃到这样的惊天大瓜。我觉得吧，可以从郑天豪身边的女人着手，多少大人物最后都是折在三儿手里。他那个赌场可是美女不少啊，我不信他把持得住。没有人理他，林旭东的笑容僵硬在脸上，气氛更加尴尬了。萧晨抬起头，无语道：老师，我一开始还觉得您挺酷的。林旭东这么一搅和，倒是大家没那么沉闷了，只是最核心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张天宝没有消息，郑天豪必然有所察觉，到时候再想找人恐怕难上加难。你们说郑天豪最重要的核心产业是什么？角落里萧晨的声音再次传来。虽然不明白萧晨在想什么，但刘振海和他配合几次，已经习惯了他这种跳跃的思维。他有 KTV、商业、住宅地产、擂台拳赛，但所有项目里最赚钱的还是他的皇冠赌场，其他的那些加在一起恐怕也抵不过这一家。萧晨十指交叉，又问道：那赌场治安怎么样？平时闹事的多吗？这次轮到林旭东说话了。一看就是小年轻，没去过吧？还得老师给你传授经验。赌场那什么地方存放着多少宝物和现金？安保肯定比警局还森严，我估计郑天豪手底下1半以上的觉醒者都在那盯着呢。其实林旭东说1半，可能都说少了，1半可能都说少了。他的赌场和黑拳都在同一所酒店里，至于他的其他产业都比较正规，反而不需要太多安保。萧晨沉吟起来，他和郑天豪没有什么私怨，说白了，他也不入人家的法眼。正常他是万万不想和这样人为敌的。奈何的是，正是因为这种无足轻重，所以郑天豪觉得干掉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的麻烦。我有一个计划，不过可能需要你付出很大代价，一旦失败，你可能会很惨。月色和黑暗笼罩，萧晨身上的鲜血已经干涸，但他的眼眸却异常的明亮，给人一种摄人心魄的感觉。刘振海眯起眼睛，抽出一根烟点燃，说说看。几人都围了过来，眼前青年用树枝在地上比划，并且给每个人安排他们的任务。刘振海数次想要打断，但最终都停了下来。10几分钟之后，楚红秀终于忍不住率先开口：不行，振海，太冒险了。我承认有成功的机会，但一旦失败，你不但官位不保，很可能会蹲大牢的。萧晨停止了讲述，刚才他已经把自己全盘计划托出，在他心里，成功的概率极大，但也有失败风险。因为牺牲最大的是刘振海，要不要选择就看他自己的了。如果刘振海不选这条路，萧晨会直接报警申请保护，等测试日结束之后立刻离开江城。刘振海已经抽了3支烟，他沉默着，最终将那颗烟头掐在手里狠狠地揉碎，扔在地上，最后一缕烟气从他鼻孔里吐出来。看见这一幕，楚红秀沉默了，他太了解这位搭档了。刘振海对楚红秀嘿嘿一笑，不用纠结之后，他好像又恢复了那种嘻嘻哈哈的轻松。我一直记得我爹小时候教育我的话，有钱难买爷乐意。如果能亲手把他送进去，那我可太乐意了。风险干啥没有风险，做爱做的事情还有当爹的风险呢。这身皮，你觉得我在乎吗？他还真不太在乎。从穷人家里摸爬滚打到今天，楚红秀知道他早已经挺满足了。平时赚的钱，除了买点烟酒，就是给老家的穷亲戚送回去。但有一件事他很执着，感染者。但凡涉及到感染者和由此造成的凶杀，刘振海都会追查到底。这一次栽了，被沈龙家嘲讽，被郑天豪耍得团团转，刘振海在乎吗？可能也挺在乎，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林旭东看着几人，脸色发苦，因为计划里也有他的一部分。我说，怎么无视我的意见了？我还没说要不要参加呢。
刘振海拍了拍他的肩膀，呲着一口大黄牙：“别介，哥们，这回少你不成？事后我请你喝酒，我爹亲手酿的，平时我都舍不得。”林旭东嫌弃地拍下他的手，满脸愁苦地望向萧晨，却听到萧晨叹息道：“为人师表啊，林老师，说着保护我，你看看我都成啥样了。”林旭东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那记得给我易容啊！看见几个男人达成了共识，楚红秀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他听了计划之后非常清楚，萧晨的计划太冒险了，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做到如此轻松的。开干吧，时间紧迫，刘哥，发动你人脉的时候到了。萧晨目光灼灼，甩了甩头。现在的他很虚弱，是没办法参与计划的，但他已经把自己能想到的全都说了。事情没有办妥之前，他是没法安心去医院的。看见萧晨也准备跟着，林旭东欲言又止，望着萧晨染血的衣襟，他心中暗暗叹息。皇冠大酒店是江城的门面之一，作为一个兼具商务、赌博、拳赛、休闲的综合商业场所，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对于这样一个人口100万量级的边境小城，有这样等级的酒店实属难得。他的客户也不全是本地人，主要包括了接待官方要员，以及准备从江城去往荒野狩猎的觉醒者、调查军等等。此时，酒店门口的一个饭店包间里，一群大汉正在吞云吐雾，坐在最中央的正是刘振海，而其他的这些都是他在江城认识的铁杆哥们，一共5人，全都是觉醒者。计划就是这样，有风险，但你们都是觉醒者，最多抓你们个聚众闹事，关上2天就出来了。听完刘振海的计划，现场陷入了沉默。为首那个身材最为彪悍、双臂纹龙的胡子大汉挠挠头：“刘哥，兄弟能来就不会掉链子，我们平时也不常在江城混，没关系，你吧，加点小心。”几人都明白，这是要对郑天豪下手，说心里不担心是不存在的。好在的是，并不是要他们做太过分的事情，只是搞搞破坏而已。他们都算是雇佣兵，混迹荒野，常年和变异兽战斗的，比一般做文职的城里觉醒者悍勇许多，很擅长这方面的事情。但他们也不傻，一旦这事儿后续追查，他们可能没事，但刘振海就麻烦了。刘振海仍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劝慰众人：“我后面有后台呢，执法局怕他一个商人。”几人听完哈哈一笑，他们不在体制里面，倒是接受了这个说法。林旭东无语地撇过头去，他感觉刘振海和萧晨才是一路人，这怎么玩起套路来，脸不红不白的。整整，抓紧时间，出发吧。走着，皇冠嘛，以前不舍得去，里面的妞可水灵，今天咱好好见识一下它有多豪华。林旭东跟着这帮人走了，一共6个觉醒者。房间里再度陷入了寂静。队员呢？有几个来的？这个计划需要配合的人很多，不只是这6个觉醒者，执法局的也得参与。刘振海提起这个，略微有些愧意。福利没争取多少，竟让这帮小伙姑娘和自己冒险了。楚红秀看了眼手机，悠悠道：“他们全来了。”皇冠酒店门口，一辆黑色豪车嚣张地鸣着喇叭，停靠在大厅门口。侍者恭敬地迎了上去，眼前的几人却让他略显意外。为首之人穿着带划痕的粗牛皮外套，配上磨得满是毛边的皮靴、牛仔裤，脸上胡子拉碴，尽是凶相，和日常出入这里的客人大相径庭。再看看其他下车的几人，也是气质彪悍，穿着颇为不羁的那种。侍者保持着笑容问道：“欢迎几位，里面请。请问有预定客房吗？”客房？为首那大汉脱下外套，露出一双龙纹花臂，上面似乎还染着血迹。都说江城，你们皇冠最好玩，不是有赌场吗？哥几个今天发点小财，玩把大的，好好爽爽，哈哈！其他几人也随之哈哈大笑起来，根本不等侍者，顺着旋转门龙行虎步的就走了进去。看着他们这副模样，侍者瞬间就明白了。他拿出对讲机低声道：“经理，这边可能来了几个荒野回来的猎人，肥羊。为了抵御荒野深处的变异兽，大夏筑起了高墙，丧尸近半国土。但毕竟有觉醒者存在，一些大胆的强人可以带队出墙猎杀变异兽，用他们的皮毛、骨骼以及其他珍贵的部位和企业、研究机构等交换，获取不菲的利润。就像现在很多深海制药研发的丹药，原材料都是从变异兽身上提取出来的。”没一会儿，满脸富态的经理就恭敬地在大厅里迎上了这几人。贵宾呐，招待不周，请跟我来吧。敢去荒野做猎人的，必然都是觉醒者，而且不是普通觉醒者。在大夏筑墙的10年里，海量的变异兽对大夏发起了恐怖的冲击，幸亏有人类那几位顶级强者与那几个兽皇至尊交战，无数觉醒者前赴后继，血染边境，才让城墙顺利建成。时至今天，只有少量智慧很低的变异兽才会在城墙周边的森林里游荡。即便如此，出城的死亡率依旧很高，能活着回来，收益自然也不少。这不是普通人，这是移动的提款机啊！经理如是想着，在前头引领众人。这些打扮成荒野猎人的，自然就是林旭东一行人了。他们和刘振海认识，所谓鱼找鱼，虾找虾，
本身都是那种性格比较直率的觉醒者，伪装起来倒也很像。跟着经理一路走着，几人看着酒店内部陈设，目瞪口呆，已经不需要装作那副土老帽的样子了。穿过回廊，四周墙壁尽是 LED 屏幕，虽然在地下，但屏幕上整个呈现出蓝天白云的景象，清风吹拂，人造运河里不少赌客搂着穿着暴露的长腿美女乘舟饮酒。罪恶，真他妈罪恶！林旭东骂了一句。他作为边防武警支队的武术教练，俸禄也是单月5万以上，来玩倒是来得起，只是以前从来没兴趣。萧晨这混蛋小子，老子这次露面，以后想来玩恐怕都没法玩了。步行7、8分钟，才终于走到了赌场内部，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穿着考究、珠光宝气，和林旭东等人的样子截然不同。几位，我们赌场分2层，这一层是专门为您这样尊贵的客人准备的，如果您不喜欢这个氛围，可以带你们到另一层相对数额小的会场。林旭东撇撇嘴，瞅瞅，这就是说话的水平。怕他们赌不起，还说得这么委婉。如果是自己来，林旭东肯定二话不说去另一个会场，但今天咱可不是来玩的。看见几人各自兑换了3万的筹码，经理站在门口，依然保持礼貌笑容。经理，这几个人啥也不是啊，就这么点货也装呢？刚才的侍者也跟下来了，得知几人兑换的筹码之后，有些无语。但经理却云淡风轻，靠在旁边，一边对路过的客人笑脸相迎，一边低声道：混荒野的都是拿命挣钱，不舍得是正常，但到了赌场，瘾就上来了，他们财力是有的，别急，免得优质客人不待见你。这是经理长久以来总结的经验。侍者恍然，两人宛如看戏，在门口继续招待来往的宾客。随着时间推移，仅仅半小时后，他们就笑了，因为果然如经理所料，他们兑换的筹码输光了。而后就再次每人兑换了5万。经理笑容更盛，虽然营收归酒店归老板，但谁带的客户，尤其是50万以上的客户，那都是有奖金的。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看着他们再次输光了钱，为首那个龙纹花臂朝自己走来，经理迎了上去：先生，请问需要我帮你兑换筹码？我对你妈！啪的一声脆响，经理被这蒲扇般的大手直接抽飞，身子撞击在旁边的花瓶上，花瓶应声碎裂，洒了满地。你们赌场是不是骗人？老子才玩了几次，整整10万，兄弟几个一共60万就没了，赔钱，赔老子钱！花臂大汉名叫张瑶，觉醒之前也是街头混子，演起这恶人来一点都不带假的。客人，您在开玩笑吗？谁听过去赌场输了还要赌场给赔的吗？经理强压心头怒火站了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张瑶：老子不管你那一套，今天不把钱给我们，就砸了这破地方！张瑶再度拎起来经理扔到一边，其他几人叮咣几脚，直接干碎了3台投资机器，现场警报声大作，不少赌客看见这一幕都躲得远远的，略带同情和讥诮地看着这一行6人。来人来人，赌场贵宾厅有人闹事！经理擦了擦头上的血液，看着几人的目光就像看着死人，真特么晦气。他本以为是拎到了几个肥羊，没想到是几个狗屁规矩都不懂的愣头青，不知道从哪个穷乡下来的散人觉醒者。赌场里虽然乱了起来，但大部分宾客都没有走，大家都是有点经济实力才来这个厅玩，许多人也是从外地赶过来玩的，他们也想看看最后这几个人会被怎么处理。先生，请你们跟我走一趟。20来个保安队长很快就赶过来了，为首的还是一名觉醒者。经理松了口气，退到这些人后面。正常来说，输钱一时脑热是会的，哪怕在皇冠酒店他也不是没见过。但是这种事发生在觉醒者身上的反而比较少，毕竟觉醒者大部分见过世面，知道皇冠这种级别的酒店背后老板，普通的觉醒者惹不起。经理觉得几人现在应该冷静下来了。咋的，说不通了，打算明抢了是吧？给老子打！张瑶一声怒喝，眼看着6个觉醒者全都满眼发红，像要杀人一样，经理和保安队长都傻了。这帮人疯了吗？赌场的机器声和音乐已经完全停了下来，经理不停疏散着客人。6人虽然是狗屁规矩都不懂的愣头青，但也是6个觉醒者，他们真的不计后果闹起来，酒店那些保安完全不是对手。叫人，叫人！那个带着保安队的觉醒者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里带着愤恨。真以为6个觉醒者就能在皇冠酒店捣乱，那是找死！贵宾厅有人闹事，6个觉醒者全是战斗系的，多来点人快！皇冠酒店的那觉醒者一边捂着脸，一边对着传呼机求救。没一会儿，纷乱的脚步声传来，皇冠酒店的觉醒者到了。闹事他们见过，但是6个觉醒者聚着大打出手，他们还真没经历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这帮觉醒者的领头将今天执勤的全都叫过来了。如果萧晨在这里，定然会认出为首的那人正是曾经盘问过自己的张璇。他扫视了一下，却看见狼藉遍地、碎裂的玻璃、冒烟的机器、鼻青脸肿的手下，还有嚣张大笑的6个粗犷男子。6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乡巴佬，把他们拿下！
张璇脸色铁青，他算是郑天豪最信任的下属，酒店的治安就是他负责管理。本来还以为能说和，现在看这情况也没必要了。众人再度混战成了一团。这一次，林旭东和花臂大汉对视一眼，都是心里叫苦。他们也没想到，皇冠酒店藏着的觉醒者有这么多，算上一开始来的那位，加起来总共10个人。虽然这些人看着好像岁数都不小了，但多出来这么多拳脚，他们也应付不来啊。老刘，这回你可欠老子人情了。林旭东等人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但是唯一让林旭东有些欣慰的是，目前的一切都完全按照萧晨那小子的设想在进行。他看了一眼旁边那个花臂大汉，之后的戏就不是由他来演了。看热闹的游客渐渐回流，他们里面虽然有不少负伤，但觉醒者还真没几个，平时哪里能见到这么多觉醒者的战斗？要知道，普通的觉醒者哪怕是1级的，架子也不比他们小，那是准的特权阶层。与此同时，酒店外的包间里，刘振海等人正通过手下的偷拍，同步观看着发生的一切。哎，李局！房间外面突然传来手下的声音，刘振海抬起头，迎面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局长，我们得到了一些线索，但最终确认需要抓捕郑天豪的某些觉醒者手下，所以我擅自行动了。他张了张口，但不知道该去说什么。这次行动他没有和李正涛说，因为本身就是又一次冒险，他觉得如果说了，李正涛大概率会阻止自己。知道了，忙你的。李正涛坐在沙发上，刘振海这才发现他身后跟着走进来一个看着36、7岁，身穿黑色风衣，面容颇为俊朗的男人。他只是冲着屋里人微微一笑，随后就坐在李正涛旁边。不知怎地，明明他年纪比自己小，但刘振海突然觉得一股压力骤然袭来。李正涛一言不发，就这样看着屏幕。他只是知道刘振海没闲着，带人行动了，但具体的细节他也不清楚。此时看着屏幕里反馈回来的画面，他皱了皱眉。上门打砸，这不像是什么高明的计划，反而像是小孩子的无理取闹。他们不是公安部门，又刚因为郑天豪和区里领导闹得很僵，他实在看不懂这是在做什么。刘振海看见他眼里的失望，也没有去解释。他其实心里也不清楚萧晨的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赌场贵宾厅，真是活腻了。张璇看着战斗基本没什么悬念，也退出了战团。眼下这个情况虽然解决了，但还是让他觉得有些诡异。平白无故的，哪来这么6个愣头青来捣乱？正当他准备拿起电话时，场中局势再次发生了改变，却听见那花臂大汉发出困兽一般的嘶吼声，攻击开始混乱，双眼渐渐发红。呵，现在知道厉害了。张璇还没来得及说完，就看见那大汉拿出一瓶药，将里面黑乎乎的丹丸一下子就塞进了嘴里，而后还咆哮着：老子新买的增元丸不要了，我今天非弄死你们这帮王八蛋！增元丸1瓶。张璇一时间呆滞在原地。之前他只是觉得这帮人没脑子，胡乱闹事，但现在他自己脑子里也是嗡的一下子，差点炸了。觉醒者最怕什么？贪功冒进。为了突破境界，胡乱吃药，硬去突破，极有可能引起思维混乱，基因变异可能性大增，化为感染者。这几乎是一个常识啊！一口气干下去这么多药，他是真的疯了！快阻止他！张璇的暴喝还没有传递开，就看见那花臂大汉宛如犯了癫痫一样，身体剧烈颤抖，双目也越发红肿，嘴角沫子都淌出来了。这特么演的也太过了！坐在外面的包间里，萧晨嘴角一扯。不过虽然他觉得花臂大汉的表演过于浮夸，但是其他人还真吃这一套。就在这时，花臂大汉喉咙里嘶吼一声，皮大衣骤然撕裂，一层黑乎乎的鳞甲覆盖在了他的体表。卧槽！张璇整个人都麻了，这特么为了争口气，真变感染者了吗？这是感染者！兄弟，你快停下！林旭东此时已经看见了旁边人的惊恐之色，适当的添油加醋了一句。那些皇冠酒店的觉醒者早就已经停下手，惊惧的退出去好几步，客人开始尖叫推搡，再也没有了看戏的欲望。感染者，感染者呀！救命！看见这些人终于乱了起来，对花臂大汉的表演也深信不疑。林旭东松了口气，瞥了花臂男一眼，却见对方悄然对他眨了下眼睛。酒店外的包间里，李正涛和那个俊朗男子也一时间愣住了。振海，你这是搞哪一出？李正涛坐不住了，如果执法局的队长亲手弄出感染者，那他绝对保不住刘振海。李叔，你别着急，这家伙装的。萧晨有些意外的看了说话者一眼，这个30多岁的男人一进来，他和刘振海的感觉一样，身上也骤然多出不少压力。没想到他看得这么准。装的。李正涛重新坐了回去，还是有些不解，装这一出目的何在？萧晨坐在那里，苍白的脸上也多出了些许笑意。不得不说，刘振海这哥们还真是个人才，觉醒技是全身鳞甲化，大幅度增加速度和防御，
哪怕是见过真正感染者的，在刚才那种情况下也容易被他骗了。准备行动了，刘振海提醒了一声。楚红秀点点头，门外早已经有10几个队员在等候。望着窗外30多层的霓虹大厦，萧晨的心放下了一半。赌场贵宾厅，张璇完全傻了，此时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动手。先报警再说，咱们先撤吧，可别沾染上这玩意。手下这群觉醒者看这样子是完全不想上了。张璇暗骂一声，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好的办法。宾客不断向外逃着，张璇低声道：行，那我报警，你们几个就避一避。老王、刘浩，你们俩陪我应付警察就好。其他几人点点头，便想要随着人群离开。他们的身份能不暴露就最好隐藏着。就在这时，外面却骤然响起一个冷然的女声：我们接到举报，这里出现了疑似感染者，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张璇愕然站在原地，说话的人他当然认识，楚红秀，执法局刘振海身边的副队长。在他之后到来的还有区派出所副所长马相国。张璇当然是想跟马相国走的，但是楚红秀的理由很充分。如果这是一起治安案件，我们当然不会管，但是和感染者相关，马所长，这不是你的职务范围。看到马相国左右为难的样子，张璇心里凉了半截。与此同时，外面的包间里鸦雀无声，看着10多个人被楚红秀押上执法局车辆，刘振海狠狠地挥了一下拳头。眼见他兴奋至此，李正涛一直皱着的眉毛也略微舒展开来。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计划的全貌，但他也明白刘振海在跟时间赛跑，并没有去打扰他。李叔，这里好像不需要我了。那个跟着李正涛来的俊朗男子摸了摸下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刘振海。不好说，这帮小子做事毛毛草草的。李正涛谦虚了一下，眯眼跟着走出包间。街上车水马龙，酒店大楼依然灯红酒绿，一帮执法局的小伙子眼球里都带上血丝了。连续奋战多日，他们已经到了体力的极限。不过这些人的精神仍然很亢奋。李正涛嘴角微挑，负手上车，盯好酒店的各个出入口，别让郑天豪跑了，所有车辆要检查。执法局的另外2个小队也已经驰援到现场。不远处，区派出所副所长马定国脸色难看，他拿出电话开始拨打。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酒店32层是郑天豪的办公室，巨大的圆弧形落地窗纤尘不染，郑天豪很喜欢站在窗边，这样能够俯瞰小半个城区。沈区长，这件事总算摆平了，这段时间你没少忙活，敬你。郑天豪端着酒杯，冲着对面坐着的沈龙家示意。沈龙家整理着袖口，推了推眼镜，客气了，和我关系不大，是郑老板，你算无一策，洗脱了嫌疑，还把刘振海坑了一手。不过这段时间暂且低调些，李正涛很信任他的手下，他虽然快退了，但认识朋友还不少。郑天豪哈哈一笑，并没有太当回事。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进来，怎么毛毛躁躁的？郑天豪放下酒杯，有些不满意的看着张璇。下面事情摆平了，有觉醒者输钱闹事，郑天豪没少见过，这一次只是人多了点，他的手下足够应付。豪哥，出事了，他们打起来，然后都被带走了。打架被带走不是很正常，跟马定国交代过了吧？看见郑天豪仍然没当回事，张璇吞了口唾沫道：不是马所带的人，是被执法局的人带走了。执法局？郑天豪那副随意姿态消失，但也没太慌张，皱眉道：和执法局有什么关系？谁来带走的？到现在他也没有太过于惊慌，毕竟今天刘振海已经被停职了，其他人有这个先例，应该也不会这个时候来找他麻烦。是楚红秀，那几个找事的觉醒者一看打不过，居然不停吃药，好像精神错乱变成感染者了，不知道谁报的警，楚红秀他们没一会儿就到了，现在全都给拉走了。外面到处都是执法局的人，其他的队伍也出动了。这一次刘振海和沈龙家同时瞳孔一缩，胸中凉气直往上窜。听到这里，他们再不明白就真是傻子了。什么赌钱输了，这就是人家给做的局，否则前脚发生事情，警察还没来呢，他执法局的先来了。鬼的感染者，真感染也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执法局疯了吗？他带走你手下有什么用？天豪，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就去联系。沈龙家听完之后，先是有点担心，而后便冷笑起来。这么干简直是搞笑，如果真有确凿证据，对方肯定就来抓郑天豪本人了。没有证据才去抓这些手下，这除了恶心郑天豪一下，他想不明白还有什么作用。不对，郑天豪深吸了几口气，心中也渐渐镇定，但是他没有沈龙家这种乐观。沈龙家不知道他这些手下的底细，但是他知道，因此他用这些手下的时候都很低调，平日里不出大事，一般不让他们露面。张璇，你立刻把人员名单报给我，看他们抓走的都有谁。另外派人去把那些东西清理掉吧，要快。执法局门口，刘振海是没时间和李正涛详细介绍计划了，
他把人全部带进审讯室之后，李正涛的电话已经快要被打爆了。站在审讯室外，刘振海听着远处李正涛苍老但坚决的声音，苦笑一声。他本来没打算拉上老局长跟他一起冒险的，现在大家都在这场赌局里了。推开门，刘振海眼里的犹豫尽数消退，多了几分冷酷和铁血的味道。眼前的觉醒者已经被2只粗的牛筋绳捆得严严实实，嘴里骂骂咧咧：“你们有病吧？即使真有感染者，那也不是我，是捣乱的，你抓我干嘛？”他的嘴里突然被塞进了一个药丸。刘振海坐在他对面，声音凝实：“你的名字、真名。”郑天豪手下的觉醒者可不仅仅是名单上那一批，因此虽然抓回来了10几个人，刘振海心里也不敢打包票，其中就包含了名单上的人。不过只要中了一个，这个案子就快要形成闭环了。凌晨1点半，距离初始的审讯已经过去了半小时，在经过了一番电话的狂轰滥炸之后，李正涛终于有时间来看看这边的情况。站在审讯室旁的监听室里，李正涛看到一位位的嫌疑人轮班进去，也看到了刘振海紧锁的眉头。还有几位嫌疑人？李局还有2个，抓回来了9个人，已经审讯了7个。看来刘振海仍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萧晨平静地看着人员进进出出，腰部的伤口散发出淡淡的血腥味儿，他有些眩晕，但仍然坚持着。到这里之后，他就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如果真的没有找到，那只能说运气真的不太好。审讯室里，刘振海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看着面前五花大绑的又一位嫌疑人，他轻车熟路地将吐真丸喂了进去。7个人了，一个名字都对不上，进一步询问，他们都是郑天豪从社会上高价招来的。对于他的另外那些问题，更是一头雾水。看着眼见略显苍老的男子，刘振海照旧问出了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他今晚问的第8次了。姓名，说你的真名。老者愣了一下，随后吐出3个字：杜启山。就是这平平无奇的3个字，却让整个审讯室里的空气为之静默。刘振海骤然抬起头，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老者的脸。楚红秀愣了一下，随后也流露出惊喜的表情。他朝着黑色的玻璃窗那里看了一眼，他知道李正涛和萧晨、林旭东他们也在看着。今晚他们到现在几个小时没有休息过，但是看着真的要成了。刘振海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他清了清嗓子，问道：“你的脸看着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刘振海打量着他，即使记住了名单上每个人的面容，但当时的照片已经是几年前，他可没有萧晨那样的记忆力能够认出来。杜启山嘴唇翕动，面色微白，从刘振海第一个问题开始，他的后背就已经湿了。他明白这个真名的问题恐怕就是在针对自己的，因为现在他对外的名字早已经换了。这个名单上的人有认识的吧？看到刘振海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个名字，杜启山扫了过去，看到其中的几个名字之后，他的身体明显略微颤抖了起来。审讯室外，李正涛听着内部传来的问询声，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不少。他明白这一次刘振海他们是走在了对的方向上。李叔，看来我要提前恭喜你了。一直跟着李正涛的年轻人微笑着走了过来，之前的种种压力好像和他无关，他俊朗又阳刚的面容上始终保持着轻松。昭华，你就别取笑我了。认识这4个人。杜启山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指了一下刘振海摆在面前的 A4 纸，说完之后脸色更加惨白。吐真丸并不会让人失去意识，只是不会说谎，但这种强悍的药品市面上也是禁售的。刘振海缓缓靠近，压低声音：“这是从郑天豪那里得到的名单，所有名单上的人都经历过一次选择，有的人选择了接受，有的人选择拒绝。你告诉我，这个选择究竟是什么？”这一次杜启山抖得更厉害了，明显看出来他在挣扎，而且眼里浮现出和当初自杀的那人同样的恐惧。刘振海在等待，但他也更加好奇，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才会觉得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我们都是欠了他赌债的人，还不上了。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要么接受他的药物测试，如果拒绝，就要给他当10年的手下，隐姓埋名。药物测试，这个困扰着众人许久的问题，终于浮现在了所有人眼前。刘振海知道真相已经距离自己越来越接近了。到现在，他才明白萧晨的反应究竟有多快。从暗杀者自杀，辨认出他的面容，猜测到他的身份，到制定这样一个诱捕计划。这个计划并没有多么精美巧妙，反而可以说是很粗暴，也很赌命。但让刘振海赞叹的是，这小子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就想到了这一连串的东西。他收回注意力，再度发问：“那么看来你是选择了拒绝？那你知道这个所谓的药物测试最后接受的人怎么样了吗？”“我不知道。”刘振海眉头微皱，但也不气馁。这种情况他料想过，毕竟你没接收，郑天豪也没有必要让这些手下得知所有的细节。但杜启山再度开口：“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变成感染者了，这绝对称得上是意外之喜。你为什么会这样猜？杜启山声音颤抖。我和名单上另一个是同一批，他叫张天宝。当时我俩不知道药物测试到底是干嘛的，就答应了。我们本来岁数就大了，虽然觉醒者身体好一些，但我们也不想给人家打工10年。我们一起到了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有好些个巨大的铁笼子，里面关着5、6个人。当时还不懂，后来才明白，这些人就是接受了药物测试的人。那天出了意外，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突然像犯了羊癫疯一样，身体颤抖，眼睛变红，牙齿和指甲都开始急速生长。他看着我们的眼神就像要吃了我们一样，我们都吓傻了。后来我们猜测，那个人肯定是变成感染者了。而这个所谓的药物测试，我们自然也是不敢再答应。好在的是，那天的事情算个意外，实验室里的人也怕被郑天豪知道，所以他也没说出来。杜启山的讲述让现场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张天宝，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恐怕杜启山还不知道，这个人先于他自杀了。怪不得他会自杀，他亲眼看见过郑天豪将活生生的人变成感染者，对于任何人来说，那恐怕比死了还要恐怖吧。最后一个问题，他那个实验室在哪？盘问已经到了尾声，隔着那墨色的玻璃，刘振海和对方的交谈虽然还在继续，但李正涛的眉头已经舒展开来。他只需要看着刘振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当初进局里就带着一身江湖气，到这个岁数仍然奋战在一线的男人，终于要等到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案子了。随着房门打开，刘振海从房间里拿着公文走了出来，满身汗水的他有些愕然地抬起头。外面其他2个分队的队长，还有他小队的不少手下，林旭东、楚红秀乃至李正涛等人围在那里，他们露出佩服、赞叹的笑容。一时间，掌声噼里啪啦地响起了起来。振海，辛苦你了，你这个反击赌性很大，很像你，但也很精彩。李正涛拍了拍他的肩膀。另外2个小队的队长要比他年轻很多，平时都觉得刘振海太卷了，不喜欢享受生活，但到了这种时候，也不禁心里生出佩服。刘振海勉强笑了笑，抬起头举目四望，终于看到了房间角落的那个身影。萧晨身上的血迹早就干了，但他的伤还是蛮重的，被一刀贯穿腹部，按理说早该去医院了。但萧晨坚持跟过来，这些年在贫民窟里和那些恶徒交手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你没有确定对手失去还手的力气，就最好不要停下。其实这个计划我只是参与者，真正的发起者是萧晨小兄弟，你们也都听过他。所有的目光在此刻汇集到了萧晨的身上，被几十人直勾勾地盯着。萧晨倒是没有什么害羞，他勉强凑够些力气，还以微笑。李正涛早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一直跟在旁边的小年轻，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某个受伤的队员。是这个小伙子，萧晨的名字他们当然听过，只是他不是个学生吗？得到刘振海的回应，不但组里的众人感觉不可思议，就连李正涛身侧一直挂着阳光微笑的男子许昭华眼中也有些许异色。他走到刘振海身侧，轻声道：“看这小伙子的年纪不大。”刘振海始终不知道许昭华的身份，但毕竟是和李正涛一起的人，身份肯定不低，点头回应：“是的，还在上高中，快要毕业了。”哦，那他怎么会牵扯到这件事里？许昭华恍然，然而心中却更加觉得不可思议。问完，却看见众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致歉道：“刘队长，不好意思，你们办案要紧，我之后再说。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的。”刘振海点点头。此刻50多人依次上车，准备行动。我已经得到了准确答案，郑天豪通过赌博控制一些年老没有高收入的觉醒者，有本地的，也有其他地方过来的，再通过所谓药物测试的方法制造了感染者。他的目的未明，但证人已经向我们提供了他的实验地点，就在他的皇冠酒店地下。所有人跟紧我的车出发，人证已经有了，现在只要找到那个地方，哪怕感染者已经被转移，但其他细节对得上，也就足够提起更上级部门的重视。刘振海是第一次对升职有了更大的期望，以前他觉得奋战在一线办案就挺不错，升官不升官他根本不在意，但现在他明白，以前自己顺利只是因为办的案子还不够大，背景还不够深。刘振海等人到皇冠酒店的时候，这里早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当然不是客人，而是执法局的人。只不过除了执法局的人之外，区派出所的马定国、区长沈龙家以及一系列相关部门的大小负责人都已经出现在了酒店楼下，甚至还包括一个刘振海没想到的人郑天豪。此时郑天豪已经换下了之前那身睡袍，重新穿上得体考究的西装，身侧站着6个黑衣保镖，依旧显得从容不迫。刘振海，你已经被停职了，还这么能闹腾，当真是没把规矩放在眼里啊。郑天豪丝毫看不出慌乱，点上一根雪茄，似笑非笑。我只是跟着凑凑热闹，看一眼而已，停职我又不是离职。郑老板，倒是我跟着听到不少你的猛料，在这里耽误时间没意义，让开吧。郑天豪耸耸肩，让开一条路，示意自己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
不过执法队众人却被沈龙家拦住了。这位始终出现在郑天豪左右的区长，此时脸上没有之前的风度，反而挂着阴沉，不知道是真的愤怒，还是把态度写给别人看。李局，我敬你是老领导，但你的手下也太胡闹了，不说之前的事情，就今天的事情，你……沈龙家在发火，其他人在附和，而李正涛则在出面表态。看着两伙人扯皮，萧晨却望向了郑天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想要杀自己的人，非常从容，浑身衣着沾满了贵气。对于这些纷争，他仿佛一个局外人一样。沈龙家他们当然不可能真的挡住执法局，双方扯了几分钟，场面搞得很僵，最终大队伍还是进入了酒店里面，浩浩荡荡一大排，引来周围海量的围观者。萧晨同学是吧？我是许昭华。萧晨观察的时候，旁边的许昭华也在看他，此刻却是走了过来，伸出手。萧晨和他握了握手，说了声你好。听说你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现在结果马上就要揭晓了，怎么看你不太高兴的样子？萧晨耸耸肩，有些疲惫道：行动应该不会很顺利，我只是有些累了。许昭华顺着问道：你怎么判断不顺利呢？毕竟现在线索都明摆在这里了。萧晨有种感觉，眼前这个30岁出头很是俊朗的人，并不是真的在问自己，他只是想印证自己的答案，好像一个考官。沈龙家他们在这里阻拦的意义不大，因为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查肯定还是要查的。郑天豪也没有跑路，这说明他们不慌，只是想要拖延时间。他们应该是在做些手脚。许昭华暗暗点了点头，心中对于萧晨的评价再度提升了不少。他的判断和萧晨是一致的。刘哥是个心细的人，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萧晨望向酒店深处，那人之前的供述里说，实验室就在地下泉台再往下的一层暗室里面。此前萧晨在包间里的时候，曾经仔细打量过整座大厦，当时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但现在地下的位置仿佛有绿色光团若隐若现。